我叫林浩，是一个孤儿，无父无母，看起来像是个高中生，但实际年纪嘛，这是个秘密。我现在在一个直播平台做主播，日常就是装嫩扮高中生，骗各种无聊的小姐姐打赏。我不是要向谁介绍自己，而是要确保自己的头脑清醒，否则我一定不会相信面前发生的景象，这足够震碎我三观的现实。无为伟大股神阿加莎·尼古拉斯。完了，世界末日来临了！这什么玩意儿？4D 投影？这是真的！这声音好像在脑海中凭空升起的。荣幸吧，感到雀跃吧，凡人们！汝等已被征召，成为无光荣的战士，为吾战斗。不要妄想逃走，周围的守护魔隔绝了混沌虚空的侵袭，同时也阻断了你们逃脱的可能。仁慈的吾将给予各位10分钟的时间，认清现实。10分钟以后，吾将再次降临，发布你们的第1个任务，希望你们做好准备。妈了！这什么小说剧情？喂，老婆！喂，领导，今天我可能……喂，我去，没信号了，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啊！为什么会这样？我还年轻，还有大把的快活时光，怎么就被卷入这种事情了呢？混蛋，搞什么鬼？快放我们出去！什么？这不会吧？死了？死人了！这太可怕了！往后退，别靠近边缘了。果然，这种局面下，作死就真的会死啊！所以真的没信号了，出又出不去，接下来怎么办？等等，这是一份来自遥远未来的馈赠，希望这一次的你能够走得更远。什么鬼？天赋抽取，这又是什么玩意儿？看他们的反应，这东西好像只出现在了我的手机上，难不成这是我的外挂来了？5连抽啊！这是我感觉到了，这真的是我的外挂。一下感觉自己底气足了不少，刚刚的慌乱完全一扫而空。来吧，看看外挂都给我提供了哪些功能。首先是白色的天赋标签，垃圾桶，再垃圾的食物你也能消化，哪怕是屎，你吃进去以后也会感觉自己在吃无上美味。下一个顶峰尿10丈，你尿的比别人都远，让你和人一起尿尿的时候倍儿有面子。这都是什么鬼天赋？毕竟是最低稀有度的，鸡肋点很正常。但是蓝色天赋肯定就不会这样了。精神小伙，你天赋异禀，特别有精神。我去，这怎么感觉还不如白色的呢？不会金色和红色的也是这尿性吧？哎呀，不行，我得先看看最高稀有度的。游戏人生，你拥有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游戏模板，你的胆子特别大，在你眼中，任何生物都不会让你害怕。神仙、妖怪，统统都是 NPC 的弱点一览无遗。这是红色天赋，有啥用啊？不对，从刚刚开始，心中一直有种莫名的自信。我之前下意识的以为是外挂给了我底气，但是现在看来，也许是这个红色天赋发挥了作用，能强制帮我消除恐惧，恢复镇定。这天赋确实不错，但就这点功能吗？也许我高估了这外挂的强度。再让我看看这个史诗。软饭王，比你强大的女性对你的初始好感度加50%，部分特殊癖好的男性也在范围内，你小心你的菊花。
吃软饭是什么鬼？虽然我知道不少人都是向往被富婆包养的生活，但是这种技能，这怎么感觉画风不太对啊？怎么回事？脑袋，好疼！病到头了，还给我来这么一下，不过好歹算是个外挂，也没什么好计较的了。头还是疼，眼睛也……这是……这家伙跟你一样弱，干掉他只用手指插眼加撩阴腿碎蛋。这家伙比你还弱，打他只需要随便……什么？你想打他？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些游戏界面一样的东西，刚刚还没有呢。你怎么有这么多天赋？你是不是开挂了？这是人物面板，这才是游戏人生天赋真正的功能吗？随着我的意念一动，这个面板就会立即消散。挺好，老盯着这玩意儿也挺碍眼的。顺便多试几次，熟悉熟悉。这妹子看起来柔柔弱弱，但人家是练家子，一拳打掉你没有问题。人家四项属性相加比你高，所以她比你强。你的软饭王天赋发挥作用了。这提示也够真实的。哇！这错不了，不只是红色游戏人生天赋，我的软饭王天赋也发挥作用了。嗨，小弟弟，你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吗？我虽然面嫩，但也不至于嫩到会被人当走失儿童吧？他对周遭的变故依然很警惕，证明他其实也处于不安之中。即便如此，也选择优先来关心我。我这软饭王天赋还真是厉害啊！姐姐不是坏人，小弟弟你不要误会。没有，小姐姐，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是个孤儿。又能打又心善的妹子，现在这种情况，我的外挂也不加啥战斗力，这种白大腿我可得抱牢了。对不起，小弟弟，姐姐不知道。没事的，小姐姐，我早就习惯了。小姐姐，我们出不去了吗？可能是吧，毕竟刚才那个自称股神的家伙。小弟弟，你放心，姐姐保护你。谢谢小姐姐。走，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还在读中学吧？小姐姐，我叫林浩，你可以叫我小耗子，今年读高一。没毛病，我对外都说自己高一。小耗子，你是我本家啊！姐姐也姓林，叫林小允，你可以叫我小允姐姐或者允儿姐姐。允儿姐姐。林小姐，林小姐，我们还不清楚现在的情况，眼下处处都可能藏着危险，你这样乱跑，很容易出事的呀。放心吧，魏哥，以我的身手，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这个小孩是？这孩子是个孤儿，还在读高中，在这种环境里可能很难生存，咱们得多帮帮他。小姐啊，这局面我们自身都可能难保，还帮他？别看他年纪小，多个人也是多个帮手嘛。你看他多乖啊。来，叫姐姐。允儿姐姐。行吧。林小允居然还有保镖，看来他不仅比我能打，还比我有钱。这妥妥的白富美呀，赚了赚了。至于这位保镖，我看看啊。这家伙会太全爱，似乎很能打，你最好躲他远点儿。当失去了法律的约束，某些人恐怕会做出一些危险举动。不愧是保镖，面板真高啊！就是最后这段提示，似乎是在警告我。
无光荣的选民们，你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充分理解了之前的事，这很好。但你们来自一个绝对文明的世界，未接受血与火的洗礼，还并不能称之为战士，所以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会是一场副本试炼。你们将会被10人一组随机投放进各种副本里，与怪物交手。啊！这小孩儿，切，直接吓呆了吗？果然是个拖油瓶。还有这种事？软饭王对古神也可以发动的吗？这家伙太强大了，弱小到你什么属性都看不到。哈，真是幸运，这家伙竟然还是个母的。你的软饭王天赋似乎又要立功了，他对你很友善。也挺好，挺好。不过，出于对你们中某些人的关注和怜悯，仁慈的阿加莎·尼古拉斯决心不能让他可爱的战士们白白送死。所以，副本里的死亡并非真的死亡，不过，该有的痛苦可一点儿也不会减少哦。战斗吧！他期待着你们的表现，特别是某些人的表现哦。这也太吓人了吧！为什么是虫子？我讨厌蜘蛛。林小允和他保镖没跟我在一组，这下有些麻烦了。听他们的语气，第一关是蜘蛛洞穴吗？不就是蜘蛛吗？这帮人怎么大惊小怪的？好吧，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了。这个头不小啊！慌什么？都冷静点，不就是几只蜘蛛吗？人类作为顶级猎食者，花费数亿年进化到食物链的顶端，怕它几只小小的虫子？只要发挥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智力与团结，就算再来110只蜘蛛又如何？这家伙也就比你强那么一丢，但是很可惜，他对你不感兴趣。或者你可以想办法让他对你感兴趣。看属性，这哥们儿是这批人里最强的那个。可惜是个男的，我的天赋发挥不了作用，而且男的大腿可不好抱啊。发生什么了？来了，第一个任务，走，过去看看。蜘蛛母怪巢穴。蜘蛛啊，这个洞的湿度确实适合昆虫生存，而且我怀疑深处还有更大更猛的家伙在等着。人太多了吧？要是有人掉队了怎么办？一起走呗。理论上，这里的最优解是以小股分队的形式进入，既能互相照应，也不至于动静太大。不过我长得太嫩，外形上没有任何说服力，他们多半也不会听我的。还是静观其变吧。如果那个古神没说谎的话，其实莽进去也不错，反正不会死。作为第一个任务，吾特别恩赐你们一条提示。进入洞穴，拼尽全力去挣扎，去生存，并试着走向深处吧。如果再次停留超过1分钟，蜘蛛母怪将主动出击。蜘蛛母怪？那是什么？反正肯定不是好东西，我讨厌蜘蛛。现在怎么办？走还是不走？我哪知道？哼，真是的！走，不就是蜘蛛吗？我们手里有家伙，不怕他们。反正不会死，我也跟进去，长长见识。话说一组不是10个人吗？怎么少了一个？后面不是有那个小屁孩吗？反正他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就让他在队尾待着吧。哼，这种小孩，指望他打头阵，肯定第一个拉胯，搞不好战斗力还不如女人。他站这么靠后，万一那什么蜘蛛母怪追过来了，正好拿他垫底。这会不会？有什么会不会？这种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就是要利用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啊！还是说你想去当那个断后的？我忽然觉得你说的也很有道理。这里好阴森啊！火，这才刚进来就要凉了。这是什么生物？蜘蛛太可怕了！杀人了！混蛋！不对劲，这玩意儿太诡异了！大家先跑，分头行动！喂，有没有搞错？老哥，你真的会指挥吗？分头行动，这不是在送吗？不过我这么关心别人干嘛？第一个有麻烦的人好像是我啊！不能跑，把背后露给敌人是大忌。但是也不知道这东西打不打得动它。要用防身术的话，滑铲大法应该对蜘蛛不管用吧？但是还是得拼啊！咱这条命不能白死。宝雷，弱小的怪物，但再弱小也能碾压你。它为什么会是个母呢？你的软饭王天赋再次发挥了作用，走过去吧，不会死的。蜘蛛也行？好吧，毕竟对蛊神都有效果呢。这个软饭王天赋一再刷新了我的认知，明彩应该是红色天赋吧？简直牛爆了，好吗？而且这天赋是对他，不是，是对他有什么特效吗？这么亲近。如果我趁着他没敌意发起突袭的话，靠！一只破蜘蛛还给我卖上萌了，我怎么就还偏偏下不去这手呢？绝对是因为这不道德。人家明明对你很友善，你却搞偷袭，这好吗？这不好，这绝对不是我动了恻隐之心，绝对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对这些蜘蛛怪的强度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它的速度和力量确实比我强很多，但是也没有到远超人类的地步。光从属性面板上来看，甚至略逊于林小雨的那个保镖。同时，通过和蜘蛛怪的对比，我发现属性面板上的数据非常准确。比如说，我和他的力量就是差了近2倍，反应和速度差了3倍，所以哪怕我不讲武德搞偷袭，也很有可能打不过他。这蜘蛛怪属性确实比人强，但也不至于瞬间秒杀别人。这其实就是占了有杀意以及突袭的便宜。这也让我明白蛊神如此安排的用意。我们既然是他的战士，那双手必然会沾满血腥。最后，力量、敏捷、体质这些属性都很好理解，但是这个精神算什么？而且我的精神怎么这么高？难道是因为精神小伙天赋？难道精神高了可以有念动力？是一只猪，超能力？这不存在啊！哎呀，算了，想那么多干嘛？反正有软饭王天赋在，这里的蜘蛛怪都不会攻击我，不如多探探路。也许有哪个人危机关头爆发小宇宙杀穿蜘蛛，我还能过去混个脸熟呢。已经越来越深入了，这一路走下来，活人是没见着一个，死人倒是有。按照估算，我们这队10个人，但已经死了8、9个了。果然啊，分头行动就是分开送。不过现在能活下来的人，确实有几把刷子。这里已经能看见蜘蛛怪的残肢断骸了。这是……结果这位老哥还是死在这儿了吗？临死还能拉2个蜘蛛怪垫背，果然够猛。就是不知道他看到如此景象会作何感想。但我就完全不用怕他们，甚至我不走，他们还会帮我走。嘿，
这软饭王天赋是真的好用啊。不过这洞怎么这么大？难道就没有尽头的吗？啊，那是……没什么好说的，他对你很友善，非常友善，甚至还想和你更进一步。这面盘，他绝对是关底 BOSS 了吧？而且吃软饭天赋又一次生效，他不会攻击我。哎，古神发布的任务只说了让我们努力前往洞穴深处，也没说必须打倒怪物吧？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算是完成任务了？哎，什么情况？软饭王的能力应该还在，他们对我没有敌意才是。等等，这是在搞什么？虽然这些蜘蛛智商不高的样子，但是他们确实是有意引导我来到蜘蛛母怪面前。难不成把我跟蜘蛛母怪凑成一对儿？我拿你们当小姐姐，你们却想让我当你们爹？那个，我叫林浩，你叫我小耗子就行了。姐姐大人，不知怎么称呼？姐姐大人，你的手凉凉的，摸起来好舒服啊。你别光是摸我呀，好歹说个话行不行啊？不能交流的话，我怎么展现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啊？这又是要干嘛？姐姐大人，等一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操作不规范，竟然2行泪啊！原以为哥多年的清白就要葬送于此，万万没想到啊！他把我都扒光了，居然只是为了给我亲手换上他吐出的蛛丝衣服。切，还好我没有期待过什么。没有。不过满足了他最大的欲望，他现在极其开心，对你的友善程度都不会再下降了。切，真羡慕。他最大的欲望居然只是想帮人换衣服，这也太奇怪了吧。谢谢姐姐大人的礼物，作为报答，不如让我帮姐姐大人打扫一下闺房吧。怎么了？姐姐大人，我听大人说过，箱子里的东西要是长时间不拿出来晾晾，很容易发霉的。你一个人手脚不方便，不如我来帮你。咦，这箱子是这里唯一看起来值钱的东西，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能一只怪物都不杀，一路走到关底获得奖励。蜘蛛妹子们都没有反应啊！古神的声音只有我能听到吗？我做的事居然这么厉害，这多亏了古神大人的引导。话说回来，像这种完美完成任务的，都会有额外的奖励的吧？恭喜你，有回应吗？获得理论上无人能得到的关底奖励。这个说法，莫非？我去，这特效，难不成古神给的是金色传说装备？书，居然是一本书。此为金色史诗品质的转职道具书，碰触可获得本书详细信息，由意念触发进行使用。虽然我是投机取巧得到的奖励，可看起来，只要我能够利用规则，武神也不会介意我得到额外的好处。这所谓的转职道具书，可以让我获得书中记录的一个职业能力，就像是网游选职业一样，不过只给了一个选择。怪物契约师，顾名思义，怪物契约师可以与怪物缔结契约，
令其为自己效命。契约仪式并不复杂，但是自己的精神力必须高于对方，且对方不进行反抗才成功。古神的来历，道具书的来历，甚至职业的来历，一个都没提，真的就纯粹把职业能力介绍了一下。看来趁机捞点背景信息的想法是没戏了。我现在只能契约1只怪物，如果想契约更多，必须修炼变强。哎呀，但是到底该怎么修炼啊？书里又没提，这就是坑爹了呀！战斗的时候，则是召唤契约怪物，凭意念指挥怪物进行各种行动。嘿，也就是群殴喽。果然卑鄙啊，不，果然正义，太适合我了。虽然真的猛男就应该手持巨剑，可爆一切，但是我更喜欢躲在后面，看着契约怪物把对手打得血肉横飞的感觉啊！从今往后，我林浩便不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躲在怪物后面的凡人。哦，职业能力的用法直接浮现在我脑海里，就像我本就知道的一样。原来如此，只要我心念一动，就能够大致判断出眼前怪物的契约难易度。这些都是副本里的小怪，精神远比我弱，又被我的魅力折服，契约难度为简单，也合情合理。姐姐大人，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七七，话说，根本看不懂他想表达什么呀。等等，他不是副本 BOSS 吗？怎么契约难度也是简单？他的精神力高达6点，只比我少2点。按理来说，我契约他的难度应该比那些精神只有2点的普通蜘蛛难多了。不过他的级别和属性总数加起来可比我强很多了。难道是软饭王天赋在起作用？这样的话，我以后契约怪物应该挑选那些精神力比我差一点，实力却又比我强出很多的母怪物才最合适的。古神大大，既然我是怪物契约师了，那我能和姐姐大人缔约，然后带出副本吗？我只是觉得姐姐大人为了看守副本，一直待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有点可怜。我是懂得这种感觉的，从小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吃海底捞，一个人做手术。我不是说一个人很不好啦，我也已经习惯孤独了，但是我只是你这样似乎并没有违反规则。真的啊？最爱你了，古神大大。那么，姐姐大人，我们开始缔约吧。既然能有机会缔约一个副本 BOSS， 就没有必要放过这个机会。毕竟谁也不知道下次的副本还能不能遇到异性怪物。姐姐大人，你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也不会再孤单了。以后你帮我打架，我帮你吃经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成功了！契约之后，怪物的身体直接藏在了我的影子里，只要我一个念头，就能重新现身。哟，相当方便啊！副本首领消失，副本即将结束，1分钟后，所有人回归原始区域。因为我缔约了副本 BOSS， 所以副本提前结束了。也可能古神布置的任务就是彻底探索深处，现在任务完成了，所以副本就结束了。好麻烦哦，总觉得判断的线索不足啊。不过蜘蛛妹的力量高达13点，比那个泰拳高手强了1倍还多，敏捷更是足足强了3倍。至少现阶段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容易完成任务了。
我还能感受到蜘蛛妹的情绪，她却无法感受到我的想法，单向屏蔽啊！这是。副本结束，传送开始。新手任务已经结束，杀死怪物的奖励将会以积分的形式发送到你们的个人终端上，只需心中默念古神阿加莎尼古拉斯之名，你们的面前就会出现一面蓝色的光屏。这是你们的个人终端，上面记载着只有你们自己才可以看见的信息。依靠它，可以查阅自己的基础属性、积分情况、任务排名。我居然有10点积分，老何，快看看你的。嘿嘿，我比你强多了，我有整整11分。也不知道积分有什么用，以后肯定有用的。果然看不到别人的面板了。现在，伟大的古神阿加莎尼古拉斯仁慈的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来适应，或者是组队，以便在接下来的任务里更好的生存下去。还可以组队啊！算了，先看看我的属性。阿加尼古拉斯，这面板怎么看着有点像山寨五那游戏人生天赋的呀？武神，你行不行啊？能尊重一下别人的知识产权不？小耗子，找到你了。允儿姐姐，小耗子，你进入的副本怎么样？危不危险？没受伤吧？我，切！蜘蛛妹的声音，她这是生气了？奇怪，难不成蜘蛛妹进入影子以后，还能感知到现实里的东西？按理说，蜘蛛妹的好感度应该不会掉了，同时还和我缔结了契约，所以是不可能出现反噬之类的可怕后果，也不会莫名其妙的出现指挥不动的情况。但是还是没有必要冒险惹她生气。云儿姐姐，你忘了古神说过，初次任务的副本是特殊调整过的，不会有伤亡的。也是，我关心则乱了。不过刚刚的副本真的挺吓人的，要不是我想到姐姐需要我的帮助，我恐怕一上来就被淘汰了呢。多个朋友多条路，林小允对我很友好，实力也不差，不能随便就放弃掉。对了，这次的副本你拿了多少积分？姐姐我有40分呢。我还没来得及看呢。积分嘛？什么鬼？我已经通关了，积分却还是0点，意思是只有杀敌才有积分，做任务不给分？哎呀，这机制也太不平衡了吧！而且积分界面居然还整了个排名，这规则是在鼓励内卷吗？现实都这么累了，到了异世界还这么卷，这古神是什么黑心资本家呀？我已经看到了，我的积分是0分，排在3051名。小耗子，你别灰心，虽然都是0分，但你排在3000多名，属于中间档次，说明古神还是认可了你在副本里的努力的。但愿吧。林小允可以啊，1214名。魏大哥居然排名第10啊！你魏大哥，算了，不说了。看来这魏凯拿了第10是有什么其他想法。小耗子，我来找你，正要说这个事儿。魏大哥在副本里不光拿到了那么多的积分，还收服了不少手下。在这样陌生的世界里，抱团取暖才能更好的活下去。姐姐来找你，就是为了叫上你。魏大哥是泰拳高手，和他在一起会安全很多的。走，和姐姐一起去，有姐姐和魏大哥在，保证不让你出事。从数据上看，魏凯的数据比林小允也就高一点点，但却能拿到那么多的积分。林小允说他收服了不少手下，看来是用了什么别样的手段。真是麻烦啊！林小允说不定自身都难保了。不过看在你对我一直很友好的情况下，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也不能不管，就跟你去看看吧。
小姐，这是我最后一次叫您小姐了，您应该清楚，在如今的局势下，过去的一切身份、地位都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在副本里，那个衣冠楚楚的家伙，以前是律师，上等人，结果还是在我身边像狗一样的乞讨。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力量才是最靠得住的呀。魏凯，在副本里我就察觉到了你有点不对劲，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积分，你驱赶老弱妇孺，去引诱蜘蛛，好自己亲手杀死更多的蜘蛛。那时候你说是为了表现更好，我虽然不认同，但也只能默认你的做法。可是现在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当然是用力量去获得更多的东西。他们几个都已经准备忠心的跟在我身边。小云，做我的女人吧。什么？以后我们一起成为孤神麾下最得力的下属。你孤神展现出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够获得以前无法想象的好处啊！魏大哥，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男人是不是一旦失去了规则的束缚，兽性就会展露无遗？我们好歹都是在文明社会长大的，仅仅是几个小时，你就这么快接受弱肉强食这种野蛮的规则吗？云儿姐姐，其实只是这几个坏人啦，至少我不会变成这样的。哎呀，这个魏凯果然膨胀，也不知道是他之前掩藏的好，还是林小雨太容易相信他人了。小耗子，林浩是吧？让我来看看你的积分。0分，废柴，在社会上就只能靠讨好女人吃饭。文明社会还能让这样的蝼蚁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到了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他连生存的价值都没有。魏凯，你说话越来越过分了。小云，这不是过分，这是现实。你的实力也并不差，和我在一起，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好东西，只是你太心软了，带上这种废柴，只能影响到我们完成任务的速度。这和你没关系。既然你已经膨胀成这样，那我们将来也只能各走各路。再见。等一下。干嘛？小云，你这样的身手，又是我钟爱的人，你以为我会就这样眼睁睁地放你走吗？你想干什么？这里可是古神的主城，应该是不能自相残杀的。小云，你也知道，以我的实力，也才能拿到排名第10的积分。可见，这5000人里也是卧虎藏龙。以你的实力，和我联手，我们才能做得更好啊！别做梦了，你现在说的好听，如果我没用了，只会被你当成垫脚石，我是不可能和你联手的。那可就由不得你了。古神的主城，就算是不能自相残杀，可是没说不能和你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你还不是要乖乖听话？你不要脸！小猴子，我们快走，这个人疯了，到了大街上他就不敢了。小允呐，如果是你一个人跑，那说不定还能跑得出去。但是现在，带上这个累赘，你们2个人都没法逃走了。这个时候我逃还是能逃掉，可是把小耗子一个人扔在这里，小允，你就是心太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记挂着这个废柴。现在，我要让你知道，在现在的世界里，心软是没什么用的。你们杀了这个废柴！老大，这里是主城，杀人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呀？能有什么后果？古神也没有说在主城不能杀人呢。再说，0积分的废柴，我想古神也不会护着他吧。你们真的要对我这种小孩子出手吗？
是不是太心狠了点儿？这里是主城啊，也不知道召唤出蜘蛛妹干掉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惩罚？你这种没用的家伙，不就活该被我们弄死的吗？老大命令我们这么做，那就对不起你了。你这样的废柴，临死前的惨叫声听起来应该很美妙啊！小猴子，别想过去看他怎么被虐待吧，这样你才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不过，就算杀人有惩罚，我总不能平白被他们弄死，搞同归于尽吧。嘿嘿，既然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呢。你们准备站立吧。这不是副本里的蜘蛛怪吗？怎么这么大一只？好啊！好像没惩罚呀。那小角色干掉了，首恶也不能放过来。怎么回事？这里为什么会有蜘蛛怪？而且，这个蜘蛛怪还会帮林浩杀人。这个蜘蛛怪这么大，而且还有人身，展现出来的速度与力量都远超副本里的那些普通蜘蛛怪。我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所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错了，林浩，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吧。我丢，能屈能伸，这家伙可是个大敌呀！林浩，你不是废柴，你是真正的强者。你就当我之前的话都是个屁，放了我吧。小雨，小姐，你看我在你身边跟了这么多年，帮你抓过贼，帮你拎过包，所以……闭嘴！你还好意思说那些？我真是瞎了眼，居然没察觉出来你是这种人渣！我最恨你这种前倨后勾、口是心非、卑鄙无耻的小人了！一想到我曾经信任过你，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要是挺直了腰板等死，那还算是条汉子。看看你现在的丑样，还像是个男人吗？恶心！嚯，一脚就把这200多斤的壮汉踢翻，不愧是练家子，心地善良不说，还性情直爽，嫉恶如仇。看来我没错，在这个世界里多一个这样的伙伴，也是很有必要的。抱歉啊，林浩，是姐姐这次识人不明，让你遭遇刚刚的危险。不要这么说啦，允儿姐，本来就是我想无论如何都要帮你逃脱的，幸好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置魏凯？这个嘛，这种能屈能伸、得志就猖狂的家伙，可不能留。林浩，你看我这样，就算没有蜘蛛怪，也不是你的对手，放过我吧。虽然他嘴上在求饶，可是心里这时候想的可是如何将你挫骨扬灰呢？上来，一刀抓死他，一劳永逸。这家伙！不要过来啊！林浩想要杀了他吗？虽然魏凯刚刚做的事确实过分，但我和他毕竟认识这么多年。算了，他刚刚也确实对林浩表现出了杀意，我没理由要求林浩饶了他。要怪，只能怪这该死的古神，把一个好端端的人都逼成了魔鬼。魏凯大哥已经接受了允儿姐姐的惩罚嘛，而且看魏凯大哥道歉这么真诚，我看就算了吧。对，啊，蜘蛛姐姐，你
还是要对魏凯哥哥下手吗？魏凯大哥，你心里不要对我有杀意啊！蜘蛛姐姐只是在我机缘巧合之下契约的，会对一切对我有杀意的生物出手。我的话对他没有什么约束力啊！啊？什么？冤枉啊！我没有对林浩兄弟有杀意啊！下去和你的同伙们团聚吧。且慢，此处空间内，无知战士之间不得互相伤害。不用怕，虽然你已经违背他制定的规则了，但是以他对你的友善态度，这都不是事儿。感谢你的软饭王天赋吧。还真就不能自相残杀吗？可是我之前已经杀了3个了，他也没有阻止我。看来这个友善态度很管用。没错，我们既然都是古神的战士，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古神万岁！我永远是您最忠实的仆人。倒是可以用这家伙试探一下神对我的底线。蜘蛛姐姐，不要啊！蜘蛛姐姐，给我杀了那家伙！重复一次，此处古神战士们禁止互相伤害。现在动不了了吧？刚刚不是挺神奇的吗？有古神在这儿，你个小小的蜘蛛怪还敢放肆！伟大的阿加莎·尼古拉斯大人，我举报林浩刚刚就已经做出过杀害古神战士的行为了，而且还连杀3个。伟大的古神啊，请对他降下神的制裁。还好，只是阻止了蜘蛛妹，没对我出手。依旧是友善呢，要不你再试试？试试就试试，赶紧的认怂，别进一步试探了。看来这就是底线了。只不过目前看态度还是友善，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小耗子，按照小耗子刚才说的，蜘蛛怪的行动不是完全受他操控，所以他不会有事吧？伟大的古神啊！虽然林浩不是那3条人命的直接凶手，但这只可恶的蜘蛛怪也绝逃不了干系。请立即消灭这只蜘蛛怪，不然我难以想象这样嗜血的怪物还会害死多少人啊！这真是天助我也！没了这个蜘蛛怪的保护，我看你小子还怎么嚣张！不就是不让杀人吗？老子回头有的是办法整你！古神大人，我之前不知道规则，而且刚才也是魏凯大哥心里一直对我有杀意，蜘蛛姐姐才会动手的呀。此处空间禁止无知战士互相伤害，这条规则于现在开始执行。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妈的，古神居然不惩罚他！这个林浩到底走的什么狗屎运？而且还能调遣蜘蛛怪，这家伙该挂了吧？好了，已经没有人伤害我了，快回去吧，蜘蛛姐姐。感谢古神大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再会受到伤害了。我们安全喽，允儿姐。丫的，我不服，为什么会这样？我死了3个手下，他林浩就屁事没有，甚至还能带着蜘蛛怪继续逍遥。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古神不能这么处事不公啊！不然这5千战士怎么才能令行禁止？什么？古神为什么要轰他啊？可能是太丑了吧。因不满古神设定的规则，在古神的随手惩罚下幸运存活。虽然他打不过你的蜘蛛娘，但是小心阴沟里翻船啊！还没死心啊！切记，无知战士在此处空间内禁止互相伤害。这里不能杀人，出去杀了呗，多大个事儿啊！小耗子，刚才的蜘蛛怪是怎么回事？是你在命令他吗？我不知道啊。上个副本里我确实因为运气好被这个蜘蛛姐姐认了主，但是我也没有想要杀他们呀。我刚刚其实好想逃，但我也不能丢下允儿姐姐不管。允儿姐姐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保护好允儿姐姐。我就想让蜘蛛姐姐出来帮忙，然后就……别怕，小耗子，你没有做错什么。这些人的死是他们咎由自取，
你看，刚刚就连古神也没有处罚你，不是吗？是这样啊，是他们咎由自取。所以林浩这孩子是为了我才被迫让蜘蛛怪出来的。本来我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他，最后却变成了这样。这样他应该就不会觉得我心思黑暗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之前触犯规则之人，将于此刻接受惩罚。什么？小耗子不见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要接受清算。希望小耗子没事吧。人还真是喜怒无常，明明都说不追究了，却突然来这么一下。以后还是要小心一点。虽然身体没事，可是刚才发生的事情……蜘蛛姐姐也辛苦了，陪我在里边遭了这么久的罪。要是没有你，我很难想象该怎么办啊。不过……我这是在哪儿啊？云儿姐姐也不见了呀。五可爱的战士们，古神又要说什么？在宣布你们第一个正式任务之前，吾还有一件事要通知你们。此刻，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聆听。你们所有人都使用过了古神面板功能。也都发现了副本积分的存在。副本积分大致上就是对你这次副本表现的评价。每次任务计算积分的方式都略有不同。比方说，这次新手任务就只计算你们击败怪物的数量，而积分在这个空间内几乎就等于一切。在这个空间内，金钱的概念已不复存在。你们想要获得任何东西，都必须支付等量的积分。无论是日常所需，还是珍奇异物，都可以用积分兑换。甚至受伤了，只要积分足够，也可以恢复如初。吾曾经观察过，你们人类是社会性生物，抱团分工是你们最喜欢，也是效率最高的行动方式。因此，吾特别设置积分可以相互度让，同样以意念触发确认。希望你们能好好利用这一点。太好了，能抱团儿。这座建筑包括无设置的购物空间，即是你们永久的大本营。这儿是你们的住所，是你们的补给站，也是每次任务的起点。在任务时间之外，不会有任何外物侵入这里，但这不代表你们不会死，请牢记这一点。然后是这次的任务，你们将启程，前往诸天万界其中之一，这未知的、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乃至于你们今后会到达的所有世界，都和你们之前见过的世界截然不同。这不仅仅是指生命的种类与强度，甚至是组成生命的形式，乃至于构成世界的基本法则，都会不同。你们将以这里为起点，地球历经2个月为期限，逐步深入探索，收集这个世界更多的信息。本阶段的任务积分将分为探索与狩猎2部分，同时在生存一定时间后，全员也会获得基础的生存积分。不要妄想躲在初始地点里，48小时内会获得任何狩猎与探索积分者，将会被强制抹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又要逼我们？这个世界再不会有什么死而复生的好事发生，你们的一切经历都是最真实的，无法挽回的。
当然，仁慈的吾也不会让自己可爱的战士们去送死，所以特别给予你们3个小时的休整时间。时间一到，外面的屏障便会打开，任务正式开始。哎，这里面也有哎，快点进，快点儿！无论是休息也好，补给也罢，请各位好好享受这难得的闲暇吧。道具区的空间传送门嘛，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哼，这个套路我熟啊！我要兑换洪荒，开天手雷。果然是积分商城那套啊！可惜我根本没得积分，那岂不是傻眼广告啊？而且这个世界和蜘蛛母怪巢穴不一样，作死是真的会死，没有积分傍身，心里实在没底啊。所幸我还留了个后手，没积分了，可以找别人弄。你说是吧，魏凯老哥？所幸我还留了个后手，没积分了，可以找别人弄。你说是吧，魏凯老哥？林浩，哼，别紧张嘛，魏凯哥哥，我来就是想找你聊聊刚才的事情。哼，我紧张？我一点儿都不紧张。我承认，刚刚确实被你的蜘蛛怪吓到。那我还记得古神的规定，你奈何不了我。哼，真的吗？哼，林浩，你想干嘛？有话好说呀，什么事都能商量的。可恶，看来他也想明白了，就算不伤害我，把我一直困在这儿，我也会被古神抹杀。要不这样吧，林浩，你看我这人现在没什么别的优点，就是积分多。你这边也刚好缺点积分，那我这边就给你贡献一点，就当是赔罪了，怎么样？这个嘛，虽然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魏凯哥哥的提议似乎也挺不错的呀。魏凯老哥挺上当的嘛，居然猜到了我想要什么。哎，那这样吧，魏凯哥哥，你把全部的积分都给我，之前的事我们就一笔勾销了。全部？他为什么不去抢？不对，他确实是在抢，最多55分。我也是要拿积分保命的呀，大哥！你把我全部的积分都拿了，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吧，这样大家谁都没积分用了。你要干嘛？这家伙意外的忽然硬气了吗？不要怀疑，这家伙从来没有放弃过报复你，1秒钟都没有。别看他现在信誓旦旦的样子，心里虚得很，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不过看上去是在虚张声势嘛。其实是这样的，维凯哥哥，不是我不想放过你，是蜘蛛姐姐她看中你了呀。你不多给我点积分，我拿去兑换道具压制她，她早晚还得找你麻烦啊。你有没有发现，蜘蛛姐姐在用丝线丈量你啊？她那是在量你身体的尺寸，好把你做成活体人偶啊。这是他们蜘蛛怪天生具有的习性，碰到了敌人就喜欢把敌人做成活体傀儡，任意摆布啊。而且古神也不一定会管这个，因为蜘蛛怪做成的傀儡都活着，没有死。要不是我在想办法压制蜘蛛姐姐，恐怕她现在就动手了。到时候魏凯哥哥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就算要救你，也得花费海量的积分。所以李浩，积分要是都给了你，我还是活不下去，我宁可自杀，这样你一个积分都别想要，80就80，多1分都不行。他急了，真的急了，已经开始考虑自杀了，韭菜不能多根呀。行吧行吧，80就80，快拿来。来了，这我有不接受的道理，果断选是。
功告成。商场分为道具、装备、书籍、药水4个区域，所贩售的都是白色普通品质与蓝色优秀品质的商品。至于更高品质的商品，只能通过别的途径获得。道具区的商品种类最为丰富，比如粮食、药物、各种生存工具。装备区的商品包含武器铠甲，甚至是具备各种特殊效果的魔法奇物。书籍区的商品是各种转职书、技能书，转职之后可以获得一个职业技能。药水区的商品只有一种，名为升级突破药水。每个区的商品也是根据价格归类在货架上。廉价道具的货架前，这群人跟疯了一样挤来挤去，看起来就像是在捡垃圾一样。而且这些道具只是白色和蓝色的品质，看着就很垃圾，用途还很狭窄，有什么好讲？3个小时的整备时间绰绰有余，而且古神提供的道具兑换也是不限量的，用得着这样你争我抢吗？连这次的探索究竟会遇到什么都不清楚，就把积分花了，就不怕买到没用的道具吗？还是我聪明，换了这个道具，有了它，只要积分足够，在探索中就可以随时兑换出处理眼前麻烦的道具，相当于蓝胖子的次元袋。虽然临时只能进行5次兑换，但1次探索也应该够用了。物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提升自身实力。按照分区描述，先逛逛药水区和书籍区吧。因为之前得到了转职书，所以第一时间来到书籍区逛逛，果然有收获。转职书分为战士、法师、牧师3大类别，居然不包括我的怪物契约师，感情我还是个隐藏职业啊！最便宜的白色普通品质转职书都要200积分，那我获得的隐藏职业转职书岂不是上千积分？嘿嘿，赚到了，赚到了！打开技能面板，上排一类是职业技能，我现在只有0级的怪物契约术，下一个空格要1级以后才能解锁。升级后会获得一个技能点，我可以增加一个新的技能，也可以把怪物契约术增强到1级，这样就能够契约2只怪物。至于下面一排普通技能格，就要购买相应的普通技能才能够使用了。职业技能是拥有职业后，随着升级自动解锁，一般技能就得花积分兑换后再主动装备了。这个0级书架上能买到的只有一般技能书，分别对应4大属性的锻炼术和一些名字一听就很 low 的技能。按照说明，锻炼术一旦装备就不能卸下，并且不能同时装备2种品质的同属性锻炼术。装备后身体就会自动开始锻炼，缓慢增强选定的属性。当然也可以主动进行锻炼，让属性增长速度更快。而白色普通品质的0级锻炼术最多提升3点的属性，蓝色优秀品质最多提升4点属性，这就有点问题了。之前经过药水区的时候，看了一眼所谓的升级突破药水的说明，0级时属性达到9点就是极限了。要想继续提升属性，必须服用升级突破药水，升级成等级1，后续升级可以以此类推。升级之后，极限属性会自动加1点，而这1点属性带来的提升，远比之前的属性提升要大很多。我天赋异禀，初始精神就是8点，凭借白色品质的锻炼术，倒是能把精神提到9点，然后用药水升级突破。可等级1之后呢？就算不同品质锻炼术的属性提升效果能叠加，最多也只能把精神提到17点，根本达不到升级等级2的条件。更不用说这种属性低的可怜的家伙了，他哪怕积分再多，也不可能升级成等级1。他只是个路人，这显然不合理啊！所以，除了商城里的技能书，一定还存在着别的提升属性的方法。如果我没猜错，那些方法都在完成特殊任务的宝箱里了。我的职业技能是契约控制精神比我弱的怪物，而软饭王天赋则可以魅惑整体实力比我强的异性，所以我最好主提升精神，其他属性能不升就不升，维持弱小可怜但很精神的状态。决定了，
先花20积分换一本0级白色品质精神锻炼术。虽然很垃圾，可是我只需要提升1点就可以升级，足够用了。升下来，感觉到了，虽然很微弱，但是精神确实在得到锻炼，而且脑海里还在自动浮现一些类似瑜伽的动作。只要主动冥想，就能够让锻炼效果变得更好。这位小兄弟，你好呀！这位小兄弟，你好呀！我叫郑池，这是我的名片。哦，2手房销售都被卷进股神游戏了，还能干老本行？不好意思，职业习惯一时没改掉。小兄弟，你别误会，我其实是来邀请你加入队伍的。毕竟股神也说了，这次任务死了就是真的死了，大家聚在一起通力合作，活下来的概率更大一点。身为销售，当然要百折不挠，哪怕被拒绝1万次，第10001次也要笑着面对客户，这就是他的销售道。可是我是和姐姐一起的，确实得考虑一下接下来的安排了。组队的好处虽然多，但是……放开那男孩！郑池，没看到他不愿意加入你的队伍吗？哦，这不是陆大队长吗？莫非你也看中了这位小兄弟？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跟你抢了。这里可没有人类社会的秩序，所有人都有可能因为利益或这样那样的理由成为敌人。小兄弟，虽然咱们没能成为队友，但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多多合作哦。按照我定下的升级路线，我的本体可是很弱的，而且随机到的天赋就像是玩家的 SSR， 可不能随意暴露。如果身边的队友不靠谱，那可就记了。谢谢这位哥哥的帮忙。小事而已。他姓陆，难道说是那个积分排名第5的陆可期？也不知道靠谱不？看看他的面板，全属性都在5以上，这是什么水桶出水属性？这届的新人是怪物吗？我叫陆可期，你呢？我叫林浩。陆哥哥，你叫我小耗子就行了。还真的是他呀，他的属性居然能得到怪物的评价，果然不简单。而且居然有3个属性都在锻炼中，他这是一口气兑换了3个锻炼术的技能。陆哥哥，那个郑池怎么就盯上我了呢？会不会是想骗我的积分啊？郑池倒是真的在挑选队友。小耗子，你兑换的临时随身商城助手，可以说性价比最高，跟那些什么都没兑换或者胡乱兑换道具的人相比，年纪轻轻的你绝对更有潜力。实不相瞒，我的陆王队成员已超过50人，论整体实力是最强的。我现在想找有潜力能当干部的人，许我一起带领队伍。小耗子，你愿意跟着我吗？不到1个小时就聚集50多人，何等的领袖魅力！和善的笑容如沐春风，但为什么会有一种同性相斥的预感？小心啊，小心！哼，还以为能有个大腿，结果还是不靠谱。那个，谢谢陆哥哥的好意，我还是得跟姐姐商量一下，我先走了。唉，算了，之前抱大腿是因为自己太弱，现在有蜘蛛妹，当个独狼单刷积分，其实也不比这些弱者抱团组队强。没关系，我的陆王队会一直为你留一个干部的席位的。队长大人，那个林浩是个很有潜力的人，他看着软弱，但其实很是自傲，未必愿意和我们这些普通人配合呀。林浩那小子要是加入队伍，那我在队伍里的地位可就岌岌可危了，得劝一下队长。那就是个涉世未深的小鬼，凡事都想听他姐姐的话，哪来什么主见？当然，若是他不来，也无需强求。倒是你，怎么感觉你和他有些矛盾？队长大人果然厉害呀！我和他确实有些小误会，但请您放心，如果他愿意来，我一定主动向他低头。可我就怕他得势不饶人啊！敏锐的家伙。你放心，如果他来了，我会亲自调解你们的矛盾。你们都是我重要的队友，可不能内讧啊！你是除了我以外属性值最高的人，这就是队伍集资购买的，
可以快速提升战力的道具，你拿去用。这次任务你可得出不少力。强者庇护弱者，先富带动后富，我懂的。果然，只要能成为团队集中资源培养的人，提升实力的速度绝对比独狼要快。那个连号也就是靠蜘蛛怪才能嚣张。等我攒够积分，兑换那些奇妙的道具，绕过蜘蛛怪，袭击他本人。君子报仇，10年不晚。对了，蜘蛛姐姐，你还没名字吧？一直喊你蜘蛛姐姐，总觉得怪生分呢。鸡。既然蜘蛛姐姐你总是喜欢鸡，不如就叫你小鸡姐姐吧。鸡。小鸡姐姐，你别激动啊，还好现在应该没外人。你说前面有人？允儿姐姐。小耗子，你终于来了。允儿姐姐，你怎么还留在这里啊？我等着你，一是为了道歉，魏凯的事真的抱歉；二则是，小耗子，能把手给我吗？允儿姐姐，你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我其实不需要什么赔礼。道歉归道歉，礼物归礼物，这二者不是一回事。这只是一个姐姐送给弟弟的礼物。这个护身符可以抵挡一次致命伤害，探索未知地带，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这个道具我看到过，需要40积分才能兑换啊！这女人都不给自己留一点积分的吗？小耗子，我还有点事，你要注意安全啊！这女人疯了吗？哪怕好感度并非友善，她出于愧疚，也会用自己全部的积分来赔偿你。这是什么世间罕见的蠢女人？是啊，这算什么烂好人白痴？这世上居然还有这种人！这种白痴真的是越来越少见了啊！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帮他一把，让他欠下天大的恩情，这样就可以继续薅羊毛了。好了，小鸡姐姐，我们该出发办正事了。还有10秒、9秒、8秒，马上就能出发了。是啊，已经等不及了。整备时间结束，吾的战士们，只要你们进入未探索的区域，就能驱散地图上的吃鱼之物，从而获得探索积分。汝等无需深究吃鱼之物为何物，吾将会以公正的评判奖赏积分。而在你们探索之时，吾随时会发布狩猎任务，只要完成任务即可获得狩猎积分。吾的战士们，踏上斗之路吧，挣扎吧，厮杀吧，但凡没能打倒你们的，都能让你们变得更强。可恶，前面的家伙绝对强化了属性，要跟他们争探索地图的积分也太难了。皇上，我们只是争不过顶尖的那批，你看后面还是有一群比我们还弱的。你看那个弱鸡，小胳膊短腿的，先头部队扩张探索能吃肉，我们能找机会喝汤，他只能吃屁。快看，那小子根本追不上我们，彻底掉队了。放心吧，未探索区域这么大，前面的人也开始分散行动了，我们也有机会点亮地图，获得探索积分的。既然已经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了，那么小鸡姐姐，出发！怎么回事？显示出 bug 了吗？我们前进的方向怎么会突然亮起了一条路线？不是 bug， 这条路真的被人走过了，我们完全没有获得探索积分的提示。跑了5公里左右，也才有1点积分嘛，还以为探索积分会很多，根本就是蚊子腿啊！而且暂时没有遇见怪物，据点附近的安全期大过头了吧？莫不是古神在暗示这次的怪物强度很高？而且以此计算地图比例，这次的场地简直大得离谱。感觉这次任务的持续时间绝不会短啊！
看来在考虑和怪物战斗之外，还得考虑野外的生存问题了。凭借蜘蛛妹出色的机动力，第一天我就来到了这么远的地方。可惜，除了收获了10点探索积分外，连个狩猎任务的影子都没见到。兑换灵技升级突破药水要花200点积分，光凭探索攒积分得攒到猴年马月。森林哥布林嘛，倒是很常见的低级奇幻怪物啊，而且还是名牌摸鱼的怪物。这提示简直就像在说：“快来偷袭吧！”这些家伙都是零级，属性也不算强，不是小鸡姐姐的对手。我一个正大光明靠实力取胜的契约师，怎么能做偷袭背刺这种事儿呢？狩猎任务：清理前方的森林哥布林狩猎营地，任务奖励5点积分。特殊规则：偷袭成功制造恐慌，额外奖励5点积分。偷袭还能有额外积分？小鸡姐姐，正所谓狮子搏兔一尽全力，既然能抢占先机，那就不能浪费了。简单来说就是偷袭，必须偷袭。偷袭成功，森林哥布林摸鱼斥候陷入恐慌，获得5点积分。小鸡姐姐，别让他们逃了！嘿嘿，赚到了，赚到了！按照这个架势，再偷个17次就能兑换升级药水了。任务完成，奖励5点积分。哼，感觉挺简单的嘛。接下来只要离开这里。我去，虽然猜到了刚才的号角声是球员，但这援军来的也太快了吧！而且这一次来的是全副武装的森林哥布林，跟之前的猎人相比，这些家伙的属性更高。这帮家伙是内卷狗，练兵8小时，还能自主加练12小时，属性比那群咸鱼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而且还是配合墨迹的小队，门多咬死象，硬拼就吃席。这提示虽然让人有些不爽，但确实符合事实。这次来的家伙已经能伤到蜘蛛妹了，必须撤。但是我现在下去，如果被发现了，只会沦为活靶子。如果让蜘蛛妹回来带着我跑，目标更大，反而更危险。如果让蜘蛛妹把这些哥布林引开，然后我再撤离到安全距离，把她召唤回我身边呢？不行。这片区域不知道有多少被号角声吸引来的森林哥布林战士，这样做风险也很大。坏了，这是群平日里从不摸鱼的斥候，擅长侦查踪迹，以你的隐藏水平，恐怕躲不过他们的察觉。我这是捅了森林哥布林窝了吗？怎么什么职业的森林哥布林都往外冒，连擅长追踪的内卷斥候都出来了？喂，购物助手，给我推荐一个能够安全撤退的道具。已收到客户要求，展开推荐列表。只有2个道具，雾隐烟火。蜘蛛妹凭借蛛丝感应，倒是可以无视雾气移动，但是比起撤退，这显然更适合进攻嘛。另一个是主动激活后，经过10秒启动，将人随机传送到最远距离1000米的安全区域，不管陷入怎样的危局，只要能拖延10秒，就能完美脱身。就这个了，小助手，我要兑换一次性传送卷轴。了解，客户花费2点积分，购买一次性传送卷轴。本次购买完成，详细使用说明如下。激活卷轴，小鸡姐姐，再坚持10秒。虽然这卷轴启动要10秒，还是随机传送，太容易带来不确定性了。可是刚才那种环境下，还是很好用的。就2个积分，要啥自行车啊？开始传送。随机传送的运气不错，这附近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小鸡姐姐也一起传送了。原来如此，是因为跟我距离太远，所以自动被召唤回我身边了。这倒是省了我主动召回的功夫。小鸡姐姐别丧气嘛，
他们人多势众，怎么好汉不吃眼前亏？走为上策也没有什么丢人的。还好撤退及时，蜘蛛妹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没影响战力。更何况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不，蜘蛛报仇10分钟也不晚。我已经想好了怎么报复回去了。总之，先看一下地图，确定一下被随机传送到了哪里。奇怪，我遭遇了森林哥布林的地方居然还是暗着的。难道说探索点亮地图还有什么额外规则？古神宣布规则的时候说探索积分是按照他的标准发放，但也没说具体标准，所以点亮地图也是看他的某个标准来的，只是也不明说。不愧是古神，深不可测，这件事背后一定有他的考量。想不到连这种强者都玩法不可知则微不可测的套路。总之，小鸡姐姐朝着这个方向探索一下吧。果然，我就猜到这附近有森林哥布林的据点，而且森林哥布林据点的主力都被引了出去，现在的守备力量十分薄弱，这还不趁机掏了他们老巢？我这人心善，报仇绝不可也。摧毁森林哥布林前线据点，这是一处森林哥布林军队的前线据点，但是现在守备空虚，请尽可能破坏据点，根据最后据点破坏程度奖励积分，破坏程度越高，奖励积分越多。居然触发了任务了，正合我意啊！原本就打算花积分搞一波大的，现在不仅能报仇，还能有积分补偿，赚大了！而且我没记错的话，之前森林哥布林士兵的数量至少上百了，赶来的方向也不一样。这处据点不像是能容纳那么多森林哥布林的样子，显然还有别的据点。只要用的地方对了，就算是垃圾道具也有它的作用的。小鸡姐姐，你的敏捷是最高的，要充分发挥速度优势。我再给你简单讲解一下放火烧游击战的精髓。这一天夜晚，这附近的森林哥布林据点都燃起了熊熊烈火。在森林哥布林眼中，纵火者神出鬼没，难以看清，只知道是一闪而逝的紫色身影。一口气烧了5处森林哥布林据点，灼炬之火教的支出竟收入30点积分。现在我已经有68点积分了，赚翻了！多来几次，说不定明天就能换升级药水了。不过这一招也确实惹恼了那帮森林哥布林正规军士兵，他们开始疯狂追踪我的痕迹。那片区域暂时去不了了。可以确定的是，已经点亮的地图区域里并没有森林哥布林出没，这还算安全。既然仇已经报了，现在先苟一波。小鸡姐姐，你放心，咱这是战略性转移，敌追我躲，换个地方照样能做任务赚积分。等赚够积分，换一身精良装备，到时候再去收拾他们。小鸡姐姐，你发现什么了吗？这里应该是安全区啊，可蜘蛛妹的反应怎么像是遇见了敌人？哼，我就说蜘蛛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原来是发现魏凯那老小子来了。这老小子似乎是跟其他人组队了。这是品尝到利用团队资源升级的甜头。他已经规划好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中年穷，升级装逼，打脸虐杀敌人的未来路线。把多数人的积分集中到少数人身上的组队线路，果然厉害。哪怕不能立刻升级，也能靠装备堆出这近乎升级后的属性。有惊喜！别担心，看我的0级飞刃斩！我去，居然还有这种操作！0级技能配合特殊武器装备，再配合装备强化后的属性，这一招斩击的速度甚至比小鸡姐姐还快啊！不过他对你的爱意已经快溢出来了，在这种加成之下，只要是属性点比他少的，他都能够做到一击必杀。此子恐怖如斯，也小心眼得很。
一旦他有把握胜过你的小鸡姐姐，他一定会疯狂报复你和林小雨的。哼，用不着提示我也知道的，这种人不能留下。大家放心，我们这些主力会全力完成探索任务，赚取积分，作为团队资源。等探索结束后，公平分配，大家都能有积分，都能得到强化的。队长英明！这群白痴还不知道，所谓的公平分配可不是平均分配。到时候，我作为主力战斗人员，自然会分配到更多积分。强者越强才是真理。这次任务结束后，我就去兑换100积分，克制魔物的武器油涂在链子刀上。到时凭借我已经熟练的飞刃斩，就能轻松除掉林浩的蜘蛛怪。至于林浩，哼，我会一刀一刀慢慢剐了你这狗杂种，还有林小允那女人，等我玩够了再……哎，我这是飞起来了！魏凯，大家防备！这是蜘蛛怪，他杀了魏凯。这蜘蛛怪到底是哪里来的？野外除了森林哥布林，还有这么强的怪物？这到底是魏凯得到了那么多强化，竟然也不是这怪物的一合之敌。换作是我的话，恐怕这家伙千万不要看过来呀！啊，要走吗？怪物，不管你到底是什么来历，你杀了我的队友，我陆可期跟你势不两立。不愧是队长，竟然吓走了蜘蛛怪！哈哈，有队长在，我们就安心了。幸好他主动走了，差点就腿软坐到地上了。到底哪来的蜘蛛怪？整个队伍都被吓傻了。希望能靠放放狠话来弥补一下大家的士气。这怪物的速度好快，我们兑换的武器根本打不中它，怎么才能甩掉它啊？知道怎么做。拿你做诱饵，怪物就不会再来追我了。哈哈哈哈！张硕，你靠我家才拿到户口，你怎么敢这样？闭嘴，臭女人！你家明明知道我家穷，还要那么多彩礼，我早就想甩掉你了。我要活下去，这一次我要彻底摆脱现实的束缚，要在这异世界出人头地啊！你这垃圾，去死吧！原本点亮的已探索区域，因为被森林哥布林大军入侵，并且建立了据点，居然又变黑。再结合一开始古神发布的任务规则，古神安排的任务果然不是简单的过家家呀！我能想到的最坏的结局是，不能阻止森林哥布林军队的推进，大部分人被围困在初始安全区，48小时后因为得不到积分被抹杀。而像我这种有实力的独狼，最多只能跟森林哥布林大军打游击，在夹缝中做任务，赚取积分生存下去。野外求生，很多东西只能将就。森林哥布林的肉，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3倍，鸡肉味嘎嘣脆。但是这里的森林哥布林不同，它们是叉叉的造物，食用后会有大恐怖。这个提示是谜语人吗？大恐怖是啥？晚年不详，浑身红毛吗？我可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别以为能唬住我。水下留人，小鸡姐姐，那东西不能吃啊！我可不是被那个什么大恐怖吓到了，我这是从心而为。蜘蛛妹和我缔结契约之后，不需要进食，只要我给她提供魔力，所以野外生存只需要养活我一个人就行。原以为森林里能有野兽或者果子啥的，没想到除了森林哥布林就没别的了。随身携带的面包已经吃完了，现在果然只能……购物助手，推荐一下野外生存的口粮。明白，开始检索。停！
你给我推荐价格几万积分的龙肝凤胆也没有用啊。缩小范围，5积分以下，越便宜越好的那种。明白，添加筛选条件。5积分可以管10天，2个月的话就要30积分，3点积分不容易啊。我还想晋级下一阶呢，每个积分都很重要啊。啊，对啊，我好像还有个看起来没什么用的天赋。可恨，这种药丸就要5积分，好不容易挣点积分，都花在这上面了。吃了还不断犯恶心，要不是食物没法防腐，几天就过期了。我疯了才花积分买这玩意儿啊！看看那个人在干什么？他不会想吃草吧？没有积分兑换，也太可怜了吧！我的天赋垃圾桶果然很有用啊！吃草都能有无上美味的感受，而且还能消化。好变态啊！树皮草根都吃得那么开心呐！我们拿什么和这样的变态竞争啊？消灭一只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小队任务已完成，奖励20点积分。不枉我这些天暗中观察森林哥布林的行动轨迹，终于找出最适合伏击的时机和地点，然后让蜘蛛妹暗中布下了各种蛛丝陷阱，限制这群森林哥布林的行动。这帮森林哥布林正规军士兵实力不弱，而且还会配合作战，单凭小鸡姐姐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啊。可即使是这样，小鸡姐姐也受了不少的伤。不愧是小鸡姐姐，这一点伤对你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那么接下来就拜托你清理战场了。很明显，在面对成建制的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时，蜘蛛妹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你这个契约式主人，给点力呀！等级1的蜘蛛妹现在已经很难形成碾压，要想保持优势，只有2条路：一条是契约更多的怪物作为帮手，另一条则是让他得到强化。也不知道升级之后解锁的职业技能是什么。我的积分倒是已经攒到300点了，但我的精神属性还没有锻炼到极致。你的精神已经达到等级0的极限，再不升级就只能白白的浪费锻炼时间。真是打瞌睡了来枕头，这些天闲暇时候的打坐冥想没有白费，我的精神终于达到极限，这下子可以用升级药水了。移动商店只剩下3次购买额度，现在用它就太浪费了。虽然出来有5天的路程，可是小鸡姐姐抱着我来回跑半天就够，回去升个级吧。这个时间段居然没有什么人回来吗？倒是不用特意让小鸡姐姐藏起来。这可是200点积分才能兑换的等级0升级药水，每一滴都是精华，可不能浪费。总之，先一口闷了。这感觉好奇特，这一次我确实感受到了变化。我感觉到自己的思维速度变得更快，眼神变得更加敏锐。我能感受到曾经未感受过的东西，甚至和宠物的联系更为紧密，能隐约察觉到小鸡的心情。他现在其实很无聊，想去野外继续打森林哥布林。综合而言，精神力不光是智力提高，还掺杂着感知、直觉等一堆玄学。最关键的是，只有升级得到的技能点才能用来升级职业技能，新技能已经可以解锁。我现在可以选择把怪物契约数增加1级，也可以选择激活一个新的技能。升级契约数有多个契约怪物当然好，可是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蜘蛛妹这种实力超强的母怪物？那些森林哥布林比蜘蛛妹可差远了，还不如赌一把新的技能。既然是职业技能，肯定不会差到哪去。恭喜你激活新技能鼓舞士气。身为怪物契约师，你理所当然能够用你的精神之力连接契约怪物，鼓舞强化它的战力。主动使用可以指定你的一只契约怪物，在力量和敏捷属性上都获得1点强化值，该强化持续时间为60秒。
每天可以使用此技能5次。我的职业能力果然是和契约怪物有关，这个强化幅度也不算太小，持续时间也不算短，关键时刻足以扭转乾坤啊！而且职业技能会在升级后随之提升，这样的话，哪怕将来蜘蛛妹属性没有成长，我也可以靠技能让它保持强度。升级之后，0级的精神锻造术就失效，自动卸下，该换上等级1的精神锻造术了，还剩100点积分，奢侈点，花60积分兑换个蓝色优秀品质的吧。呵，不愧是蓝色优秀品质的锻炼术，感觉自动锻炼的速度比白色普通锻炼术快多了呀。至于还剩下的积分，或许可以换点别的道具。对了，顺便帮蜘蛛妹调整一下心情。小鸡姐姐，你等级了吧？走，继续打森林哥布林去。升级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检验自己变强后的力量。只能拿森林哥布林失手了。森林哥布林大多抱团行动，如果陷入群殴乱战的话，就不适合我来失手了。好在我运气不错，遇到了一只落单的森林哥布林。小鸡姐姐，放着我了啊！这只森林哥布林交给我解决。哇，绿皮，接下来让我会会你。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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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哼 ，Go go！ 果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个40积分的多功能防御球，在激活以后可以防御大部分攻击。虽然每次抵挡攻击都会消耗防御球的能量，但是从目前的实验来看，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的全力攻击也只是消耗了1%的能量。这个防御力在前期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了。防御能力已经实验完毕，接下来该试试我升级之后的攻击力了。看看我等级1的全力认真拳 ，Go！ 最强一击，这是我的全部实力了。Go！ 小鸡姐姐，55世纪 ，Go！ 很完美。升级之后的我，还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吉祥物。远帆王的天赋能最大限度的生效。当然，别看蜘蛛妹得到强化后，只是提升了1点力量和1点敏捷，实际展现出来的提升却相当大。属性就像沙漠里的水，每一点提升都无比珍贵。原本正面进攻森林哥布林小队会陷入僵局，现在强化后就可以展开屠戮了。我的最佳变强路线就是专攻精神，这样升级花费的积分最少，效率最高。靠蓝色优秀品质锻炼术只能提升4点精神，接下来恐怕要靠宝箱里的随机道具了。不过能获得宝箱的任务实在可遇不可求，只能尽可能触发各种任务了。虽然眼下小鸡姐姐面对抱团的森林哥布林还是有些吃力，之前甚至还吃过亏，但只要我在关键时刻给小鸡姐姐鼓舞士气，就可以一转攻势，有仇报仇了。妈，我走不动了，你别管我了。不行，就算是死，咱们也要死在一起。这好像是第一个副本的蜘蛛怪物，可他为什么会帮助我们？前面就是一处森林哥布林的据点，经过这些天的准备，现在正是最佳的突袭时机，大家做好准备。是。这个声音是……前面的据点正在发生战斗，是哪个队伍抢在我们之前下手了？是他，那个杀死了魏凯的怪物。大家小心，千万不要暴露了。这怪物看起来竟然比上次遇到的时候又强了许多，我的队伍哪怕这段时间也变强了很多，也未必能拿下他。这怪物看起来竟然比上次遇到的时候又强了许多，我的队伍哪怕这段时间也变强了很多，也未必能拿下他。这怪物虽然现在只是屠戮森林哥布林，
但他先前毫无理由杀了魏凯，把人类也是视为敌人，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队长，这怪物到底是什么来历？居然会屠戮森林哥布林？如果我所料不错，这很可能是古神安排的特殊精英怪。我们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万一遇见，一定要尽可能避其锋芒。虽然表面上是认怂，但我得说出个道理来。不过也不用灰心，等到我们变得足够强了，就可以考虑挑战他了。精英怪击杀难度极高，但是定然也会有巨大奖励。不愧是队长，深谋远虑。这些天，大量古神战士都目击到了一抹紫色的身影，那巨大的连刃斩杀了数不尽的森林哥布林。有的古神战士被蜘蛛娘所救，所以心怀感激，认为那是古神派来的援军。有的古神战士则是愤愤不平，因为蜘蛛怪物抢在他们之前杀掉了他们盯上的森林哥布林小队，让他们的探索任务直接失败。不管怎样，因为蜘蛛怪物的出现，原本被森林哥布林压制的局面逐渐改变，古神战士们逐渐站稳了脚跟，森林哥布林的据点没能继续推进。而经过半个月的探索，这片布满森林哥布林的区域已经有部分被点亮，然而依旧有大部分区域处于黑暗之中。据古神战士中有识之士的判断，需寻找到产生森林哥布林的源头，并将其抹去，才能彻底点亮这一方区域。虽然蜘蛛怪物的传言开始风起，但是那些与我这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小侦探有什么关系？大家判断的没错，这有属神的安排。这些天努力杀怪，虽然因为森林哥布林有数量优势，蜘蛛妹不可避免受了伤，需要花积分用道具疗伤，但是回报也很丰厚，我又攒了60点积分。而且我还发现，升级之后，蜘蛛妹能够离开我的极限距离也提升了，现在可以在500米的范围行动。只可惜不务士气有距离限制，所以现在我还是尽量跟在蜘蛛妹的身后，以备随时使用技能强化。1分钟内击杀10只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达成成就森林哥布林之敌初级，奖励阿加莎的成就宝箱，紫色稀有品质。啊！想不到我努力杀怪做任务，居然还触发了成就奖励。咦，让我看看这次的宝箱里有什么好宝贝。此地区无法开启阿加莎的成就宝箱，请回到初始据点进行尝试。什么情况？开宝箱居然还有地点限制，那是不是还要再等个良辰吉时才能开啊？成就森林哥布林之敌初级已生效，附近的森林哥布林部落已经流传着你的恶名，在森林哥布林萨满的号召下，即将组建一支讨伐你的联合部队。联合讨伐？之前的森林哥布林小队大概是10人队的规模，如果搞联合部队的话，大的要来了。虽然知道大的要来了，按理来说接下来应该避一避风头，但是小鸡姐姐现在的实力提升了那么多，我又兑换了一些实用道具，身怀力气却畏畏缩缩，着实憋屈啊。当然了，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在实际战术上仍然要重视敌人，所以这2天我没有继续深入，而是在附近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没想到还真的有所收获。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处荒废不久的部落，石墙破败，利用小鸡姐姐的蛛丝，正好可以制作一些陷阱。
陷阱布置完毕之后，在附近清理森林哥布林的时候，故意放一些活口回去。这样一来，得到情报的森林哥布林大军一定会朝着这边赶来。而蜘蛛妹布下蛛丝之后，如果有其他生物闯入，是能有所感应的。在升级之后，这个能够布下蛛丝感应的范围在半径300米左右。这样一来，只要森林哥布林大军接近，我就能第一时间警觉，不会陷入被突袭的状况。而且我还准备了5积分1张的回城卷轴，所以可以在5秒后直接回到据点，跑路效果远比之前的传送卷轴要好。万一大军实力强过我，我也有退路。有大军过来了吗？我倒要看看，专门为了讨伐我的联合部队到底有多厉害。但人马是知性与野性并存的种族，但是在戴上了奴隶项圈之后，他们的知性被彻底封印，沦为了纯粹的野兽。在森林哥布林的残忍调教之下，只剩下了顺从的本能。人马合一的马，如果先被射死的话，自古以来骑兵都是精锐中的精锐，更不用说这些骑上了半人马的森林哥布林了。现在他们是人马合一的状态，所以强劲无敌。如果能想办法解除他们这个状态的话，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象出现。全面来袭的森林哥布林联合讨伐部队完成则奖励20点积分。这次来的森林哥布林居然是一群等级1的骑兵，而且他们的坐骑也不简单的样子。关键时刻不能犹豫，得发动鼓舞士气了。得到强化后的蜘蛛妹，只要不是陷入被完全包围的状况，就不会有危险。更何况，这次可是我提前设计好的主场，敌方大部队已经深入陷阱，就是现在。成了。奇怪，怎么任务还没有显示完成？难道说蜘蛛妹？幸好千钧一发之际把蜘蛛妹召唤了回来，总算是没吃到那猛烈一击，不过却暴露了我的位置。森林哥布林部落以萨满为尊，精神力强大的森林哥布林可以进阶为萨满。这支森林哥布林萨满的战斗风格是使用技能萨满秘术强化身体属性之后，用技能隐身术进行偷袭。不愧是精神力为8的森林哥布林，有脑子，但又不是完全有脑子。不过也足以凭蛮力碾压蜘蛛妹了。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应该差不多是你死定了之类的垃圾话吧。老实说，我现在还真不知道怎么对付。不过我早就已经启动了回城卷轴，拜拜喽。回城卷轴毕竟1分钱1分货，我只是设定了传送没人的地点，没想到会来这里。小吉姐姐，有人往这边过来了，你快躲起来！这里是玩家据点，之前你大出风头，抢了不少怪物的人头，让其他玩家发现了，估计会有不少麻烦。这次遇到的森林哥布林萨姆还真是厉害，现在不是他的对手，得努力想办法变强。不过现在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开宝箱再说。不少人家都探索归来了呀，有机会兑换厉害点的武器了。这个人精良的装备自然是靠剥削队友积分买来的，不过他锻炼的速度真的很夸张，妥妥的天才。然而还是比不过你的升级速度，谁让你只专精精神属性呢？我更在意的是陆可七，这家伙居然剥削队员的同时，还能让队员死心塌地的追随他。如果不是面板提示这人心机很深，只怕我也会被他骗了呀。不过有光鲜亮丽的，自然也有黯然消亡。好心人，我现实里有好多套房子，400箱现金，等回去之后我都送给你。
我还可以安排你高官厚禄，只要你给我积分。沉溺于现实权力与财富的人，梦碎之后也不愿清醒，毕竟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不去探索猎物，还想着自己现实里多有钱多有权的人，只能说活该这个下场了。很好，没有人跟着，毕竟魏凯已经下地狱了，其他人压根儿不会在意不起眼的我。可以开宝箱了，希望能来一个提升战力的好东西，最好是能提升精神属性的道具，只要能升到等级2，蜘蛛妹没准就能干翻那萨满了。开启。武神把道具稀有度从低到高分为白、蓝、紫、金、红5个等级，商店里最多就卖蓝色优秀品质的道具。嘿，我这一下子就开出紫色稀有品质道具了。紫色稀有品质取代药丸，能够让服用者变成另外一种存在，属于等级5的幻术系效果。之前遇到森林哥布林萨满也才等级1，这药丸甚至能骗等级4的存在，关键是能够维持24小时。这么说来，岂不是可以变成森林哥布林混入队伍，然后狠狠嘎那萨满的腰子？不过要扮演森林哥布林，得解决语言问题啊。购物小助手，有没有用来跟森林哥布林交流的道具啊？已收到客户要求，展开推荐列表。翻译糖豆，服用之后即可与森林哥布林流畅交流的糖豆，1粒糖豆持续24小时。这次的推荐又准又快啊！怎么感觉这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已经摸清楚我的癖好了？是否购买？既然人在据点，当然是白嫖一下助手的商品推荐功能，然后直接去商城买。Go！ 斥候出动，寻找那个杀死了大量同胞的仇敌，发现他，立刻用号角报信，等待其他人支援。遇到其他人类直接杀死，不要浪费时间收集战利品。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我等的种族仇敌，杀死仇敌，杀死仇敌。Go！ Go！ 嘎！哎！好像有惨叫声。是朝那里探索的时候，他好像在被追杀。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发现森林哥布林仇敌了，他在追杀我，快请求支援！赶快吹响号角 ！Go！ 我们的仇敌，那只可恨的蜘蛛和它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刚才我在那个方向发现了他们。这么多森林哥布林，完全不怀疑我的身份。这个取代药丸的效果还真是厉害。果然，融入海里的水才是最不起眼的。那个地方可没有适合设陷阱的地方。骑兵队追击，不要放过他！用脑子想都能知道，萨满秘术的强化持续时间有限，这萨满不可能时刻保持强化 buff。他现在以为你是他的属下，不要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啊！你和他相距7步，7步之外，你的镰刀快；7步之内，你的镰刀又准又快。现在他身上没有强化 buff， 而且对我完全没有防备。萨满大人，对于那个人类，我还有一件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有什么话快说，别耽误本大爷追杀种族之敌。你之前的一锤之仇，就用你的脑袋来偿还。怎么可能？为了伟大的萨满报仇啊！鼓舞士气，解决了小头目，剩下的喽啰就好办了。新学会的职业技能鼓舞士气，还真是好。
越来越期待第3个职业技能会是啥，可惜得5级才能解锁。我们所有森林哥布林身上都有大萨满代行神明降下的祝福。你已经杀了够多森林哥布林了，再杀了我们，神明的诅咒会缠上你的。骗鬼呢？还有这种诅咒？你已击杀此次森林哥布林联合部队的首领，成功挫败了这次围剿，达成成就森林哥布林之敌终极，奖励阿加莎的宝箱紫色稀有品质。成就森林哥布林之敌终极已生效，你的恶名从3岁小森林哥布林到10岁成年森林哥布林，无森林哥布林不知，无森林哥布林不晓。你已经被森林哥布林大萨满视为头号大敌，更大的要来了。等等，难道说森林哥布林对我越来越高的仇恨值就是诅咒？大萨满一听比普通萨满厉害，少说也有2级吧。这么下去不行啊，干脆想个办法把这群森林哥布林都斩草除根吧。哎，他好像怕了。我们能活下去了。喂，接下来我会把你们2个分开，分别审问。如果对比结果出现了差错，后果你们可以自行想象。你们的聚集地在哪里？大萨满是不是住在聚集地里？知不知道他的实力？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还是想杀了我们？这家伙真的是森林哥布林之敌呀！只要你们老实回答，我会给你们一个痛快的。你们不用害怕，毕竟我又不是什么恶魔呀。鸡。想必大家都察觉到了，最近遭遇森林哥布林比一开始强出了许多。那又如何？怪物在变强，我们也在变强。我只担心怪物太弱鸡，经不起我升级后的一拳呢。哼，说的没错，我们身为强者，和那群一点积分都挣不到的废物是不同的。情况没有那么简单，我的队伍有幸探索到了很深的地方，然后触发了一个被标记为主线的狩猎任务。这个任务还能共享给其他人，让其他人也一起参与。现在我就把它分享给你们。不是我危言耸听，但是我认为到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难以自保。所以，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完成这个主线。陆可七这混蛋，恐怕暗地里有什么算计，不得不防啊！既然要合作，那总要有个领头的人。这关键信息是陆哥主动分享的，而陆哥又有带队经验，我觉得这个领头人该由陆哥来当。郑池这家伙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可惜我早有打算。我倒觉得大家都是强者，都有主见，不如组成一个议会，在行动前一起商量，最后投票决定团队策略。好，就组个议会。事先声明，如果所谓的议会有违我的信念，我第一时间退出。请放心，议会来去自由，绝对不会为难大家的。接下来就进入正题，讨论一下怎么完成主线任务吧。凭借蜘蛛妹强化后的战力，顺利的把这支由萨满带领的精锐森林哥布林部队全灭了，确保我能变身成森林哥布林的消息不会流传出去。我还拷问了10几只森林哥布林，通过各种对照，基本可以确定这些情报可信了。整个森林里的森林哥布林都是一个整体，想要将他们全部消灭，关键在森林深处森林哥布林的雷霆部落里。森林哥布林种族里的最强者，森林哥布林大萨满镇守着森林祭坛。只要森林祭坛还在，森林哥布林就会在森林的各处不断生出。这是主线任务啊！摧毁森林哥布林雷霆部落和祭坛。古神所谓的探索狩猎任务，果然不能简单视为普通的杀怪呢，而且居然还能将任务分享给其他人，这就有意思了。大姐，我们这是去哪里啊？森林哥布林数量庞大，
而且单兵素质极高，我们这些人就算团结起来，但没经过系统训练，也未必能在集团战斗上占到便宜。我先前遭遇过森林哥布林骑兵，那些半人马显然是被奴役折磨的奴隶，而不是真正驯养的坐骑。所以我推测，这里除了森林哥布林部落以外，还有半人马部落，这2个种族是敌对的。现在陆可奇他们正在努力聚集更多的人，并且进行训练，确保战力。而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就是找到半人马部落，想办法说服他们和我们一起对付森林哥布林。这么说来，我们的任务至关重要啊！因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森林哥布林之敌，雷霆部落的大萨满发出召集令，其他部落纷纷派出代表前往雷霆部落。Go， 你是哪个部落的？怎么独自一个在游荡？哥，我是猛禽部落的猎户，也想去雷霆部落瞻仰一下大萨满的威仪。按理说，混在这群森林哥布林里一起去雷霆部落，应该能够轻易混进去。但是，怎么会出现这种鬼东西？我跟大是的，你没看错，这是一只好色的森林哥布林，他想和你玩游戏。虽然他级别比你低，可是总属性比你高。软饭王天赋在这种情况下也有效的。狗小弟弟，你睡着了吗？原本忍一忍这货的视线就算了，丫的居然还敢夜袭，我不能忍了。小鸡姐姐，准备动手。得选个好的角度啊，别把血溅在我身上。我去，什么情况？难道说有玩弓的古神战士在远处狙击这里？这竞争也太惨了吧！难道说是那些排行榜前几名的猛人？清代阴阳还没有到失效时间，就算我说自己是人类，那也不会得到信任。不过换句话说，就算暴露了蜘蛛妹和我有关，攻击者也不会想蜘蛛妹的主力是卢靠。小鸡姐姐，敌人是弓箭手，而且藏在暗处，我们先撤。剑还能拐弯，而且一剑消耗了防护罩2%的能量，这绝对是某种强力技能。这个弓箭上已经锁定了我，除非使用空间传送那样的手段，否则是甩不掉他的。虽然为了潜入森林哥布林部落后确保能逃生，确实买了一张回城卷轴，但是现在用在这种时候，未免也太浪费了。小鸡姐姐，是啊，怎么能还没打就认输呢？我还有手段没用呢。小鸡姐姐，准备好，不误士气。怎么回事？对方的攻击停止了。攻击我们的居然是一只半人马娘？难道说……不行，森林哥布林敌人，森林哥布林杀！可是孩子，他显然是憎恨着森林哥布林的，但是没想到你软饭王天赋带来的爱意，居然能抗衡他对森林哥布林的恨意。不过他仍然在犹豫，一旦他做出决断，这半人马娘虽然体质差，但敏捷居然比蜘蛛妹还高，直接达到了1级的极限。她的态度来回变化，这可不是好兆头。切，鬼知道森林哥布林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被迁怒杀掉，那我可太冤枉了。翻一堂道也有半人马口味的，稳妥起见，花1次远程购物机会，一口气兑换10颗吧。还好这种糖豆效果不会相互覆盖，而是同时起作用，不然就太浪费了。人马姐姐，听我解释。你同族？呀，我也是半人马，我是被森林哥布林恶毒的诅咒变成这副样子的呀。你同族也是被害者？虽然你扯的理由很蹩脚，但他已经相信你是他的同族了。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呀！这提示面板真是不会说话，
抱大腿的事能叫罪孽深重吗？呀，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恶毒的女森林哥布林萨满杀害了我的家人，还把我变成了这副样子。她把我抛在荒野，想让我被那些外来者狩猎，陷入绝境。呀，但是我选择忍辱负重，混入了一支森林哥布林的队伍，想要进入部落找萨满报仇。没想到半路遇见了你。茵茵，这时要坚强。这头半人马天生就说话断断续续，和他交流着实有些麻烦。好在已经摸清楚他的性格了。他是和我签订了契约，一直照顾我、保护我的小鸡姐姐。我的报仇计划也需要他出力。茵，感谢你善良。相较于蜘蛛妹的护食警惕，半人马倒是性格爽朗。毕竟他们对我的好感度都不同，蜘蛛妹深爱着我，而半人马只是比较同情可怜我，倒是可以考虑一起行动。既然他和森林哥布林有仇，正好可以利用。哟，人马姐姐，既然我们都要对付森林哥布林，不如我们一起行动吧。最好能把姐姐你部落的族人也聚集起来，毕竟人多力量大。人马姐姐，喂，这个反应，难不成他的族人都遭到森林哥布林的毒手了？茵茵没了，家人、朋友、族人都没了。我去！原本看到森林哥布林骑着半人马，就怀疑两个种族的战争，森林哥布林占尽上风。结果现实居然是半人马已经被灭族了。我去！原本看到森林哥布林骑着半人马，就怀疑两个种族的战争，森林哥布林占尽上风。结果现实居然是半人马已经被灭族了。英英，人马姐姐，你不是说过吗？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就越应该坚强起来。为逝者报仇。我虽然因为诅咒变成这副人人喊打的样子，但也因此能混入森林哥布林的部落。如果从内部发动攻击，一定能做成大事。你说是不是，人马姐姐？内部弱点。小鸡姐姐可以藏在我的影子里，跟随我混入部落毫无压力。哪里？入口，我也进。小鸡姐姐是因为和我缔结了契约，所以能这样跟随我。人马姐姐要想跟我一起混入森林哥布林部落，恐怕得用别的方法。这个方法恐怕会让你有些难受。人马姐姐，你愿意忍耐一下吗？为报仇，愿意。那就带上这个，伪装成我的奴隶吧。这是奴役，抹去心智诅咒。神马姐姐请放心，这件邪恶道具的诅咒力量已经消失了，这是个纯粹的项圈，带上它你就能装成我的奴隶，跟我一起混进森林哥布林部落。茵茵真的没有气息。之前我依靠偷袭先干掉了森林哥布林骑兵，接着试图解开半人马奴隶的项圈，想要他们成为助力。没想到在抹除心智的奴隶项圈被破坏后，一股黑气直接钻入了半人马的脑袋，接着他开始发狂，开始无差别攻击身边的一切。通过属性面板才知道，奴隶项圈被破坏后会自动触发发狂诅咒，没有解咒手段的话，最后只能让蜘蛛妹将他斩杀。我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已经沦为奴隶的半人马没有尝试拯救的必要，直接秒杀就好了。不过触发过发狂诅咒的项圈就彻底失去了力量，只是普通的项圈了。我从死去的半人马身上回收了这些项圈，原本想着如果能找到半人马部落，可以跟他们交手，带一队假奴隶混进森林哥布林部落大闹一场，没想到最后只有一个项圈能派上用场。在正式潜入之前得商量不少事，先确认一下这人马的名字吧。对了，人马姐姐，你叫什么名字？米娅。看来半人马种族的命名方式应该更接近西神。既然现在我要伪装成同族，
那就不能在名字上有违和感。茵茵，原来是米娅姐姐啊！我叫林。接下来我们一起潜入森林哥布林部落，你得扮演好奴隶，那种被抹除心智、呆愣的样子。报仇，潜入，好好扮演。呆路，这演技恐怕得调教一段时间，希望我的取代药丸储量还能撑得住。狗，外来的森林哥布林都听着，想进入雷霆部落，得向大萨满献上敬意。我是大萨满最信任的人，我会把你们的敬意传达给大萨满。叫，大只，这是我的敬意。狗，我家里正好缺这种东西，你很不错，进去吧。狗。大只，我们实在是穷，这些是我们最值钱的东西了。不过我们对大萨满绝对充满敬意。疯子，这种垃圾配得上大萨满吗？你这是对大萨满不敬。把这个不敬大萨满的罪人拿下。是。大只，求求你饶恕我丈夫吧。求求你放了爸爸。我家里正好缺2个女奴隶，想让我放了她也不是不行。够，队长，又有逃难的来了，这次的还带着半人马奴隶，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种族之敌出现后，其他部落的富豪为了安全，不得不投奔雷霆部落，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还好人马娘看着傻，其实还算聪明，只调教了1天，就能演得有模有样了。再消耗1天，赶路来到部落，我现在还是6颗取代药丸。止步，例行检查。没想到吧，初次见面的守卫居然也会敌视你。雷霆部落的守卫觉得自己高你一头，认为你就是其他部落来的乡巴佬，要狠狠剥削你一番。这些家伙也是被狠狠剥削的乡巴佬吗？森林哥布林的规模这么小，居然也能整出这种花。好在我早有准备，现在服用的替代药丸取代的是那个森林哥布林使者。够，这位老哥，我其实是……大萨满说了，因为种族之敌出现，大量其他部落森林哥布林来这里避难，必须认真排查，禁止低贱的平民踏足雷霆部落高贵的土地。低贱的平民啊，还真是。有智慧的种族就必然会发展出阶级不平等啊。贱民也有怒火，这守卫居然敢骂你贱民，不能忍啊不能忍，建议打脸回去，参考森林哥布林标准，根据打脸程度奖励积分，打得越狠积分越多，最低奖励20积分，最高奖励30积分。居然还能有打脸这种任务啊！怎么感觉进了森林哥布林部落以后，触发的任务描述有点怪。你这半人马奴隶不能直接进去，要交税。我奴隶发呆就行。看你奴隶的样子，不是用来战斗的，而是用来享乐的呢。既然如此，为了让你在逃难以后还能享乐，税款100古币，很合理吧？贪婪、自私、狂妄，还真是简单易懂的家伙呀。不过我早就准备好对付他的方法，正好还触发了打脸任务，这下能一举两得了。够，我是雄狮部落的使者，雷霆部落的大萨满跟我可熟了，我劝你们不要不识好歹。能成为部落使者的森林哥布林都是贵族，天生高贵。如果他真的和大萨满有关系，那我岂不是……其他部落的使者有什么了不起？乖乖交钱，否则就没收你的奴隶。蠢货，给我闭嘴！使者大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没想到使者大只驾临，大只请莫见怪。看来他真的信了你是使者，毕竟脑子里一半是贪婪，一半是无耻，容不下智力。
一个信物就足以取信他了。够，这些家伙是跟我一个部落的，让他们跟我一起进去。哥，没问题，一切都听使者大之吩咐。哥，还不快放了他们！非得本职催你们吗？够，感谢使者大之，赞美使者大之。奇怪，我亮出使者身份帮助平民化解危机，这一套操作放在小说里足够打脸啊，怎么没提示完成任务啊？等等，参考森林哥布林的标准，难不成必须得物理打脸？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使者，上来就殴打部落守卫，这不就是妥妥的外交事故吗？在不清楚森林哥布林对待这种事的做法前，作死也没这么作的呀。够，我来这里的事，你不必向大萨玛汇报，我会亲自去拜访他的。够，小的明白，请使者大之放心。算了，反正也是个文字腿奖励的小任务，放着不管也没关系。雷霆部落是森林哥布林最大的部落，整个部落根据地势高低分为3层，最底层居住多是没有战斗力的平民森林哥布林，这些哥布林负责部落里的大部分工作，他们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为部落奉献了一切。而第2层是拥有战斗力的森林哥布林士兵的住所。至于最高的第3层，居住的自然是森林哥布林中的贵族，无需劳作就能享有一切。传说贵族森林哥布林因为体内流淌着始祖哥布林之血，所以精神力都比一般森林哥布林要高，能够掌握森林哥布林一族匪夷所思的咒法，力量衍生出来便是权力。森林哥布林部落都由出自贵族掌握了咒法的森林哥布林萨满统治。和其他部落不同的是，雷霆部落贵族区最中心的神殿便是这个世界森林哥布林一族的起始，那是地位最崇高的大萨满的住所。神殿圣殿，前人面戒，就算你是使者大之，也不能擅闯。大萨满说了，等所有部落使者到齐了，他会召集你们商量如何对付种族之敌的。就算我亮出了身份，也是这个态度吧？看来之前那使者说自己熟识大萨，完全是吹嘘啊！还好刚才没太嚣张，不然就暴露。也罢，好歹混起来了，使者身份也不算低，再找别的办法接近大萨满吧。还好之前那个森林哥布林使者一直在吹嘘，说他在雷霆部落的别墅很大，邀请我去他家看看，说了一堆，不然还真不好找到这个地方落脚。哟，尼亚姐姐，这里就是你们接下来的住所，装成奴隶辛苦你啊。不累。底层森林哥布林也可怜，林帮助善良。毕竟我们最大的复仇目标是森林哥布林大萨满，那些普通森林哥布林是无辜的。这人马娘还真是天真，居然连自己的仇敌种族都同情。我帮助那个森林哥布林家族可是另有打算。对了，小鸡姐姐，先别急着设置陷阱，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原本的计划是假冒使者，邀请大萨满来家中做客，然后给他腰子一刀，让部落群龙无首，彻底大乱。呼啦，捅他腰子。然而进入部落之后，从种种迹象来看，使者的地位虽然比一般森林哥布林要高，但完全比不上大萨满。就算发出邀请，大萨满也不会来。虽然作为使者，正规手段也能见到大萨满，但是那个情况下，大萨满身边肯定守卫力量充足，无法确保杀死大萨满。所以我打算换个思路，先让部落乱起来，然后趁机嘎了大萨满的腰子。尼亚姐姐，小鸡姐姐，这是我接下来的计划。这就是森林哥布林的集合广场，只要敲响这里的先祖战鼓，整个部落不管手头在忙什么，都得来这里集合。按照部落规矩，只有发生紧急事件需要动员整个部落或者大萨满下令，
才可以敲响先祖战鼓。什么只在敲先祖战鼓？快拿下他！多队长不能乱来，那只可是雄狮部落的使者，是天生高贵的大只啊！发生什么事了？种族之敌杀进来了吗？好在我的身份是其他部落使者，就算守卫被惊动了，第一时间也不敢乱来。话说，在森林哥布林语言里，是用大只来称呼上位者的吗？可千万别是大萨满下令要把我们驱逐出去啊！大半个部落的森林哥布林都到场了，可以开始了。Go， 同胞们，我是来自雄狮部落的使者，我要宣布，今天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搞，这个敲鼓的森林哥布林好面生啊！怎么没见到部落的萨满？难道不是大萨满召集我们吗？ Go， 我在梦中得到了始祖的启示，我今天是代表始祖来引导你们消灭那种族之敌，并且让所有森林哥布林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搞，伟大的始祖启示！真的假的 ？Go， 同胞们，你们是否注意到最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身为平民的同胞们，你们是否发现自己分配到吃的越来越少，工作却越来越多 ？Go， 身为战士的同胞们，你们是否发现，不管自己如何努力战斗，杀死那些异族，战功的奖赏都无法补偿你在战斗中流淌的血汗？你们可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知道，都是因为种族之敌。Go， 大错特错。Go， 哪里错了 ？Go， 造成这一切的不是种族之敌，而是不公平，是我们的部落内部出了问题啊。Go， 好复杂，听不太懂。不公平是什么？可以吃吗 ？Go， 可是大萨满不是说问题都是种族之敌带来的吗 ？Go， 今天吃什么呀？我的演讲，山洞里应该不弱才对。是我高估了这群森林哥布林的脑子吗？他们没理解我的意思，甚至有的注意力都没放在我身上。还好小助手的提示光屏，其他人看不到。当着森林哥布林的面，我也能偷偷购物。小助手，我需要能增强说服力、煽动群众的道具，最好在50积分以下的。对不起，不存在50积分以下的此类道具。去掉价格限制，越便宜越好。不对，你就选最便宜的。简易扬声喇叭，当使用此喇叭演讲时，你的交涉技能等级上升1级，最多提升为交涉5级。未装备交涉技能的情况下，使用此喇叭视作你拥有交涉0级，你的话语将能更加轻易地挑动其他生物的情绪。靠，就这么个玩意儿，需要70积分？除了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什么用都没有啊！和宝箱开出来的紫色稀有道具差远了，我上哪儿去凑剩下的10点积分啊？喂，在胡闹什么呢？部落守卫在此维持秩序，所有森林哥布林不许乱来。等等，是他，那个触发了物理打脸任务的森林哥布林守卫。我来之前向其他萨满打听过了，大萨满根本不认识雄狮部落的使者，嘿嘿，识相的就乖乖。Go， 来的正好 ，Go， 吃我打脸一拳 ，Go。打脸任务完成，奖励20积分。不愧是我，这一拳可以说完全没有造成伤害，但是物理打脸的任务还是判定完成了，虽然是最低奖励20积分。你这家伙怎么敢在先祖广场动手？原本看在你是使者，只打算要你点钱，现在我要杀了你 ！Go， 住口，无耻老贼！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不由自主停下了？你身为部落守卫，不思保卫部落，
一心敛财，每个出入部落的同胞都要向你交钱，饱受你的压榨，这行为卑鄙无耻。同胞们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哪来的脸当这个部落守卫？用道具强化煽动能力后，效果果然立竿见影。黄泥，你就是个没棍子的混蛋！我说的没错，黄泥，你这家伙不配当守卫。虽然黄泥这蠢货是靠卖老婆才当上部落守卫队长，平时各种欺负贱民，现在被贱民反噬，但他毕竟是我们提拔上来的，要不要帮他一把？我们把他革职，换个新的守卫队长，既能让贱民对我们感恩戴德，又能多收获一个女森林哥布林奴隶，岂不是更好？你们疯了吗？居然敢反抗我！信不信我杀了你们？我们数量多，不怕你。先祖广场之上，任何森林哥布林不得闹事。都让开！大萨满的继承者，年轻一辈最出色的萨满巨牙大只驾到！因为酒色掏空了身体，这只哥布林萨满真的很弱鸡，懒得分析怎么杀他了。不用提示，你也能想出9种方法弄死他吧？来的不是大萨满吗？想来也是，好歹是个管理1000人部落的最高首领，哪可能这么简单就引出来了？巨牙大只，我是负责维持秩序的守卫，闹事的是那个家伙。你是哪个部落的？竟敢在这片伟大始祖祝福的土地上蛊惑同族！我乃是雄狮部落，聆听伟大始祖圣谕的圣者，让森林哥布林一族再次伟大的开拓。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有我的无名者。不过这个被酒色掏空的顽固萨满，听起来地位很高，居然还是大萨满的继承人。哼，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啊。哎，虽然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感觉他比巨牙大只厉害多了。我比你厉害，我现在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了。总觉得这个森林哥布林好有气势，简直是世界上最帅的森林哥布林。孩子他妈，你以前不是说我才是世界上最有气势、最帅的森林哥布林吗？同胞们，伟大始祖给我降下了神谕启示，他告诉我，所有森林哥布林都是他的后裔，他公平地爱着我们每一个森林哥布林。伟大始祖让我告诉你们，每一个森林哥布林都应该是平等的，每一个森林哥布林都有权利自由幸福地活着。这是真的吗？伟大始祖真的爱着我们吗？大胆！你根本就不是萨满，居然敢说自己聆听伟大始祖的神谕！给我拿下他！然而，却有森林哥布林扭曲了伟大始祖的圣谕，制造不公平，伪造出了所谓的贵族，让森林哥布林剥削森林哥布林的现象出现。不能让这家伙继续说下去！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还不快去调动骑士过来！因为不公平，所以出现了无论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让自己过上好生活的苦工。因为不公平，所以出现了没有自由、任打任杀，只是让贵族取乐玩弄的奴隶。因为不公平，所以出现了无度剥削同族、残忍玩弄同族、对待种族没有任何贡献，却能用一族的资源享乐享福的贵族。你这混蛋是在诽谤我们，他在诽谤我们呢！这一切不公平，都是因为有贪婪自私的萨满扭曲伟大始祖的神谕。想要改变这一切，必须让真正大公无私的森林哥布林担任萨满。给我住口！管你什么无名者，你擅自敲响先祖战鼓，冒犯伟大始祖，骑士听令，将他拿下！嘎！无名者大只真心为我们森林哥布林一族说话，你们要伤害他，就先杀了我们！区区贱民，居然敢对贵族露出獠牙，那就杀光你们！还有我们！无名者大只说的都是对的，
许你伤害他！黄泥巴，你老娘我也支持无名者大支。你们别被他欺骗了，我们这些贵族都有着萨满的血脉，我们的祖先为部落奉献了一切，我们这些子孙稍微享乐一下是理所应当的。快动手拿下他！队长，我们冲锋吧！先别冲，我老娘就在前面。多亏了部落里那帮贪婪残忍的森林哥布林身居高位，积累了不少阶级矛盾，不然还真不好煽动。不过现在愿意站出来的只有底层森林哥布林和一些女性森林哥布林，能作为战斗主力的那部分森林哥布林还在观望状态。这个局势还不足以把他萨满拉下马，得想个办法点燃这群森林哥布林心中的怒火。有了！同胞们，请听我说，我愿意投降，请萨满巨牙将我关起来吧。同胞们，请听我说，我愿意投降，请萨满巨牙将我关起来吧。无名者大支，你为什么要投降啊？我来到这里是希望能给同族们带来公平，带来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大家要为了保护我而和同族互相争吵、互相伤害，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我愿意主动受缚，我愿意背负种族之罪，让同族们获得救赎。只要大家能够记住今天，记住要消灭不公平，我的牺牲就不会白费。无名者大支竟然为了我们这么做啊！他真的不哭死！带我走吧。巨牙，我警告你，不许伤害无名者大支，不然我们跟你没完！可恶！今天我就要杀了大支！如果直接杀了他，众怒难犯呐！把他关到腐朽大牢里，等解决了种族之敌后，大萨满自然会对他有公正的审判。我劝你们安分一点，否则大萨满怪罪下来，就算是贵族也要受罚。带走。很好，局势尽在掌握之中。拿下这处森林哥布林的据点，在这里建立阵地，就可以养精蓄锐，准备进攻森林哥布林的大本营了。陆大队长，渔民队长回来了。哦，他们找到援军了吗？嘿嘿，他们要是回来的再晚一点，我们怕是已经靠自己的力量攻破森林哥布林部落了。很遗憾，我们找到的只有巴人马部落的废墟。从种种残留的痕迹推测，这个种族早就被森林哥布林消灭了。感情这里的森林哥布林这么厉害，在我们来之前，居然已经战胜了一个种族。这下没援军了。怕什么？没援军就没援军，我们可都是得到了古神强化的战士，难道会怕区区的森林哥布林吗？虽然精英可以做到正面单挑击败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但我们这样的精英太少了，一旦和森林哥布林大军正面交锋，陷入以少敌多的状态，很难确保安全。提升属性只能靠锻炼数日积月累，强化道具则有等级的限制，这意味着一个人就算有再多的积分，也没法在短时间内迅速变强。如果没有援军的话，接下来的作战策略得修改一下了。没办法了，只能号召有多余积分的人分一点给没积分的人，提升古神战士的整体实力，这样才有可能战胜森林哥布林大军。各位，我认为我们可以互帮互助，用集体积分把所有的古神战士都武装起来。我身为主导者，自然得主动割肉作为表率。希望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古神给的奖励对得起我现在的付出。去门口看着，千万别让那些没棍子的蠢货靠近。另外，不管听到多大的惨叫声，都不用管。大致放心，我也看着混蛋不爽。我家那个还叮嘱我要好好照顾他。我呸！这不是萨满巨牙，你怎么才来？我可是一直期待你来看我。大萨满，
已经得知了你的行为，决定在消灭种族之敌后，代表伟大始祖当众处死你。我虽然不能现在杀了你，但是却可以折磨你。你现在还期待我来吗？当然期待了，毕竟我也没有想到你这么配合，让我省了好多麻烦。你就趁着现在得意吧，接下来我会让你喊破喉咙的。小鸡姐姐，动手！啊，这是，我还活着！不要杀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家有最贵重的贝壳，不管多幼小的奴隶都可以供你享乐。求求你，奴隶闹出动静，只要能惊动外面的守卫。嘘，安静。我是不会杀你的，因为我需要你做我的替身。毕竟我这个为了大义而主动受缚的森林哥布林，若是越狱，就等于是承认有罪。这个道理你懂吗？小鸡姐姐，把它挂起来吧。米娅姐姐，你的弓箭还有我身上带的一些东西都被看守收走了，应该被保存在隔壁堆杂物的房间。麻烦你去找一找。没问题。真是愚蠢的小智，就算拿我代替他关押在这里又如何？看守是认识我的，一下子就会暴露。虽然在我看来，森林哥布林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但是为了避免看守发现区别，干脆把你打得连你老母都不认识你吧。巨牙萨满折磨那该死的无名者的动静可真大呀，估计连咒术都用上了吧。我看那个无名者可不爽了，居然敢挑唆那群贱民反抗。只可惜我能亲眼看他怎么受折磨。这只森林哥布林好像中暑了，没法医治，不如把他的装备回收了吧。这提示，看来得把这货身上的东西都扒下来才保险啊。小鸡姐姐做得很好，现在他的手脚断了，嘴巴被堵住，身上的东西也被扒光，可以确保没森林哥布林能认出这是个替身了。还有机会的，其他森林哥布林肯定很快就能发现我不见了。只要能撑下去，只要能撑下去。哦，对了，我这个人心善，见不得你怀着希望苦等，最后希望破灭的惨状，所以就提前送你绝望吧。他在说什么？这股气息是种族之敌，种族之敌竟然能随意变成我的样子，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这是噩梦，我一定是在噩梦。吓不到我的，这一定是噩梦。很好，让这家伙精神崩溃了，应该不用担心他施展什么闻所未闻的咒术来和看守交流，澄清自己的身份了。根据属性面板，那个森林哥布林的敏捷属性被装备强化了。这森林哥布林身上除了这东西，就没有其他像特殊装备的了。既然是他自己带着的，也就不可能是诅咒道具。我就先带着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敏捷完全没变化呀，倒是精神属性，因为这次兑换了蓝色优秀品质的锻炼术，经验增长变快不少，已经快升级了。哎，小鸡姐姐，这场合不太合适吧？这是看上了挂坠。小鸡姐姐，你想要这个啊？那我就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小鸡姐姐，反正我自己带着也没用，就当增加好感度的小道具送了吧。小鸡姐姐，你想要这个啊？那我就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小鸡姐姐，反正我自己带着也没用，就当增加好感度的小道具送了吧。人靠衣装，马靠鞍，魔物当然就得靠魔法道具来强化。这次的魔法道具是挂饰蓝卫的装备，
小心，对他而言，这可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哦。这个道具居然是魔物专属，难怪我戴着没有效果。这装备能强化蜘蛛妹一点敏捷，换算成古神道具，起码值100积分。不对，要知道古神的兑换商店里虽然也有各种强化道具，但只有古神战士才能用，而且还没有强化精神的装备。从我的强化路线来说，给蜘蛛妹强化身体属性，可比给我自己强化值多了。这一技一出，赚大了呀！之前实验过，蜘蛛妹可以携带道具进出我的影子，这也是为什么蜘蛛妹能随时掏出镰刀。原本以为最多只能携带一只手能握住的东西，现在看来，除了手里拿的，蜘蛛妹身上还可以佩戴一些特殊装备。要是有那种次元口袋的话，蜘蛛妹完全可以当我的随身仓库。小鸡姐姐，麻烦你继续保管替代药丸，回来吧。不得不承认，替代药丸在对付低级魔物的时候真的效果拔群，可惜只能替代成自己见识过的存在，不然直接整个森林哥布林伟大始祖显灵，完成任务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哇，找到！你是？辛苦你了，米娅姐姐。哦，我是林，刚才我的诅咒又发生变化，所以变了个样子。诅咒真可怕。好了，米娅姐姐，这里空气怪压抑的，我们还是快出去吧。啊！我已经审问完毕，无名者已经承认他罪大恶极，接下来不管他闹出什么动静，你们都不用管。此外，禁止任何其他森林哥布林探望，以免有家伙替他疗伤。嘿嘿嘿嘿嘿，巨牙大只，请放心，这种与我们贵族作对的罪之，就该让他好好受苦。这是经过了一番友好交流，那家伙主动献上这人马奴隶讨好，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不愧是巨牙大只，让囚犯服服帖帖。我接下来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巨牙大只，慢走。现在萨满的身份到手，可以试试干一笔大案。虽然拿到了一个萨满的身份，能够靠近大萨满，但是这大萨满丝毫没有可乘之机。这个部落的大萨满真的太稳健了，哪怕是这种时候也保持着强化状态。你还是省省偷袭的心思吧。话说回来，这个大萨满的敏捷属性也被装备强化了，他的灌坠会不会更高级一点？能增加2点敏捷？汇报完工作之后，我便离开了神殿。接下来还是继续扮作萨满巨牙，走之前就拟定走扰乱部落路线吧。我都说了，不要那么深入，你们偏不信，这下死定了。我还没谈过恋爱，我还是处男呢。你闭嘴！要不是你临阵脱逃坏了阵型，我们小队怎么可能撑不到援军到来？杀了他们！慢着！哎，这不是巨牙大只吗？您怎么来了？原本是来这里煽动那些森林哥布林战士的，没想到居然撞进了处理人类俘虏的场。人马良心地善良，接受不了这种事。为了好感度，还是出手吧。这些家伙是怎么回事？报告巨牙大只，我们的小队在部落附近巡逻时，遭遇了一群两脚怪。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后，俘虏了2只活着的两脚怪，准备献祭给伟大始祖。其他的古神战士居然也已经探索到雷霆部落附近了。这位哥布林大人，你一看就通情达理，求求你们饶了我吧，我愿意做奴隶。我知道古神战士扎营的地点和守卫情况，我可以为你们带路啊！林耀天，你他丫的想做什么？你想背叛古神战士联合队吗？去你丫的联合队！陆可期不过就是给了我1点积分，就想让我为他卖命，他以为我是傻子。陆可期那家伙居然搞个联合队，而且还主动给弱者提供积分，让他们强化，不像是他的风格呀。你这白痴！你投靠森林哥布林，难道就不怕主线任务失败，古神把你抹杀吗？那我拉那么多人垫背也值了。莫非
是洛可奇发现主线任务，要对付整个森林哥布林部落。从外面正面强攻的话，只有联合大部分古神战士，才有可能抗衡森林哥布林大军。所以忍痛割肉。这位森林哥布林大人，我真的很有用的，求求你饶我一命吧！你还真是傻子，森林哥布林听得懂我们的话吗？不过人数一多，各种臭鱼烂虾也就涌现出来了呢。杀了我吧，我绝不会投降的。虽然没脑子和没骨气的都是废物，但是大萨满有神谕，最近出现的种族之敌和这些两脚怪都是同类，所以需要我收集两脚怪做诅咒素材。能成为大萨满施展诅咒的材料，是这些祭品的幸运，相信伟大始祖也会接受的。哈哈，把这2个两脚怪送到巨牙大只那里去。明白。这是先不杀，谢谢森林哥布林大人，谢谢森林哥布林大人呐！救下俘虏，真好。两脚怪素材需要一些提前处理，那只一直吵个不停的，一看就是劣质耗材，就先放下，然后埋进土里7天。另一只就给它多喂点吃的，别让它死了。明白，我们会好好处理两脚怪的。接下来该做正事。哦，对了，我来这里其实是有别的事。你们也听了之前广场上那个无名者对大萨满的毁谤吗？你们觉得该怎么处置他才好？那个卑鄙的外来者重伤大萨满，应当让他到伟大始祖面前认错赎罪。虽然他表面恭恭敬敬，但是在心里对你这个抓捕了无名者大萨满爪牙会有不满呢。毕竟当初的演讲是真的挑动了他的情绪，部落不公啊！放哨，如果贵族出现，通知林。其实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森林哥布林。我之所以抓无名者，并不是反对的，而是不得不遵从大萨满的命令。那老东西也糊涂了。巨牙大只，话可不能这么说。大萨满代表伟大始祖的意志，他一定是为了我们好的。要想争取这群森林哥布林战士的支持，还真不简单呢。还好，我早有准备。这是我从无名者大只手上继承的圣器，每每看着它，我就想起了无名者大只，想起伟大的他选择献身的那一幕。底层森林哥布林的辛苦，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与此同时，再看看那些贵族贪玩享乐，只觉得这个部落真的病了，而且病入膏肓啊！巨牙大只居然是真的认同无名者大只的吗？你的演技很不错，这家伙认为你是同伴了。可是知道部落病了又如何呢？无名者大只站了出来，结果被关进腐朽牢狱。巨牙大只，你贵为萨满，也无法违抗大萨满的命令，我这种普通战士就更没用了。我们根本改变不了这个部落，毫无希望啊！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巨牙大只，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在牢里探望了无名者大只，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认为这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很有教育意义。假如有一个巨大的死亡诅咒魔法阵，毫无破绽，且万难摧毁。死亡诅咒魔法阵，听起来好可怕。在魔法阵里有许多沉睡的童子，不久就要被抽干生命力，化作枯朽尸骸。然而他们被施了沉睡魔法，纵然被献祭，也不会感受到死的悲哀。这时
一只森林哥布林出现在了魔法阵外，只要他努力大法，就能唤醒少数同族，让他们尝试自救。但是自救成功的可能性很低。然而一旦自救失败，被他唤醒的同族就要承受活活被抽干生命力的痛苦。如果说你们遇到了故事里的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唤醒他们，可万一自救失败了，反而让他们更痛苦。搏一搏，至少还有活下去的希望。万一失败了怎么办？那可是能抽干生命力的可怕魔法呀！巨牙大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呢。你还是告诉我，故事里的森林哥布林是怎么做的吧。那个魔法阵外的森林哥布林，从外面闯入了魔法阵，不是在外面看着呼喊，而是决定与同族命运与共。他亲自动手，一个个唤醒同族，让他们都醒了过来。最后，依靠着全部森林哥布林的努力，破坏了那个死亡诅咒魔法阵。这种事真的可能吗？无名者大师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根据遥远国度的一个伟大种族的真实事例改编的。他希望借此表达的意思很简单，不管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不去做的话，就是毫无可能。不管可能性多小，只要去做，就存在着希望。无名者大师就是那位主动走入魔法阵的森林哥布林，他已经唤醒了我，我愿意对着这件圣器起誓，继承他的意志，唤醒其他人。你们呢？巨牙大师，我们愿意追随你。既然我们要消灭剥削和压迫，那代表地位的大支也就不再用了。参考那个遥远国度，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达瓦利西。达瓦利西。就这样，通过我的煽动之后，以这一对森林哥布林守卫为起始，死亡魔法阵的理论开始秘密流传在部落的中下层。再见，达瓦利西。再见，达瓦利西。多亏了简易喇叭，这2天时间，大半个部落的森林哥布林战士，还有底层的平民森林哥布林，都成为了达瓦利西。接下来，只要找个契机，发动兵变。巨牙，你知不知道你犯下大错了？你竟然下令禁止我们看望无名者大支，你罪大恶极！你扮演的萨满巨牙捉拿了他们的好爹爹，他们恨死你了！怎么感觉这提示内容幸灾乐祸的呀？事情是这样的，请听我解释。等一等，或许巨牙他有苦衷呢，说不定他是被大萨满逼迫的呢。真不愧是你，因为软饭王的天赋又生效了，所以他在明知道现在的你抓了他仰慕的你之后，依然对你抱有好感，费尽心思为你开脱。这确实是我抓了我。仔细想想，巨牙大支确实不是那样的森林哥布林啊。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啊！诸位，这里不适合谈话，我们换个地方吧。我原本也打算从女性森林哥布林入手，制造契机，现在正好。于是，在我声情并茂的解释之下，这些女性森林哥布林都愿意相信我是迫不得已的。巨牙大支，你真的太不容易了！你明明也想保护无名者大支，却被大萨满那样逼迫，太惨了。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该怎么救出无名者大支。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认为只有一个方法能用了。真的吗？到底是什么方法？大萨满之所以下令捉拿无名者大支，完全是因为那些森林哥布林男贵族造谣抹黑无名者大支，让大萨满做出了错误的判决。所以，想要救出无名者大支，就应该让大萨满知道他错了。没错，大萨满的判决是错误的。可是，要怎样才能告诉大萨满呢？你们可以敲响先祖战鼓，在部落所有森林哥布林面前，一起为无名者大支发声辩护。可是，如果我们发声的时候，那些卑鄙的男贵族来捣乱怎么办？我去说服那些贵族，我以继承自无名者大支的这件圣器发誓，一定会救出他。真是太感谢你了，巨牙大支，让我们一起为了营救无名者大支而努力。在向女森林哥布林们信誓旦旦保证之后，我自然是第一时间去拜访男性森林哥布林贵族们。只是我并不是去说服他，而是给他们报信。你说什么？
那群没脑子的蠢货居然在谋划营救那个替剑明说话的无名者，伙同外敌推翻大萨满。我以这件从无名者手中掠夺过来的战利品起誓，我说的是千真万确。你说什么？那群没脑子的蠢货居然在谋划营救那个替剑明说话的无名者，伙同外敌推翻大萨满。我以这件从无名者手中掠夺过来的战利品起誓，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真是太感谢你了，巨牙大师！多亏了你提前通知，我们才能做好准备把他们镇压下去。大萨满被奸贼蒙骗，无名者大师无罪，放了无名者大师，部落需要公平。巨牙达瓦里西，他们也是为了拯救无名者大师而努力。我们真的不用出去声援他们吗？柱子达瓦里西，我们的目的是救人，是消除剥削，而不是同族相残。他们希望用喊话的方式劝说那些剥削者回头是岸。如果能成功，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出现，反而会让那些贵族以为他们是想以暴力威胁，逼迫那些贵族放弃利益。这样很可能会导致贵族拼死反抗，最后同胞相残，这不好。原来如此，还是巨牙达瓦里西考虑周到。都给我住口！擅自敲响先祖战鼓，聚众闹事，质疑大萨满，你们简直罪大恶极！把他们拿下！怎么会这样？巨牙萨满不是说会为我们说服这些贵族的吗？只要把他们收拾了，底层的贱民看到领头挑事被抓，自然也就会被设伏，就掀不起什么乱子了。你们这是做什么？我们是伟大始祖的后裔，敲响先祖战鼓是我们的权利。我父亲是前任大萨满的亲信，我们家为部落立过功，我要见大萨满。达瓦里西，怎么会变成这样？该死，是我的错，我还是低估了这群剥削者对权力的贪婪，他们根本就没有为了部落好好谈话的气度。放开那些女孩！跟随达瓦里西！是巨牙大师，巨牙大师来帮我们了。巨牙，你住口！无耻老贼，好手匹夫！我真是错信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是假意答应，实则设下陷阱，想要将同胞以莫须有的罪名关入牢狱。什么？棒槌，你这老东西居然这么阴险！等等，我不是，你们听我解释。米娅姐姐，动手！棒槌大师，同胞们，既然我们想要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却想耍诡计，就不讲道理了。跟我一起杀进监狱，救出无名者大师！杀进监狱，救出无名者大师！兵变之火已经点燃，接下来就看那个大萨怎么应对。释放无名者大志，消灭剥削，消灭不公平！释放无名者大志，消灭剥削，消灭不公平！消灭不公平！巨牙大志，小心！都给我停下！再往前者，杀无赦！是獠牙大志，他是部落最出色的骑兵将军，他不是外出去搜索种族之敌了吗？怎么回来了？管他有多厉害，只要能让森林哥布林内斗起来，都不亏。所以得维持士气。就算是獠牙率领精锐骑兵挡路，又如何？无名者大志让我们觉醒出反抗意识，是不会消失的。我等绝不后退。我等绝不后退。大萨满，不好了！巨牙萨满率领被无名者蛊惑的森林哥布林劫狱，獠牙大支带部队阻拦，但是被蛊惑者太多，一时难以镇压。你说什么？巨牙也被蛊惑了？巨牙可是大萨满最信任的萨满，他怎么可能叛变？你一定在说谎！巨木萨满，我真的没说谎啊！巨木，放开他！大萨满，无需紧张，你老实回答便可。被蛊惑的贱民数量虽多，但应当并无战力，为何獠牙迟迟不能将他们镇压？
是因为除了那些底层贱民，巨牙萨满还率领了一批居住中层的战士，还有不少没棍子的贵族也参加了暴乱。可恶！那群蠢货居然听信一个外来者的疯话，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贵族之血。底层的贱民死再多，也能用深渊之门召唤出新的补充。但战士和贵族是部落的基石，要是因为这件事有所损失，部落的实力就下降了。巨木，你立刻拿着始祖图腾过去，要尽可能保住部落的实力。其余的，你可自行决定。多谢萨满信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陆队长，好消息！森林哥布林部落正在发生内乱，我们全军突击的机会来了。一队继续放箭，2队冲锋，3队跟上，不要让他们冲破防线！冲啊！救出无名者大志！原本只计划让森林哥布林内斗到元气大伤，没想到这帮森林哥布林联合起来的战斗力这么强，面对精锐骑兵居然都能优势在。这么说来，或许可以再加把劲儿，直接推翻大萨满，夺了他的鸟位。始祖图腾降临，都给我停手！怎么回事？这些森林哥布林怎么都不动呢？始祖图腾代表伟大的始祖，接下来我将代宣神谕。虽然你和他只有几面之缘，但是他对你扮演的巨牙可是恨之入骨。可恶，一个只有血脉的废物，凭什么能继承大萨满？我现在替代的这个身份，还真是拉了不少仇恨。话说回来，这只森林哥布林萨满身上居然也有强化装备。大萨满聆听神谕，提前下达审判结果，无名者无罪释放。太好了，伟大始祖果然是庇佑无名者大志的。无名者大志被无罪释放了。不好，这步棋是想瓦解他们反抗的动机。如果让他成功，我就功亏一篑了。伟大始祖无所不知，绝无错判。你们却在审判结果出来前擅自聚众闹事，太不虔诚。幸好大萨满仁慈，宽恕你们，速速回家去吧。大萨满英明啊！果然，这些森林哥布林对于大萨满的尊敬是刻到骨子里的。哪怕明知道大萨满做了错事，也只会认定有奸邪蒙骗了大萨满。这种时候，正面反驳只会起反效果。达瓦利西，我们先不要急着离开，可以等无名者大志出来，为他献上无罪的庆祝之后再离开也不迟。让我进去，亲自把无名者达瓦利西带出来。巨牙，不要得寸进尺。大萨满已经宽恕了你们，你们居然还想为一个罪犯庆祝？既然大萨满都说了，审判结果是无罪，你却说无名者是罪犯，你难道在质疑大萨满吗？可恶，你竟敢！巨牙萨满的要求并不过分，我代表大萨满同意了。巨牙，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没有野心、只知道享乐的废物，但没想到你这次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啊！啊，这家伙冷不丁的逼逼什么呢？你平日里扮演只知道玩乐的废物，让大萨满对你毫无防备。其实你一直野心勃勃，在等待时机。这一次，你见外来的无名者挑起了那帮贱民的反抗之心，立刻顺势利诱，想要为自己造势，推翻大萨满，支配整个部落，只差一点就能成功了。可惜你的阴谋算计被大萨满轻易化解，而且还反倒让我更加受到信任。感情是以为我阴谋篡权？这格局也太小了。这里动手的话，应该不用担心惊动外面的森林哥布林吧？巨牙萨满，毕竟因为你的叛乱，让我的地位提高了不少。我给你一个忠告，快点离开雷霆部落吧，大萨满可不会放过你们。看来你很喜欢用所谓的忠告对他人指指点点。巧了，我也喜欢给人忠告。
我的忠告只给已经死掉的你，黄泉路上慢点走，可以等到大萨满和你结伴同行。哎，等等，小鸡姐姐，这东西我还打算有其他用处的，不能随便吃啊！巨牙大只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呀？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无名者大只了。巨木萨满偷偷跟我说了，暴乱平息后，这些贱民要上交更多的食物，做更多的苦工，这才对嘛。这群泥腿子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供养我们上等森林哥布林。至于这群没棍子的贵族，因为他们和贱民为伍，大萨满决定把他们也贬为贱民。到时候原本高高在上的女贵族也得乖乖服侍我们。快看，巨牙大只出来了！哎，快点庆祝完，然后让这群贱民都回家去，这样暴乱就算结束，就可以考虑事后算账了。巨牙大只受伤了，这是怎么回事？老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巨牙大只怀里的是谁？德利西，无名者达瓦利西死了，他是被萨满们的严刑拷问杀死的，他是被这个部落的不公平杀死的。这不可能，除了巨牙，没有其他萨满审问过无名者。巨木萨满呢？他怎么没和你一起出来？打从一开始，大萨满就没有打算让无名者活着，因为大萨满设下的贵族制度才是这个部落最大的不公平。哼，倒是不笨，还是能注意到这明显的问题的。可惜，巨牙对伟大始祖发誓，一定要为无名者达瓦利西报仇，推翻大萨满，消灭贵族，消灭不公平。被残酷现实引爆怒火的他们，已经听不进解释。为无名者大只报仇啊！杀死这群维护剥削、维护不公平的虫治，用他们的血祭奠无名者达瓦里西。别过来！你们冷静啊！这点是明显不对劲。你们别过来呀！哼，果然，死掉的森林哥布林才是好森林哥布林，比活着的森林哥布林有用多了。以死去的先驱者为火星，这一刻，叛逆的火焰终于熊熊燃烧。跟装备精良、属性强横的森林哥布林骑兵相比，平民森林哥布林很弱小。然而，弱小的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并不会后退，因为无名者仿佛一束光，已经照进他们的心中。觉醒的战士也因为巨牙萨死亡魔法阵的理论而被激励，哪怕是死亡，反抗的意志也不会磨灭。我们的背后是神殿，是神圣之地。为了死后灵魂能归于伟大始祖的身边，我们绝不能让这群贱民冲上高地。达瓦利西，大萨满所在的神殿就在前方，曙光就在前方。虽然贵族率领的森林哥布林部队装备精良，但是这边士气高涨，杀进神殿也不是不可能。我只要趁机破坏传送门，就能完成主线任务。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大家跟我上，杀进神殿！那里杀出一个缺口，机会来了！杀！秘术激活了他的全部潜力，哪怕重伤也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只是等秘术效果结束后，恐怕……这是秘术强化，也就是说，萨满出手了。巨牙，闹起到死为止吧！只要你乖乖投降，我可以原谅你的所作所为。毕竟你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虽然他在 LV1里可以说少有对手，可他还是被替代药丸的幻术给骗了。快说谢谢替代药丸！哦，如果我投降了，我的同伴又该怎么办？哼，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你的部下只是一群贱民，他们根本挡不住神殿卫士的攻势。接下来将会一个个被穿成肉串，以此赎还他们的罪。允许你一直投降，已经是我身为长辈最大的仁慈。如果你不肯接受，
那就随这群贱民一起死吧。虽然不用提示你也知道，就算他认为你是巨牙，可是你动摇了他的权利，他只想杀了你。但是身为提示，就要尽到提示的责任。巨牙达瓦里奇，我们终究不是萨满们的对手，你不要管我们了，哪怕只有你一个人能活下去也好。巨牙，我相信你不是愚蠢如席贝时的森林哥布林，你也不想给这群贱民陪葬吧？赶快放下武器，回到我身边吧。在你眼里，他们是贱民，是底层的蝼蚁，是能够随意消耗的耗材。所以说，在你的角度，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巨牙大师，但是拒绝，在我眼里，他们是同伴，是战友，是达瓦里斯。我们有着同一个理想，我们立下了同一个誓言，就是消灭这个部落的不公平。都到这种关头了，怎么可能放弃？再煽动一次士气，拼了！大萨满，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绝无第三种可能。达瓦里斯们，无名者大师的血绝不能白流，我们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倒在前行的路上。为了无名者大志，简直就是愚蠢！一群贱民也妄想翻天。大萨满，大事不好了！那是。那群没毛的两脚怪聚集了大军来袭，前线部队恐怕抵挡不住，请立刻派援军。这不可能！我们俘虏调查过两脚怪，他们是那么孱弱，甚至连部落的贱民都打不过。没错，前线可是有碎骨将军的大军驻守，怎么可能被一群孱弱的两脚怪攻破？这次我们遭遇的两脚怪跟印象中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有精良的装甲。我们的武器难以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且领头的两脚怪甚至能释放诡异的手段，完全挡住了我们的骑射。是种族之敌，这群两脚怪一定就是神域中的种族之敌呀！怎么会这样？种族之敌竟然不是一支，而是一支军队。这种族之敌不是我拿到的称号吗？话说古神战士，他们居然这么懂得抓住时机。陆可期那老阴逼不愧是我的同类，颇有能力啊！大萨满，求求你快派出援军，遏制两脚怪大军的进攻，不然碎骨将军必死无疑啊！大萨满，当务之急是抵挡强势来袭的种族之敌。我愿意带着追随我的同胞们上前线杀敌，你也必须派出主力部队去支援前线。只要能把支持大萨满的部队全部支开，我就能偷偷溜回来玩斩首了。巨牙这混账！煽动贱民叛乱，现在又表现得一副大局为重的样子。大萨满，巨牙大师，巨牙这叛贼说的有道理，大局为重啊！不行，必须除掉他，宗族之敌必须扼杀。虽然巨牙率众暴乱，贱民杀害了众多贵族，但是在面对种族之敌时，都是同胞。我宽恕你们的罪孽。对，伟大始祖见证。我宣布部落的新律法：若是底层贱民能够在战场上杀死种族之敌，那他也就能够获得贵族身份。我们居然能成为贵族了！大萨满不追究我们的暴乱了？老东西当机立断，这一手利益分化很有火候。大萨满，贱民们愚蠢，被巨牙煽动，赦免他们情有可原，但凭什么让他们也能成为贵族？当然，这不是无条件的。巨牙，以上律法想要成立，必须与我进行一场神圣决斗，来偿还你们所有反叛者的罪孽。原来如此，大萨满并不是真的要宽恕那群贱民，而是要借神圣决斗的名义先除掉巨牙呀。只要巨牙这个领头死了，事后再处理那些贱民就简单了。巨牙，你可敢接受我的决斗邀请吗？原来如此，老东西是判断我这个巨牙萨满战斗力远不及他，所以找理由正大光明灭口。而且在抛出了贱民也能成为贵族的饵料后，哪怕是我率领的森林哥布林，也有不少开始动摇了。贪婪和自私是智慧生命永远逃不开的枷锁。在得知自己有机会成为贵族之后，他的理想也从消灭剥削转变成为了剥削者。他现在巴不得你接受大萨满的条件呢。哼，
我正愁没机会抓他落单，想不到他主动送上门了。好，我接受你的决斗邀请。巨牙大只，大瓦里什不能答应大萨满呐！巨牙大只，大萨满这是知道你战斗力弱小，想要以决斗为名义杀了你。达瓦利西，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付种族之敌。如果我不接受决斗，大萨满是不会同意联合出兵保卫部落的。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了消除剥削，为了让部落变得更好而战斗的。如果以我的死能够换来部落安全，换来达瓦利西们得到公平对待，我死而无悔。达瓦利西，我走之后，你们不必怀念我，只要你们牢记我们的理想，没有忘记我们是为什么而战的，就足够了。巨牙大只，我在想什么呀？我刚才竟然盼着巨牙大只快点赴死。巨牙大只不要去呀！巨牙大只，他是多么无私，多么伟大呀！哪怕是敌人，我也好尊敬他。高！我就说你的小把戏对付小兵还行，对付这种能触发狩猎任务的小头目是没用的。闭嘴！我已经封住了他的行动，你还不快动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可恶啊！如果有萨满随军，有秘术强化的话，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困境？大块头，让你见识见识本大爷的力量！糟了！一字斩！消灭这支森林哥布林的部队后，就可以对部落展开总攻了。这次主线任务，我志在必得。哥布林举行神圣决斗的地点，就在位于神殿北侧的先祖阴魂决斗场。因为哥布林以驾驭其他生物为种族特长，所以决斗特别允许参与者可以携带一只自己调教完毕的奴隶生物作为帮手。神圣决斗有伟大的始祖见证，不允许决斗参与者以外的任何哥布林在场。当大门关闭后，决斗场内彻底成为了一个黑箱。巨牙，我承认你鼓动贱民暴乱夺权的手段很独特，让我防不胜防。但是你算漏了一点，贱民愚蠢，只要随便给他们一点甜头，就能让他们四分五裂，再也团结不起来。决斗开始前喜欢说垃圾话，还真是惯例呢。到了林说的时候。对了，需要演奴隶。米娅姐姐，已经不需要扮演奴隶喽。这东西你带着，应该对你也有强化效果。带着奴隶项圈的半人马根本没有自我意志，你和他说话，巨牙，你是被吓傻了吗？什么？这是半人马的特殊射箭技巧？呼啦！你的半人马还有原本的意识？米娅姐姐，别跟他客气，用之前我给你准备的箭，全力射爆他！呼啦啦！这箭躲不开！可恶！咒术战斗记忆再现！什么？这可是我特意用小助手花积分兑换的爆裂剑，效果看起来很不错啊。巨牙，我不得不承认，我小看你了。虽然你依靠出奇之胜伤到了他，但伟大始祖对他的加护，让他的伤势恢复了大半。接下来他会更加谨慎，同样的招式对他没用了。巨牙，没想到你那副贪玩享乐的姿态，居然只是伪装。真正的你，野心勃勃，智谋算计，更是阴狠毒辣。他现在很警惕，正在全力维持防护罩。一支爆裂箭只能消耗他的防护罩25%的能量。你以为凭借秘术让人马奴隶掌握曾经的战斗技巧，就能胜过我了吗？现在，我让我的奴隶也恢复了战斗记忆。他的诅咒被森林哥布林秘术压制了一点，重复战斗的技巧。他是无比绑定的弓箭手，
不是你的人马娘能碰瓷的。果然没那么简单。巨牙，你的奴隶不可能是我坐骑的对手。这场决斗已经能分出胜负了。别看他现在似乎是在废话，实际上他在集中精神力，准备施法偷袭，可惜瞒不过你。本能力真是开挂。语言干扰的同时，还在偷偷蓄力，难怪他这么让人不爽。原来是我的同类啊！我提前买的爆裂剑是5积分一套，一套10支，还有9发弹药，先试探一下。米娅姐姐，用爆裂剑攻击人马。可是，米娅姐姐，你还记得答应过我什么吗？为了报仇，我们必须有牺牲的觉悟。就算他是同族，现在也是我们的敌人。比起无条件执行命令的蜘蛛妹，人马娘对我的信赖还是不太够。觉悟，相信，林，乌兰，这怎么会？我的坐骑原本是半人马部落的酋长，弓箭技艺是半人马一族最强的。你的奴隶射箭技巧已经被看穿了。他的秘术已经蓄力50%，大的还没来，但是快来了。米娅姐姐，实行战术 B。巨牙，以为你和奴隶人马合一就能有胜算吗？没用的，你甚至不可能来到我的坐骑面前。你这根本就不是人马合一，是自暴自弃了吗？然而太晚了，就算你现在跪地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的。瞄准巨牙，射他！果然，完全把目标对准了我。这样一来，倒是不用担心人马娘被针对。哼，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秘术的？趁现在！乌兰，乌兰，我还活着，而巨牙的特殊剑士已经用完，他杀不掉我，而我的秘术即将完成。什么？这只怪物从哪儿冒出来的？难道也是巨牙的手段？不过，加油，干他！怎么回事？果然没有那么简单。蜘蛛妹和大萨满属性上的差距太大，就算战术占优，也抹不平这个差距吧。没用的，我肉身力量一直处于在秘术强化之下，绝不可能被这孱弱的斩击伤到。更何况，我的最强秘术雷霆萨满通灵术在这一刻完成，伟大始祖的精魄之力庇佑着我，我现在是无敌的。活物，你大可以竭尽全力的攻过来，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伟大始祖的加护。大的已经来了，这只大萨满的雷霆萨满通灵术 LV1 生效后，精魂之力环绕加护，让他肉搏战力达到 LV2 的水准，并且可以进行变幻莫测的远程精魂攻击。虽然只是个人推测，并不确定，但目前来看，古神安排的每个副本任务都会存在一个副本 BOSS。副本 BOSS 除了属性强大以外，还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首领级技能。一般来说，首领级技能可以让副本 BOSS 在战斗中获得极大优势，但是为此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或者说存在巨大的弱点。这个大萨满很明显就是副本 BOSS， 他的首领技能就是雷霆萨满通灵术。如果能发现他的首领级技能的弱点，或许可以花最小的代价解决它。如果不能，现在害怕已经晚了。巨牙，接下来我要当着你的面把你操控的魔物虐杀，然后再处决你，割下你的每一寸血肉，献祭给伟大始祖。
先从你这只刚才对我利刃相向的狂妄魔物开始。啊！不啦！想偷袭？滚开！没用的，这些蝼蚁的攻击对我是没用的，给我死吧！死作为战士，荣耀！林巨牙，你所倚仗的战力在我面前什么也不是。就算你现在救下他又如何？你们最后都会被我虐杀。你猜的没错，首领级秘术带来的强化虽然强大，但是一旦强化时机结束，他也会陷入极度虚弱的状态。但是你现在的战力根本拖不到那个时候呢。巨牙，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已经被吓傻了？大萨满，你难道就没注意到，哪怕你精魂之力附体，施展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我和我的魔物都没有丝毫动摇吗？哼，你是想说你自己是勇士，想在死前为自己争取一点颜面吗？不，我只是在诉说一个事实。首领级技能虽然强大到超乎常理，但我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你说你早就知道我的必杀技能了？不可能！我一生谨慎，见识过我这份力量的仇敌都已经死了。等等，难道说……不愧是12精神，有点脑子的森林哥布林，你终于意识到，你这只孱弱的魔物竟然也能有必杀技能。首领技能，欲望母神的怜悯。这股力量波动，竟然逼近了得到金魄之力的我。明白了，这只魔物的必杀技能是爆发型，这一击投入了他的全部，只要能挡下这一击，他就废了。伟大始祖的加护是不会被轻易打破的。巨牙，你的魔物哪怕用尽全力，也无法突破我的防御。你输。果然，绝处逢生的瞬间是最容易松懈的。蜘蛛妹的首领技能欲望母神的怜悯，是将身体全部力量灌注在一击之上的爆发型技能。通过属性面板得到的详细信息是，这一招的威力是根据力量和敏捷的总和来计算。而根据之前的事，可以判断首领级秘术强化后的大萨满，如果全力防御，应该能勉强挡下这一招。所以，收割他吧，小鸡姐姐，鼓舞士气。不可能，这绝不可！和计算的一样，抓住大萨满为瞬间的松懈，用鼓舞士气强化属性，瞬间强化蜘蛛妹首领技能的威力，破防的瞬间斩杀大萨满，是我们唯一的胜利之法。蜘蛛妹使用首领技能之后陷入虚弱状态，力量敏捷的基础属性减半，她变弱了，是时候转换攻守之势。哦不，仔细想想，即使她这么弱，也还是比你强多了。这题是怎么搞得我像是在吃软饭一样？现在是考虑这个的时候吗？当务之急当然是考虑摸尸体、搜刮战利品。明明是一刀两断，尸体怎么还分解成这么多碎块？蜘蛛妹的首领技能这么诡异的吗？看面板，这个东西身上应该也有强化属性的装备，可不能错过了。啊，小鸡姐姐，你身体还好吧？不要勉强自己。又是獠牙挂坠，该不会哥布林一族的强化装备都是挂坠吧？小鸡姐姐啊，你是想让我帮你带上这个？倒是不用蜘蛛妹刻意提醒，最好的装备本来就是要给她的。虽然现在是10点敏捷，但是如果解除虚弱状态，就是18点敏捷。能把敏捷属性提升到18的她，已然是蜘蛛母怪中凤毛麟角般的存在，此子恐怖如斯啊！跟之前比起来，只提升了1点敏捷，难道大萨满挂坠只是外形上更高级？
实际效果和普通萨满的挂坠一样。你等等，小鸡姐姐，这东西，你真的忍心拒绝这么虚弱可怜的蜘蛛妹的请求吗？仔细想想，如果计算得失之后有那个必要的话，你真的能做到呢？抛开提示不谈，蜘蛛妹的敏捷属性居然没有变化。她现在啃着巨牙萨满的挂坠，按理说不算是装备上挂坠了吧？换言之，大萨满挂坠其实可以增加2点敏捷，而这个强化值并不能和增加1点敏捷的挂坠叠加。小鸡姐姐，既然你喜欢，那就拿它当零食吃了吧。既然装备带来的属性强化不能叠加，那换下来的装备确实没有太大的用处。毕竟古神也没有开回收装备的功能，魔物的装备也不可能卖给玩家，所以拿来维持蜘蛛妹的好感也无妨。提示，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他的身体吸收了一丝叉叉的力量，出现了普通蜘蛛母怪不会有的进化趋势。你真是走运。叉叉的力量是什么？不会是那种不可名状啊？不过看提示，蜘蛛妹身上出现的变化对我来说是好事，应该不用担心有麻烦。林，快来！人马娘那边出什么事吗？森林哥布林死了，他活着，能不能救他？这只半人马奴隶刚才恢复了正常半人马的战斗技巧，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恢复了意识，而是被大萨满的秘术控制，再现战斗记忆。抱歉，我没有救他的方法。在戴上充满诅咒之力的奴隶项圈之后，他的灵魂就已经死了。蜘蛛妹和人马娘虽然都有伤势，但还是能继续战斗，所以没必要急着跑路。尼娅姐姐，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必须摧毁神殿中心的祭坛。只要那个祭坛依旧存在，森林哥布林就能源源不断的从异世界入侵这里，类似人马部落被毁灭的事还会不断发生。责任我们的。虽然这人马娘的情绪太丰富，但关键时刻没有被感情拖累行动，魏家心思单纯善良，倒是挺合适缔约的。将军，这场战斗，放心，先让那群贱民送死，消耗一波敌军的实力，然后我们再出击。不要冲动，只要达瓦里什临走之前叮嘱过我们，我们可以为部落而战斗，但不能被那些剥削者利用了。我们应该把阵地后撤一点，和正规军一起冲锋。你们这群蠢货，居然还听巨牙的话，除了愚蠢还是愚蠢。和正规军一起冲锋，我们还怎么斩获两脚怪的头颅？这可是成为新贵族的机会，我们绝不会放弃。你们自己愚蠢，放弃一步成为上层贵族的机会就算了，别来祸害我们。我将带头冲锋，斩杀两脚怪，成为大贵族。别难过了，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明白，我只是……没想到都已经是部落存亡之战了，居然还留了神殿守卫。这里面果然有很重要的东西。诸位，前面就是诞生森林哥布林的源头。只要击破挡路的森林哥布林部队，就能完成古神布置的主线任务，就是我们人类的胜利。我们所有人都经历了血与汗的厮杀，生死之间的战场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现在我们每个人更是得到了古神恩赐的装备，我们已然踏足超凡。陆可期这手鼓舞人心的手段有点厉害啊！如果说原本古神战士的战力有5点，那在他演讲之后，至少都提升到了10点。为了今天这次决战，我们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天时地利人和尽在我方，优势在人族，这一战必胜！必胜！冲锋！杀！绝不后退！杀！一路走来都没触发防护罩，看来并没有什么陷阱机关。接下来只要把祭坛给毁了就行了。这是……
力量，我感受到了力量在增强。伟大的始祖庇佑着我们呐！这群森林哥布林突然变得好强。森林哥布林的战力怎么突然提升了？如果放任不管，就算这一战能赢，肯定会折损更多的人，以后就没韭菜割了。指挥权转交给郑池，这一战绝不能输。接下来，我将带头冲锋。老陆，你玩命啊！弟兄们，跟我上！上！虽然不清楚这黑气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效果，但是总感觉不是好东西。懒得管那么多，只要把祭坛毁了，拿到主线任务奖励就闪人。小鸡姐姐，砍爆他！这黑气果然有害，为了阻挡黑气，防护罩的能量消耗大的可怕。不好，蜘蛛妹和人马娘都没有防护罩，他们在这么浓烈的黑气里，岂不是危？臭香，咦，来自叉叉的力量本就是魔物的最爱，哪怕只是叉叉泄露的一丝气息，也可以治愈魔物，促进魔物的成长，只是要小心过犹不及啊。这东西对魔物无害，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好处。要帮他？米娅姐姐不用担心，小鸡姐姐没事的。蜘蛛妹的伤势已经治愈，虚弱状态也已经解除。既然这黑气能让魔物成长，那就没必要让她躲开黑气了。不过，人马娘虽然也被治愈了伤势，但并没有被那股黑气给强化，这是怎么回事？吸收了叉叉的一丝气息，蜘蛛妹的属性提升了，而且还是全属性提升，只是要小心过犹不及哦。话说回来，这个叉叉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依稀记得之前有提示说他们是叉叉的造物，这两个叉叉是否是同一个？这感觉是。他已经触碰到 LBE 的极限，但是并没有突破这个极限的手段，如果再不停止，就要爆了。不用提示我也能感觉到，蜘蛛妹的身体情况很不妙，她不能再吸收那些黑气了。小鸡姐姐，把祭坛彻底破坏，然后我们撤离这里。米娅姐姐，小鸡姐姐，趁现在无士气。这是，怎么回事？力量消失了。森林哥布林身上的古怪力量消失了，他们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跟我杀！杀！情况不对，再打下去必败无疑。撤退，撤退啊！弟兄们，我们已经完成第1阶段的任务了，接下来跟我冲进部落，完成全部任务，拿下丰厚的奖励吧！冲进去，拿下属于我们的奖励！这黑气果然和祭坛有关，祭坛被彻底破坏后就自动消散了。主线任务顺利完成，下面开始计算个人贡献。这么快就成功了？看来陆可七率领的那帮古神战士战斗力不弱啊，估计他们很快就能杀入雷霆部落，我得赶快撤了。终于走到这一步了，我付出了这么多积分，甚至主动上前线，为的就是拿下这个主线任务的最高奖励。主线任务顺利完成，下面开始计算个人贡献。啊，怎么回事？我明明还没有找到那个所谓的扭曲根源，为什么会提示任务已完成？难道有人趁着我们和森林哥布林大军正面交战，部落守备空虚，抢先进入部落，斩断了扭曲根源？太可恶了！做出这种事的人不得好死！简直就是人类的公敌啊！
究竟是哪个王八蛋做的？老子带人在战场浴血厮杀，结果被人摘了桃子。你的个人贡献排行第2，接下来将发放主线任务奖励。我费尽心力筹划一切，就是为了拿到最多的主线任务奖励，结果竟然是做了他人家业。我发誓，一定会找出这个摘桃子的人，然后让他付出代价。你的个人贡献排行第1，接下来将发放主线任务奖励。看来股神的评判还是挺公平的。老实说，这次让蜘蛛妹得到了强化，现在又能拿贡献第1的奖励，收获颇丰啊！奖励：阿加莎的1级战斗宝箱。红色等级，我记得这是最高的评级了吧？股神这么慷慨。离，在看什么？明明没东西。主线任务奖励宝箱没有地点限制，可随时开启。开启红色品质宝箱，90%概率获得金色品质道具，10%概率获得红色品质道具，其他品质宝箱遵从同类规则。啊，这开股神宝箱也和抽盲盒一样玩刺激吗？这么说来，之前从紫色宝箱开出紫色道具，算是我运气好了。既然现在就能在外面开宝箱，那就没必要拖延。我倒要看看我的手气怎么样。金光，好东西啊！不对，是开到90%概率的金色道具了。没错，它就是那个筋斗云，乘着它，你便可以翻山越岭，日行万里，无所不能。人乃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良品。目前等级的筋斗云只能贴地悬浮，可随意收入主人体内，心中默念筋斗云，再翻个跟头，它就会出现。这算是坐骑？这东西不错，以后我要是高速移动，就不需要蜘蛛妹抱着跑了。虽然不能直接飞，但是悬浮状态也可以避开不少障碍了。你对人马娘的语言翻译效果失效了，距离上次吃药不知不觉过去了这么久。换言之，跟翻译糖豆同时吃下的替代药丸的幻术效果也消失了。难怪人马这么惊讶，在他眼里，我直接从哥布林的模样变成了人类了。虽然亲眼看到你从哥布林的样子变成人类的样子，但是他好像对你没有任何警惕，真是个傻孩子。这其实真是什么都不懂，身份可以假，但是打倒大萨满，帮他的部族报仇，这些事儿不会假。人马娘对我的好感已经足够高，就算我这时候承认之前都是在骗人，她也不会生气的。米娅姐姐，我没事的，似乎是我身上的诅咒又发生了变化，不过这次我觉得似乎是在朝着更好的方面转变。没事就好。他对你的谎言深信不疑，真是不知世事险恶的单纯人马。这个神奇突然出现。离开部落之后，我冥冥之中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我们半人马先祖英灵在感谢我。先祖英灵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只有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他说要赞扬我们为同族报仇的勇气，而这就是他给我的奖励。好想拜见先祖。米娅姐姐不用灰心，先祖英灵能显灵一次，就能显灵第2次，以后你一定有机会见到他的。人马娘的性格倒是跟我很合得来，现在要缔约应该挺稳。可是我升级之前是没法契约了，等到升级之后，它的作用和蜘蛛妹比起来也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最好是能契约一个能和蜘蛛妹形成互补的母。蜘蛛妹这是因为自己被冷落，所以不开心了吗？小鸡姐姐别紧张，我只是安慰一下米娅姐姐，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懂的，我懂的。仔细想想，如果要缔约多只有自我意识的魔物，今后我还得好好协调魔物之间的关系啊。那现在拿人马娘怎么办呢？是继续忽悠她跟在身边，还是让她自己游荡算了？好像都不太合适。林果然好厉害，我也要像他那样拯救族人。怎么回事？身负王者之血的无知后裔呀，如那保卫氏族的意志将无唤醒。如果如真的想要拯救族人，
那便去吧。回到草原，通过试炼，继承吾的人马王之位，找到吾失传的宝藏，继承吾断绝的力量，然后让人马王国重焕荣光。虽然不知道这东西为什么会冒出来，但是听他的意思，人马原来曾经拥有一个王国，人马娘还有王族血脉，然后他要去继承人马王的力量，成为新的人马王，或者说人马女王，继承王位。之后我又和人马娘交流了许久，总算是知道了人马王、人马王国等事件的来龙去脉。按照人马娘的说法，人马一族一直是草原上的霸主，他们不断开疆扩土，最终在一位强大的君主的带领下，建立了一个富饶且强大的国度，纵横整个草原。而那位君主就是首位，也是唯一一位人马王。但是那位人马王推崇唯才是举，没有选择血亲继承王位，而是留下了一副试炼之路，只有通过才有资格成王。但这一举没有为王国带来繁荣。他死后，人马王国内各个势力立即开始争权，各自宣称争夺。而几乎就在同时，人马们又遇到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可怕入侵生物——哥布林。在内忧外患下，不可一世的人马王国分崩离析，而分离的人马部族们各自为战，很快就被赶出了草原，又不断迁徙，最终来到了这里。失散的人马部落互相没有联系，所以米娅看见我这个忽然冒出来的新人马，并没有太意外。也因为漫长的时光过去，各个人马部落的习俗不同，米娅完全没有怀疑过我以前的各种胡扯。人马王解除诅咒，但是试炼困难，我不行。林，打败大萨满，行，你当人马王。米娅姐姐，人马王的残像选了你做人马王，肯定也是有他的用意的。打败哥布林萨满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米娅姐姐绝对有资格成为人马王的，不要泄气。我这个假人马怎么可能当真王？还是得让他上。去吧，去成为人马王吧，我会支持你的。如果人马娘真的能成为人马王，我岂不是有机会契约人马王了？这瞬间就感觉不鸡肋了呀。小鸡姐姐你别激动，之后我会好好陪你的。林，我们回大草原继承王位。抱歉啊，米娅姐姐，因为诅咒的原因，我不能离开这片森林太远。哦，理解。米娅姐姐，你不用难过。虽然我没办法直接跟你回草原，但是我帮助你的心是不会变的。不论是成为人马王，还是我升级，都需要时间，所以我现在肯定没办法跟他缔约。我不知道自己能离开古神多远，没有古神商店，我也没办法继续升级，所以还是让他自己去参加试炼比较好。不过也不能真的就这么简单让他走了，得拿点道具给他。可惜小助手次数用完了，我得回大本营一趟。米娅姐姐，你先别去，等我留个联络通讯的方式，我马上回来。好，等你。这个就是祭坛，而且哥布林大萨满的尸体也在外面。可恶，祭坛被毁 ，BOSS 也被人砍了，这人干的可真够彻底。陆队长，接下来怎么办？兄弟们拼杀了那么久，这下不是白忙活了？不急，我这边刚刚发现了一些东西，现在共享给你们看看。这是现实任务，要哥布林消失，意思是只要杀他们就行了吧？只要杀哥布林就有分儿，太棒了！哥布林属于外来入侵生物，而主线任务几乎明示了，我们需要除掉这群入侵生物。要灭绝入侵生物，斩断源头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显而易见。拿走主线任务奖励的人固然可恶，但他的斩首行为也极打击了哥布林们的士气，令他们一触即溃。诸位，杀戮的时间到了，海量的积分正等着我们。哈哈，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杀光那群哥布林！多亏了陆队长触发这个任务，陆队长万岁！
陆可期果然够敏锐，竟然让他触发了这种赚翻天的任务。不过他为什么就这么大方，直接共享给所有人？目的是团队积分奖励？不对，他其实想借着这个任务查出是谁拿走了主线奖励。有能力拿走主线奖励的人，在这种团队任务中不可能籍籍无名，到时候只需要探查积分排名，就可以大致确定是什么人，至少也可以缩小范围。而这个任务又有团队积分奖励保底，接到任务的人没有不刷的选项。这样的操作下来，最差的情况也能确认内鬼不在自己团队里。这么短的时间就策划出这种决策，这家伙果然必须要提防。离可爱、热心肠、帮助我、好人马，通过试炼继承王位，回报他，让他成为王国勇士。我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贱人，米娅女王。想靠近米娅女士，得先经过我。提升侍卫也合适。不，专心修炼，别想太多。米娅姐姐，林，事情办完了？其实也没多大事啊，我就是用筋斗云试图召集那些被奴役的人马。现在哥布林部落彻底崩溃，人马失去主人之后，进入了一种全凭本能行动的状态。他们会自己狩猎，满足身体所需，但是依旧无法交流。可是以同族的身份驱使他们，倒没什么问题。所以米娅姐姐基本上不用顾虑族人的问题，他们会在这里一直等待，直到你王者归来。我要赶快。哦，然后还有这个，米娅姐姐带上这个通讯器，我们将来就可以比较方便的联络了。以后用来联系林。如果米娅姐姐未来遇到了什么困难，只要把它握在手心，默念我的名字，我就会听到你的召唤，前来相助。不过米娅姐姐要记住，这东西有次数限制的，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就不要随意联系了。联络小灵通，白色普通品质简陋的通讯器材，只能一对之间互相联络。不过由于它是古神创造的，所以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就可以在任何地点联系上，哪怕相隔很远。注意，只能用10次哟。真可以啊，虽然只要5积分，但是居然只能联络10次。这5积分已经是我最后的积分了，这下又一贫如洗了。罢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给未来的人马女王投资，这些不算多。米娅姐姐放心，只要你遇到了困难，哪怕我不离开森林，也会想办法来帮你的。所以你就安心出发吧。林，真是感谢，你也一定要保重。这片大陆上恐怕没多少人马了，我们互相照顾是应该的。林，再见。我等着米娅姐姐称王的好消息。人马娘这边的事算是彻底解决了，接下来要换一边处理了。哇，50点积分，太棒了！哎呀，没白忙活一晚上。哈哈哈，这下效率可比之前高多了。老王，这次你排名多少？135名，这波刷分直接赚翻了。我已经让人留意过排行了，大家分数都比较平均，没有特别突出者。我这边也是，同样，并未找到可疑者。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击败关底 BOSS 的人不在我们队伍里了。哼，有能耐吃我们嘴边肉的人，果然不是泛泛之辈。这个仇老子记下了，要让我查出来，非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好了，这次是我把各位召集起来，最后却没有完成应有的成果，这是我的失职。如果可以，希望各位把搜寻此人的任务交给我，再让他们追查下去有些不妙。此人有能耐在多人之前动手解决 BOSS， 实力一定很强。他最好是能为我所用，即使不成，也必须由我亲手处理。陆大队长费尽心机为我们触发了最后的刷分任务，足以弥补那些所谓的过失了。再让你在这种小事上劳心费神，大可不必。再说，这人其实也没多难找。请各位打开这次任务的积分排行，然后往上拉。这位小朋友，
上次任务积分还是0，这次忽然有了如此突飞猛进的提升，有很大的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啊！不好了，萨满大师，雷霆部落被两角怪袭击，神圣的祭坛被毁，大萨满也死了，我们怎么办呢？萨满大师去哪里了？第10个了。击杀10位首领级哥布林，达成成就哥布林头领斩杀者，奖励阿加莎的宝箱紫色稀有品质。第1阶段大任务结束，所有任务暂停更新，积分排行已公布。搞定，直接到第1名了。这次有些用力过猛啊，以后可能开始有人找我麻烦了。不过也无所谓，我现实中存在感低的特点，没想到在古神世界可以大放异彩。现实中人类不会看不见我，可是这些怪物却对我的存在真的毫无察觉。也正因如此，我才能在那个蜘蛛洞里找到那个东西，那个理论上无人能够获得的官邸奖励——五行使者的特殊转之书。虽然这些哥布林不至于和蜘蛛洞穴的蜘蛛怪一样看不见我，可是借由五行使者的土遁技能，我可以做到来去几乎毫无踪影。既然已经到第1了，以后也没必要再遮遮掩掩，直接扩大优势，下一次还拿第1。所以雷哥和陆大队长不必多说，这个平南雪之前也是积分排行榜近100的任务，唯独这个排名第1的司如阳第1次副本还是0积分，但这次竟然就突飞猛进到第1名了。或者你们有人见过他，他其实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哎，不知道，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看来就是他没跑了，司如阳是吧？要让我碰见了，绝对得好好找他算账。等等，你们太武断了。或许这个人是运气好，也触发了什么收益很大的任务呢？虽然我对罪魁祸首是谁并不是太关心，但我不能看着你们随便怀疑无辜者。他们俩的行事风格本来就有冲突，现在这一争算是彻底把矛盾摆上台面了。这几乎是2选1的局面，还真有点难啊。还是选于敏吧，虽然他分数更低，但雷正行事太不靠谱，甚至很有可能败坏我团队的名声。于小姐，记得你之前的职业是刑警吧？以你的专业技能，能不能分析出什么？本来我是觉得最终奖励被谁拿都一样的。算了，既然你们坚持，我就针对现场情况来一次犯罪侧写吧。死者生前的最后一刻，明显在进行激烈的搏斗，也正是这些伤，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分析伤口，同时有锐器切割和剑矢洞穿的痕迹，其中还混杂了一些炸裂的灼伤。这要么是团伙作案，要么犯人是个高手，远近都能使。我们在开始进攻之前，哥布林方的秩序十分稳定，也就是说，犯人最多和我们同时开始行动，内鬼的可能性被排除，大团队行动也不利于隐蔽，所以动手的最多也就2个人，1个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再考虑性格孤僻的可能性，搏斗痕迹倒推出体格，身手可以推断出职业，职业可知大致的社交网，所以犯人应该是这样的。之前给人马娘送道具时动作太轻易，结果又引起蜘蛛妹的不满，一直往身上套了3件她编织的蛛丝衣，她才开心。唉，好烦啊，但也算幸福的烦恼了。毕竟我之前占了一堆好处，还有强大又美丽的蜘蛛妹，就是看不见陆可期那边到底是什么反应了。重归自由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回了大本营进行调整。虽然我身上已经没有积分了，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回来看看有没有刷新更厉害的道具。结果并没有，货架上还是那些垃圾道具，
浪费我的感情。这算悬赏啊！这么多大佬联手，这人干了啥呀？我能找到就好了，400积分呐！悬赏？不会是对我悬赏吧？我这次可是釜底抽薪，拿走了最大的奖励。这是寻人启事，有一位勇士独立击杀森林哥布林 BOSS， 挽狂澜于极岛，保留我等古神战士元气。可惜为表感谢就已失散，现成寻此人，希望大家踊跃提供消息。何时无误后必有谢礼，勇士若前来我处，将以400积分作为谢礼。400积分，大手笔啊！想要吸纳高手，壮大自己势力吗？可惜400积分虽然香，我却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啊。独来独往不好吗？虽然不知道他们怎么确定的人，而且连画像都没有，但是很明显，他们要找的不是我。既然不找我，那我完全不用关心这些吧。继续当个逍遥快活的独行侠。小耗子，好久不见。虽说他见到你表面上很开心，但其实内心好像是有一种不同的情绪在。话说，女生的面板你都偷看，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女人心那么难懂，更需要看面板了。林小雨这提升挺大嘛，不过这内心不同情绪是怎么回事？虽然有些好奇，但现在的我只想做个独行侠，还是不要和他有过多瓜葛的好。能在这儿见到雨儿姐姐，真是太好了。是吗？但我刚才看你在发呆，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没有啊，我只是在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真的没事？要是有什么困难，可别瞒着姐姐。是太久没见到的缘故吧？怎么感觉今天的林小雨格外关心我？放心吧，我有小鸡姐姐在身边，自然都不是问题。倒是姐姐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我也挺好的，不用担心。阴阳，有什么东西要来了？是股神啊！又有新任务了吗？我很欣慰，汝等顺利完成了第1阶段的任务，第2阶段的任务也即将到来。以汝等此时能力，接下来的任务会异常艰难。汝等需要做出更多的进化与改变。第1步便是人类很擅长的聚群，我将给予汝等3日时间组成团队。3日后，没有组成团队的人，将会有好心的吾亲自净除。祝诸位好运！没进团队的就死，这算哪门子好心呢？谁要组队啊？老子要单枪匹马杀哥布林。接下来的任务还要增加难度吗？这日子没法过了。有想过第1阶段结束，古神会有所行动，没想到居然来得这么快。以我现在的实力，明明做个独行侠更容易捞好处，怎么突然发布了组队任务？还是强制性的？这古神搁这玩我呢？但仔细想来，下阶段难度超高，即便古神不来这处，到时没实力的人应该也会自觉的抱团取暖。现在这任务迫使所有人提前完成组队，等遇到强敌时，可以保留更多有生力量，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提升。只是无形中妨碍了我这种独行侠。眼下不加入团队会死，加入团队的话，隐藏实力会被派去当炮灰，暴露实力的话，我个人又有危险，更别说偷偷捞好处了。若想要破局，就只能加入一个挂命又不会对我有所限制的团队。可这样的团队一时间去哪里找？林小雨，他既知道蜘蛛妹的存在，还无条件的信任我，还有软饭王的加持，不正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吗？这次的任务，允儿姐姐肯定很轻松，毕竟姐姐这么厉害，应该早就有自己的团队了吧？保险起见，最好还是先探出林小雨的组队情况，再做打算。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万一他在别人的团队里不是领导者，那加入团队就没有意义了。其实姐姐现在是一个人，正想着去找别人的团队碰碰运气呢。那姐姐一直是独自行动吗？好厉害啊！真意外，以她的个性风格，居然会没有团队。莫非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好我也是一个人。云儿姐姐，不如咱们俩组建个团队吧。不过这样也顺了我意，只有我和她的话，行动起来肯定会更加便利。可是只有我们2个人的话，以姐姐的力量恐怕没法保护好你，所以还是一起加入别人的团队更稳妥些。在我的记忆中，林小雨一直是不惧困难、乐于助人的，怎么却在保护我的事情上犹豫起来了？甚至都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实力了。仔细想来，以上个任务的强度，他若是没有在外挂也没有队伍的情况下，别说提升这么大，就连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而眼下他种种反常表现，加上面板提示的内心不同情绪，我能猜想到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他原来有小队，但是全灭了。因为心里有阴影，所以他才会选择一起加入别人的队伍。但眼下，要是真如他意，结果一样会在外人面前暴露我的实力。还是得想办法劝他组建团队才行。这点姐姐不用太过担心，其实战力方面我一直有所隐瞒。小鸡姐姐非常强大，强大到只靠她一路就能拿到不少好处。既然你有实力超群的蜘蛛怪傍身，那就更不需要姐姐的保护了吧？看来只是提及小鸡姐姐的强大还是不够。既然如此，那就再透露些自己的真实信息，以我自身的弱小来激起她的保护欲，从而迫使她走出阴霾。反正有阮方王的影响在，即便多说些，也不必担心林小雨会背叛我。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我的职业很特别，虽然能让小鸡姐姐听话，但代价就是没法加强自身，只能强化小鸡姐姐，这也最终导致了我自身很弱。正是因为这个弱点，我才一直只能小心翼翼的单独行动，和别人在一起就会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每次小鸡姐姐出去战斗，我都只能躲起来。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姐姐能待在身边保护我，那就好了。这次恰逢古神下达了组队任务，而姐姐又正好在身边，我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如果姐姐不嫌弃小耗子的话，就一起组建团队吧。原来小耗子你竟然有这样的苦衷，我不能再因为我的原因而让你身处险境了。那就多多指教了，小耗子。你的一番装可怜，成功的激起了他的保护欲，使他暂时克服了心理阴影，居然玩弄女人的感情，你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呀！我可是会负责到底，怎么能算是渣男？我现在身上也就不到100积分了，距离组建团队需要的400积分还差好多呢。小耗子，你那边还有多少？我那点积分都拿去强化了，现在我身上是0积分。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差。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在短时间内得到300多的积分呢？怎么又是你？韩威愿奉上所有积分，只求能加入林小姐所组建的团队。在如此残酷的世界中，能靠这样的面板幸存，除了运气成分外，定然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殊本领吧？云儿姐姐，这是你熟人吗？我和他也只是有过一面之缘，之后就被他一直缠着。这几日没见到他人，原本以为他已经放弃了，没想到又在这里出现了。听姐姐的说辞，这人不就是跟踪狂吗？小兄弟别误会，我并非那种变态跟踪狂。自从那日，我有幸在林中窥见了林小姐的战斗英姿，强大的实力令我折服。手撕哥布林的场景更令我热血沸腾。手撕吗？不是他说的那样子。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林小姐在厮杀时，即使明知自己会受伤，也要保护倒下的队友。保护倒下的队友，这么说和我之前预想的一样，林小允之前确实是有队伍存在的。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其实原本我想要第一时间加入队伍的，但那场战斗的惨烈，到最后只剩下了林小姐一个人。面对那样痛苦的林小姐，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至始至终觉得林小姐是唯一值得托付的领头人，
从未有过放弃追随的想法。但我怕轻易提出组队会掀起往日伤疤，所以一直期待着林小姐有朝一日能重新振作起来。和我之前的猜想一样，林小允之前的队伍果然是全灭了。直到刚才古神宣布必须组队，远远的又看到了林小姐，这才斗胆出现请求入队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像我这种没什么作战能力的人，本就没什么选择。要是这么善良强大的林小姐也不愿收留我，像我这样的废物就只能自生自灭，我不甘心啊！唉，希望林小雨能心软吧，不然的话，我这样的人就算去了别的队伍，一定是好处靠后，挨刀先上。话里怎么突然有了点道德绑架的味道？莫非他也是在利用林小允的善良，达到自己的目的？呸呸呸！什么叫也是？我相信林小姐是绝对不会放弃我的，我说到做到，这就把身上的积分都交给林小姐。正所谓有舍才有得，这次为了保命，我算是大放血了。等，几句话就能把原本排斥的林小允搞得难以拒绝，这应该就是面板刚才提到的特殊本领吧？收到潘威赠予1积分。嘴上说的天花乱坠，结果这家伙只发来了1积分。看来他果然是个老油条。虽说指望不上此人贡献多少积分，但如此能说会道，倒是个带我取回悬赏令积分的好人选。届时还能将陆可期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让我在暗处更加安稳，一举两得。我在战斗帮不上什么忙，但在后勤方面，林小姐尽管放心交给我，而且我男人的第六感很强，经常可以避开危险。看属性就知道，此人没什么大的抱负。虽然说话跑火车，但那充其量也只是为了求生自保，让大佬带罢了，没什么过多想法。只是知人爱财都可以出卖肉体，林子大了，他真是什么鸟都有。面板没什么问题，这人还是可以信任的。爱财如命，倒是正中我的下怀。让你加入也不是不行，但是有件事你必须去做。有什么需要在下做的？大哥请讲。小猴子，你在打什么主意？真的要让他加入吗？然儿姐姐，我自有打算，剩下的交给我就好。其实让你入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积分，连创建队伍都是问题。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凑齐积分，办法只有城里张贴的悬赏令了吧？难不成大哥的意思是让我前去冒领悬赏令上的积分？不错不错，立刻就领会了我的意思了。冒充这位大佬的话，被他知道了前来问罪，我个人死活无关紧要，连累到大哥和林小姐就不好了。切，这么多积分，要不是忌惮那个大佬，我早就去冒领了，还轮得到你在这儿提醒我？这个你完全不必担心，因为那个所谓的大佬实际上是我的好兄弟。大哥认识大佬再好不过了，正好可以让他亲自出马。而且大哥，这种事情是不是得先让大佬知道会更好一点呀？我兄弟虽然强，但其实很社恐的，让他亲自领积分的事情就不用想了。不过你要是想和他打招呼，现在就可以，因为他就在附近。以后呢，勺儿消失的头发便是他存在的证明。后面的头发什么时候被削掉了？如此悄无声息，我完全没有察觉。若是有杀心，那我充满智慧的脑袋岂不是要和身体分家了？哪儿来的高手啊？你有什么疑问吗？大哥、大佬、林小姐，你们放心，我潘威定会顺利领回积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抱上这样的大腿，多付出一点努力也是必须的。小猴子，潘威已经去准备道具了。你说的那个大佬就是你自己吧？嘘，月儿姐姐，小声点儿。你也知道我的情况，真不敢泄露给其他人知道啊。虽然我捞了不少好处，可都是道具之类的奖励，积分都没多少，不然也不会让潘威去忽悠积分了。希望他能表现好一点吧。也是难为你了。放心吧，小耗子，姐姐一定会继续支持你，让我们这个团队能够更好的存活下去的。
这营地不大，守卫还真是不少。不过没关系，有真正的大佬做后盾，即便是被发现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况且通过道具可以得到大哥的随时指导，按照大哥说的去做，肯定不会有问题。他们能张贴悬赏令，说明已经得到了些许我兄弟的讯息。若想坐实伪证，就需要你装作独行侠一人前去。到时他们肯定会想办法验明你的真假。虽说我们可以提前制定好一些回答，但毕竟计划赶不上变化，要是遗漏了什么，很可能会露出破绽。大哥，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用这个吧。这道具叫通讯耳螺，耳螺的壳和肉是互通的通讯装置，一方拿着壳，另一方将肉放入耳内，只要两人相距不超过1公里的范围，便可以随意通话。螺肉可以嵌入耳内深处，即便我戴上，他人也不会察觉。到时大哥只需对着壳螺指挥我，便可万无一失。可以，就这么办吧。此次大会不为别的事情，就是探讨下大量新人加入后的分配问题。各位可有什么见解吗？团长，有个人说自己是悬赏令上的，现已带在帐前，快请进来。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外狩猎，回城才发现你们在寻找我，是敌是友，现在就请说个明白。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怎么这么多人？不能慌，有大哥把关，肯定没问题的。我叫陆可期，是这个团队的团长。这次的确非常唐突，但在这个没有网络的世界找人，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还请多多包涵。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如此迫切只为感激英雄壮举，还请入座。如若信得过我，可否告知遵行大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潘威。没想到这个潘威之前畏畏缩缩，现在去做事那毫不怯场，还真有两把刷子。实不相瞒，此次劳驾来此，除了表达感激之外，也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想要知道潘兄到底是如何做到只身斩杀了 BOSS 的。这个人看起来很是硬气，想必也是有些这门事，只是外貌完全不同于于敏的描述，保险起见，还是先问清楚再做判断。如此大费周章的找我，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吗？说来也是，你们这些抱团取暖的人，又怎能理解孤狼的强大？原本我是想连着首领和剩下的哥布林一起端了的，但发现只有首领的奖励，为了不浪费时间，也就只好提前潜入森林哥布林老巢，斩杀了他们的首领。这点信息还远远不足以证明他就是那个摘桃的人，得让他说出更多的细节才行。哎呀，潘兄胆识过人，想必只身一人与 BOSS 拼杀，肯定也是十分精彩。能否详细说说当时的作战细节呢？他这样问，也就是说，其所掌控的讯息，其实连战斗细节都能对照。果然，陆可期身边还是有不少能人。幸好我就是当事人，要不还真不好对付他。看来你还是很有眼光的嘛。我经历了那么多场战斗，往往都是一招秒杀，唯一能打得有来有回，也就是那场首领战了。我一进到 BOSS 房间内，只见哥布林大萨满身下挎着半人马首领，很是威武。正所谓敌人见面分外眼红，但面对其逼人杀气，我屹立门前，没有丝毫怯懦。哥布林大萨满只会胯下半人马首领发难，顿时如雨剑指攻来。见状，我便以单手兵刃淡然挡下来袭攻势。用兵刃挡下半人马首领射来的箭矢，这真的可能吗？而且还是单手。这就是你的无知了。纵然对方是半人马首领，但实力被哥布林用秘术禁锢，无法使用天赋技能，只能用普通攻击。就算速度再快，箭矢再密，要挡下又有何难？比如之后我便抓住了对方空档，还送了其几支爆炸箭矢，即便他能挡下，也会被爆炸波及。这便是道具与技能的重要性。哦，原来如此。那之后呢？他们不会就这样被炸死了吧？待尘土散去，只见那哥布林大萨满悬浮于地表，虽身有所伤，但不足致死。为求生而狂怒的他，唤起先祖加持，顿时其力量倍增，绿光萦绕，完好如初。
那岂不是很糟糕？的确很糟糕，因为他让我使出了冥王拔刀次元斩。他死前最后见到的是自己的脑浆啊！不愧是大佬。虽然他讲的天花乱坠，但我看他在排行榜上明明还不如我们，感觉还是不可信呢。仅靠等级和积分能看出个屁实力啊！更何况你看的排名还是过时信息。回想起来，我当时也只是简述了相关细节，他便将故事改编得如此夸张，还能自圆其说，让其他人信服啊！这潘威还真是伶牙俐齿。可我有一事不明，潘兄到底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潜入 BOSS 房间内的？因为据我们的观察，途径之路并没有任何战斗痕迹。那是因为，这陆可期提问的角度还真是刁钻，一下子就问到我的盲区了。别慌，现在你可以用我之前告诉你的哥布林神殿做文章。我事先了解了他们对于部落中神殿的重视，于是先攻击了神殿，顺便放走了几个报信的，将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那边，自然也就兵不血刃的来到首领处了。他说出的情节与我们的推断全都对得上号，只是这外貌与于敏的描述完全不沾边。奇怪，为何现在得到的信息越多，反而越难以判断了？当下还是要先稳住他，再从长计议。如此看来，潘兄的战斗果然惊艳。聊了这么久，眼看时间也不早了，为了尽到地主之谊，我们准备好好款待一下潘兄，还请不要拒绝啊！团长，我找到悬赏令上的人了。团长，此人就是司如阳，他就是团长之前猜测的人呐。看上去感觉很有实力啊。那是当然，上次积分排行榜他可是第1页。当初只是怀疑，没想到这司如阳竟和于敏的外貌侧写如此相似，甚至连佩戴的装备都与预想的一样。原来这位就是如阳兄，哎呀，久仰大名，还请快入座。司如阳，没想到居然真的来了个冒充我的人。如阳兄已正式来得晚，我来向你们隆重介绍下，坐在旁侧的这位是看到悬赏令来的潘威。这司如阳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双方真假难辨，相互印证一下，总能发现些许端倪。也就是说，现在这营帐内有2个自称击杀 BOSS 的人，若不是2人合作的话，那只能说明有一方是在撒谎了。好小子，敢来冒充我大哥的兄弟，这一次我潘威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听说能领400积分，想着能捞一笔才来的，难不成刚到这就碰到了本尊？也太倒霉了吧！被这家伙盯着还真是如坐针毡。好在从头到尾我都没说过我就是击杀 BOSS 的人，他们现在要怪，也只能怪判断错误的正池。对了，我的五行秘术可以通过对方身上的气焰判断出实力如何。若他真是击杀 BOSS 的人，那定然实力非凡，一眼便能认出。好弱，完全不是能单杀 BOSS 的水平，这也只能是冒领积分的骗子吗？看来只是我杞人忧天罢了。他以这种实力来行骗，还真是粪坑里插吸管，活出命来作死。就算我也不是本人，但至少比他可信多了。刚才潘兄你向我们说明了当时与 BOSS 的作战细节，正是既然你说如阳兄是我们所寻之人，那你们这边有什么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事物吗？首先，如阳兄无论是外貌还是其佩戴的装备，都非常符合于敏当时的侧写，这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其次，我也亲眼见证了他超群的实力，这也是击杀 BOSS 所必不可少的。而眼前的潘兄仅仅是说出了战斗细节，这根本不足以证明就是他亲手击杀的 BOSS。躲在什么地方偷看了当时的战斗也不是不可能，口说无凭，想要证明自己，至少也要拿出点实力来吧。哼，带着一个冒名的人，连我击杀 BOSS 时佩戴的武器都没搞清楚就来对峙，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还敢口出狂言，让我展露实力自证。哦，潘兄有用不同的武器，能否拿来一看？有何不可？这可是大哥特意让我带上，要拆穿你这个冒牌货，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啊，这便是我当时击杀 BOSS 时所用的武器，居然是弓箭和镰刀。哼，怎样？你们先前问了我那么多，想必也掌握了我不少信息吧？现在看到这个，便真假立判了吧？的确是真假立判了。早前于敏就做过现场调查，并得出过结论 ：BOSS 尸体上除了剑矢的伤口，就是剑伤。你这冒牌货都露馅了，还不自知呢？当时尸体上明显是较为细短的剑刃造成的切割伤，如果换作这把镰刀，刀身是由窄到宽，双面切口不会如此光滑，而会粗糙许多，甚至会有明显的撕裂伤。蜘蛛妹当时用的是首领技能的巨连虚影斩杀了 BOSS， 验尸结果居然是剑伤，这谁想得到啊？潘威，计划有变，想办法将罗肉留下，尽快脱身。搞了半天，陆团长其实一直都是在试探吧？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那么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走之前，潘某奉劝诸位，做人最好诚恳些，对你们有好处的。潘兄，获得400积分，赠与人陆可期。阮兄，莫要被此人打扰了兴致，这是悬赏令上许诺的400积分。哎呀，方才我差点被歹人蒙蔽，让你见笑了。这积分也算是表达歉意。如蒙不弃，我还想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下如阳兄加入我们的团队，以应对接下来的任务。不知有没有意愿？虽然目前也不能100%确定司如阳就是摘桃人，但我的初衷就是要留下人才为自己所用。只要他有实力，一切都不是问题。眼下我也是一个人，古神的任务也迫在眉睫了。若一定要加入个团队，陆可期他们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本人喜欢自由，讨厌束缚挂名，加入的合作形式可以接受。这陆可期求贤若渴，我正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谈资，想必他也不会拒绝。好，就按司兄弟说的来。是我辜负了大哥与大佬，没能顺利取回积分。哎呀，你先起来，这大庭广众的，让人家看到，还以为我们把你怎么着了呢？你不必自责，这次失败其实是我的判断失误导致的，和你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你留下的螺肉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我们之前对你的入队许诺还是作数的。多谢大哥，多谢大佬，日后我潘威定会好好表现，以弥补今日的失利。现在与其讨论入队的事情，倒不如抓紧时间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在期限到来前凑到足够的积分。这个我早有打算，既然没法智取，那便只能强夺了。大哥的意思是要我们直接武力夺取司如阳身上的积分吗？只靠我们3人的话，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毕竟他之前的积分排行可是第1呢。这个你不必担心，我兄弟会来帮助我们的。以我对孤狼玩家的了解，即便加入了团队，他也是闲不住的。你只需守在营口等他出现，将其引到哥布林神殿便可。有大佬助阵，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为了避免错过，我潘威这就守在营口，拽也要把他拽到目的地。小耗子，有什么问题吗？以我现在的力量，虽然有信心能胜过司如阳，但他毕竟拥有过大量积分，想必战斗经验也是十分丰富。只怕他察觉到不敌，会选择逃跑，那就麻烦了。小耗子，不要总想着什么都揽到自己身上。身为团队的一员，我当然也要出份力才行。防止他逃跑的事情，就交给姐姐吧。真如大哥所说，这家伙还真是闲不住啊，独自跑出营地。现在四下无人，正是好机会。刚才不还在呢吗？怎么我眨眼的功夫人就没了？骗子，跟踪我作甚？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啊！我只是想和大侠谈个生意，能赚到不少积分的那种，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啊？
骗子的话不可信。大侠，您要是真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恐怕早已人头落地了。我清楚，你也是为了积分才去陆可期那里的。而我现在正有赚取大把积分的信息想要共享，还请您手下留情啊！反正他这么弱，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倒不如听他说说看。什么信息？很好，这家伙上套了。我在战场捡垃圾时，偶然在一处隐蔽地点发现了一个宝箱，只要靠近它，就会接到特殊任务。任务说明打开宝箱就可获得海量积分，只是其周围有大量魔物守护，难以获取。而我很清楚，若是找团队来帮忙，那分到的积分肯定就很少了。只有找到一个高手，才能分到最多的积分，所以才擅自跟踪您的。他所说的情况我倒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虽然不清楚他所说的那些魔物强度如何，但还是先去看看吧。这获取大量积分的机会可不能错过了。何地？我也不傻的，直接告诉你地方，那好处不都被您捞完了？所以去之前我们要先说好，积分到手，你我5-5分成。别生气，大侠，您拿大头就是了。别废话，快带路。这不是哥布林的大本营吗？我之前去过哥布林神殿，除了废墟没什么隐藏奖励，难道还有其他的地方？就是这里吗？对的，宝箱就在前面神殿内部。大侠，我们快走吧。不闭眼了，殿内只有一片废墟，骗我至此有何目的？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啊！我并不是有意想要骗您的，只是我特别崇拜您的实力，想要多和您相处学习才出此下策的，完全没有恶意啊！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嘿，的确，现在信不信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什么？让我心惊胆战了那么久，这次我定要让你连本带利的赔给我。怎么没人啊？我明明看到他掉下去了。混蛋！明明没有任何实力，还妄想用这种小儿科陷阱把我困住。这胖子就如此喜欢作死吗？好，那我就成全你。锦盾，光华斩！居然劫击下了我的盾术攻击，好强！正面攻击的话，我未必是他对手，但只是为了教训这胖子就以身涉险，实在是不值当。君子报仇10年不晚，总还有机会的。我的身体，为何我的身体突然如此僵硬？我受控的想要冲向传来声响的地方，是这语言在捣鬼。这招潮拳，双拳发出声响的范围内，由我的精神力锁定他人。只要双方精神力相差不大，便可以强制其5分钟内只对我攻击。女人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让我只想着攻击她，没法施展thủ盾逃走？他居然和你一样是隐藏的特殊职业五行使者，你身手见长，只可惜还是你手上的魔物更加敏捷一些。身手见长，好在有林小远的超前助阵，要不还真可能让他逃了。别紧张，司如阳，我们只谋财，不害命。我已经收到积分了。只是把别人白给的400积分交出去，想来其实我也没损失什么。现在先保全自己要紧。既然积分到账，还请各位放了我吧。莫急莫急，这只是拿回了原本就属于大佬的400积分，接下来就要清算你我的账目了。刚才你那一下可是吓我吓得不轻呢，这精神损失费怎么着也得这个数吧？当然，如果你不想拿也可以，那就用你身上的装备来抵偿吧。嘿嘿嘿嘿嘿。积分没了还可以再赚的，但没有了装备只会寸步难行。可恶！要不是有高手罩着，
我早就把这死胖子碎尸万段了。但现在贝琴只能任他宰割，我一定要忍耐，忍耐呀！这是刚才收到的精神损失费，大哥请笑纳。他被绑着，我们直接走不就好了？小耗子，你怎么还给他打昏了？云儿姐姐有所不知，她现在只是因为忌惮你的潮拳才束手就擒的，而潮拳已经失效。要是他突然使用遁术反击，我们定然难以招架，打晕他是最保险的做法。的确呀，这家伙的手段特殊，刚才落入陷阱都不能奈何他，更别说现在只是绑住他，谁知道他是不是还留了一手？大哥果然够谨慎啊！事已经办完，这次麻烦大哥了，下次有时间再单独见面吧。原来大佬也在，多谢大佬，感谢大佬。不愧是大佬，连副本的蜘蛛 BOSS 都能使唤。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是赶快回去组建团队，免得夜长梦多。目前按照团长的要求筛选，2团的人快要接近饱和了。古神透露过，下个阶段很是艰难，2团的后勤保障也是异常重要的。继续筛选，等完全饱和后再做打算吧。将筛出的弱者分配到2团，在明面上宣称是后勤团，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名正言顺地挑选强者，以保证1团的实力。还有，刚才我来的路上，从守卫口中得知，司如阳早前已经不在营地，现在刚开始合作，团长是不是过于纵容他了？哦，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有了和他随时联系的方式。况且强者就应该有强者的特殊待遇。您的团队已登陆，请慢走。古神注视着您。好在古神限制的时间还没到，我们算是赶上组建团队的末班车了。那个2位，让我做团长，那样真的好吗？明明我才是最弱的那个。谁来当团长，又不是看战斗力定的。况且这次能顺利组建团队，你也是功不可没的，有点自信嘛。你说呢，小耗子？你没问题的。没想到大哥和林小姐如此信任我，我潘威定当不负2位重托，是要将我们的团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你怎么又缠上我了？鼻涕要蹭到我身上了。由潘威在外和人交善，我只需在后出谋划策，这样才便于我隐藏身份，也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了。哎呀，潘威，你没事吧？不碍事的，林小姐，不过是脸着地罢了。之前也见到过那样的裂缝，应该是古神把我们丢到这儿的吧？好简陋的房间啊，连装修都没有，这是哪里啊？这里是主城中的商场，应该不止我们，古神战士都被传送来了。商场？古神把我们传送到这里是要做什么吗？我想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很欣慰，尔等找到了各自的团队。眼看第2阶段任务开启在即，为了帮助诸位更好地应对强敌，吾将在此送出一份大礼，开放团队驻地系统。所谓驻地，便是团队专属的地盘，只要尔等妥善利用，便可在之后的作战中事半功倍。比如根据团队所需，选择不同的驻地风格，可获得不同的属性加持。同时，所属驻地内的商品也会有一定的优惠，甚至能带其找到更为稀有的特殊道具。当然，这些都是由尔等的团队贡献值自由调整的。想必聪明的诸位都已经察觉到了，如今所在的驻地只是个空壳。若想激活这些功能，就需要先选好驻地风格。由于驻地初始等级有所区别，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吾将按照汝等的综合实力进行重新排词，发放资格证明。
更高的级别也就意味着其所附加的效果越强大。当然，为了做到汝等社会中的人性化，这获得的资格是可以自愿转让的。那么，尔等将会做出何种选择呢？吾将拭目以待。哇！潘威，我恨这古神的传送。这次古神的排名设计很合理嘛，不仅只能查看自己的资格保护隐私，也没有直接用积分排名，不然我肯定要垫底了。让我来挑个最好的。最好的地方有全属性+1，但有1000积分。这选驻地居然还要积分的吗？以现在手上剩下的积分，这钻石级和青铜级也没啥区别了，真是白高兴一场。唉，这古神还真是变着法欺负我穷啊。不过，与其让这资格砸自己手上，倒不如直接找人卖掉换成积分。毕竟我很清楚，至少有1人对这钻石资格应该是十分迫切的。哎，这次的驻地系统简直就是为了我们团队量身定做的嘛！我们既不缺积分，也不缺人才，那最高级的驻地岂不手到擒来？说的不错，在团长英明领导下，现在又能有最强驻地的支持，我们团队必将更加强大。多说无益，还是先看一下各自的资格级别吧。咱们团长的实力居然也才白银级资格，这钻石级资格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实力才能获得呀？居然是钻石级资格的人才能选到那个全属性加成的驻地吗？可恶，全团这么多人，居然连一个钻石级资格都没有。团长，现在能有钻石级资格的人，恐怕团内就只有司如阳了。只不过他现在没在营内。不碍事，我来与他连线。我居然只是白金级资格吗？这综合实力到底是怎么排的？陆可期，大哥的意思是，大佬刚才已经来信说要把他的钻石级资格交给你处理了吗？当然，以他的实力来说，这点小加强根本就不够看的。反正留着这资格也没啥用，就给我了。不过现在我们拿这个资格也没有什么用，毕竟买驻地是需要积分的。的确，在赚到足够的积分之前，这个资格对我们没什么意义，还不如……不如卖给有需要的人，换一笔我们急需的积分。陆可期团队绝对是最有钱的。不，陆可期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最合适的人选是司如阳。我明白了，司如阳被陆可期他们视作古神战士第1人，受到各种优待。只要他还想在陆可期的队伍里骗吃骗喝，就得拿出钻石资格证明自己。我们找他交易，绝对可以好好坑他一笔积分。那就决定了，我们分头去找司如阳。还有个好处，就是避免留下线索，让陆可期推测出我的真实实力。虽然我和他并无矛盾，但对同类小心点总没错。早知道如今要找司如阳交易，当初就不敲诈他那一笔积分了。先不说找到人能不能交易成功，他不报复我就已经很庆幸了。但大哥的选择我也不能不听，如今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再说3人分头找人，也不见得就被我碰到。司如阳，胖子。冤家路窄，懂？不能慌，老大可是已经教过我该怎么说了，可不能掉链子。而且在城镇里，根据古神的规则，不能互相伤害，没什么好怕的。我也正好在找你呢，你现在应该正在头疼陆可期那边的问题吧？毕竟他们觉得你会是唯一的钻石资格的拥有者呀。我这里可有能帮你一把的钻石资格哟，你不想要吗？你有钻石资格？既然要谈，我们还是放尊重一点比较好。让我想想，大哥是怎么说的来着？第一步，
直捣黄龙。我也不和你谈虚的，这是你加入陆可期队伍第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我愿意把只有1个的钻石资格卖给你，一口价500积分。这是大哥计算过的结果，他身上绝对有。我身上总共也就500积分，这是要把我敲骨吸髓啊！既然这小胖子要与我交易，看来钻石资格就在他的身上。现在他又是1个人，那我不如把这混蛋掳到城镇外，特种方法用一遍，总能让他把资格交出来。这是想动手啊！真被老大说中了，那就看我第2步，断其后路。你还想被大佬敲晕过去吗？你不会以为和你交易，大佬放心我1个人过来吧？这……算了，既然你不想要，那我还是去找另一个买家吧。我是想帮你一把才来找你，你不珍惜机会呀。第3步，以退为进。卖给谁好呢？要不就陆可期吧。等一下，我买。成交，谢谢惠顾哈，以后有机会常来常往。真想宰了这个死胖子！有驻地真不错呀。不过为什么只有我们3个人呢？大佬难道不加入我们队伍吗？大佬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社恐，他觉得我们3个还是会让他不自在，所以不加入我们队伍了。哦，原来如此，理解。他虽然嘴上相信了，但是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哦。从一些旁枝末节中，隐隐猜到背后的大佬究竟是谁了。这是看起来憨厚，实则机灵的小胖子呢。这是猜到了我就是那个虚构出来的大佬吗？看来他确实不是傻子，情商很高啊。这样的工具人才好用啊。有驻地固然是好，但我们现在手上的积分加起来也就600多，上来就花400积分买个加1精神的驻地，这样真的好吗？林小姐不必多虑，大哥这样做肯定是有自己的打算，况且这已经是我们能买到的最好驻地了。首先我不觉得古神会无故推出无用的东西，从古神的任务提示推测，越早买驻地风格越好。对我来说，只加精神的驻地和4维都加的驻地完全就没有区别，能买当然得买。其实还有个原因，精神属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弱。我兄弟告诉过我，精神属性是会影响锻炼术的学习速度，精神越高，速度越快。这也多亏这段时间和林小允的相处，才发现的这点。大哥好奇怪，为什么给我们团队起这么一个看不懂的名字呢？刨去驻地的花费，目前还剩下230积分，看起来是不少，但其实提升还是很有限的，况且还需要预留一些，以备不时之需。想要快速提升的话，买装备或者道具倒是不错的选择。买道具什么的交给我就行，这方面我可是很擅长的，保证让大哥和林小姐满意。协助战斗的道具是好用，但都是消耗品，经不起持续作战。至于装备，商店里有卖的，都是应急用的，性价比太低了。好钢自然要用到刀刃上，看来我不能对你们隐瞒了。其实我之前学到了一项特殊技能，那就是能判断出你们锻炼哪一项属性能进步得更快。大哥原来还能看出来别人的强项吗？好厉害！先从允儿姐姐开始吧。好。据我的观察，允儿姐姐的强项应该是力量，而力量已经在锻炼了。既然是近战，那就需要弥补一下体质。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买0级的体质锻炼术了。还真是，我在锻炼力量居然都能看出来。到我了。大哥，是摸左手还是右手啊？不瞒大哥说，之前健身房的教练和我说过，我这是天生的挂肉体质，只要训练一段时间，定会成为行走的衣架子，迷倒万千少女。我去，健身房教练这是为了赚钱，啥违心的话都能说出来呀！这胖子天赋明明在敏捷，
朋友，灵活的死胖子，听说过没有？不过他能把自己的天赋变成短板，也算是人才了。那都是什么年代的审美了？现在的女生喜欢的都是反差萌，就是那种又大又快的感觉。大你已经做到了，只要再快起来，绝对能风靡万千少女。啊，真的吗？明明大哥都还没摸我手呢。你这种我打眼一看就知道了，根本不需要其他操作。好，那我就听大哥的。快起来的话，那就是临机敏捷锻炼术了。小耗子的建议应该不会错，但变快受女生欢迎这点，绝对是在撒火。这锻炼术还真是好使，刚用完就感觉自己出拳快了很多。也许吧。2本0级锻炼术40积分，临时随身商城购物助手40积分，2个回城卷轴10积分，再加上帮他们补充的宝石药剂10积分，预留的还有130积分，希望足够应付接下来的情况。还好我之前回城卷轴都没用，也不用宝石剂，不然消耗就更多了。我果然还是不喜欢人多。靠，潘威那家伙居然能混进这样的团队当队长，还有驻地风格，谁说不是呢？要知道我们团在霸哥的率领下，也就能凑齐组建团队的积分。驻地风格是实在没积分买了。要不是看到他一个人跑上跑下注册团队和购买驻地风格，我根本就不会相信啊！快看，潘伟出来了！嘘，等他离远一点，我们再跟上。哟，这不是我潘哥吗？潘哥，您现在可是攀上高枝了，有驻地风格的团队呀，居然还能让你当队长？嘿嘿，不知道你们团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高手呢？说出来让我们兄弟仰慕一下。你们3个当时怎么跟着王天霸欺负我的？现在还好意思上来问我？靠！这3个家伙有备而来呀！我出来上个厕所都被堵住了，一直盯着我吗？我劝你啊，最好乖乖的介绍一下，不然的话，你也不想再被我们堵着，见一次打一次吧？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嘛。韩伟也不是这种不明事理的人，你说是吧？看来是王天霸让他们来打探虚实的，毕竟他们知道我很弱，而有驻地风格的团队也就几个而已，所以对我们团队其他人很忌惮也正常。神驻地不能杀人，可是他们打我一顿，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还是忽悠他们一下，免受皮肉之苦好了。哦，看来你们也心里有数啊，知道我们团队买下驻地风格意味着什么吗？所以我也不遮掩了，我们团队可是一个100人的满员团，而且个个都是最新修炼的高手，杀哥布林不眨眼的那种。切，吹牛谁不会啊？真有那么多高手，还轮得着你当队长？那你们就不知道了，什么是高手？高手就是只修炼不管俗物的，他们互相之间都不服气，只有我才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没有我安抚他们的话，他们都会化身为没有人性的猛兽。如果不想那些高手毫无理性的在古神驻地展开无差别屠杀，就给我让开！算你们识相。你们也知道，有能力买下驻地风格的团队有什么样的实力。今天就放过你们，下次要是还敢无礼，我就会让你们知道一个强大团队的愤怒。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团队可能基于我们的驻地风格，所以特地过来打探虚实？没错，王天霸这个人阴险卑鄙，喜欢仗势欺人，而且刻薄无比，所以他团队没多少好手，积分不够买驻地风格，多半是看中我们的驻地了。现在有驻地风格的团队不过6、7个，被人看上也正常。老大，我不会给团队带来麻烦了吧？没关系，你做得很好。再说了，买下驻地的时候我就有心理准备了，总会有不开眼的人来找我们麻烦的。不过老大，
我已经把我们的实力吹得很强了，他们应该暂时不敢来找我们的麻烦。反正团队名单只展示团队的名字，别的资料都没有，他们被吓住也正常。可是，如果他们碰到我们的话，就会知道我们其实只有3个人了。没错，如果到时候他们还不安好些，觉得我们人少就可以欺负我们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己找死了。大哥，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哎，你快松开！松开！过了这段时间，相信尔等都已初步了解了驻地。事不宜迟，那么接下来第2阶段的任务正式开启。这次的任务是探索森林之外的迷雾山里。想要探索此地，首先需要解开其中迷雾。吾会将尔等传送到不同的区域。祝诸位古运昌隆。这传送门怎么又来啊？这就是第2阶任务的所在地吗？难怪古神先前要强制组建团队。这么庞大的山岭，个人进去很容易就石沉大海啊！你还好吧？我和古神的传送的确是有晕车的感觉，但他这反应也有点太夸张了。探索任务驱散山岭迷雾。森林之外的山岭被迷雾笼罩，诡秘而又危险。找寻解开迷雾的关键，让山岭重见天日吧。看任务的描述，我们应该只需要驱散一处迷雾就够了。一个团队一处吗？还是说……林小姐放心，我只是在用这种方式向古神抗议。一段时间不见，看你的样子怎么更拉了呀？大哥，瞧瞧我们这是遇上谁了？这不是潘威吗？看来我们的缘分真是不浅呐。切，真是晦气，居然就这么和他们碰到了。这一下我们的虚实……好你个潘威，你竟然敢骗我们！3个人的队伍也敢说有100多人？我就知道，潘威都能当上队长，能是什么厉害队伍？一个女的加一个小孩罢了。大哥，没想到我给你们惹的麻烦这么快就爆发了。安啦，之前不是说了，他们是自己在找死。小耗子，他们人数太多，非必要还是不要正面冲突，找机会脱身。一切听姐姐的。大哥，我们也没想到潘威敢撒谎啊！原本以为他们真是百人大团，还想要不要拉拢一下关系，结果总共就3个人，这就更离谱了。注册团队和购买风格所需的巨量积分，他们2人就能拿得出来，这实力不容小觑。要是不小心惹了什么大佬可不好办，但他们看起来可不像实力超群的样子。不行，还是要试探一下才行。从宝箱中开出的那个技能虽然鸡肋，可是放在这种环境下最适合不过了。我王天霸最喜欢结交朋友了，不知怎么称呼啊？有些人看到弱者就非常嚣张，对未知的对手就过于谨慎，这是一种动物残留下来的本能。反祖动物现在要来试探你了。果然和潘威说的一样，是个没什么下限的人。不过是他想做什么？认识。林浩，天平之手，亮白色，原来也只是和那个潘威一样的废物罢了，远不是我的对手。这位小姐，提示：他使用了特殊技能天平之手，强于他的人呈现红光，弱于他的人呈现白光，差距越大，光亮越强。发现你的面板数值远不如他后，他已经马上开始看不起你了。特殊技能，看来他运气不错。不过必须要碰触才能生效，只能以自身实力作为评判标准，更没有提示，比游戏人生面板差远了。微弱的红光，就比我强一点点嘛。2个废柴再加上一个普通高手，看来他们只不过是运气好一点，完成了一些积分奖励丰厚的任务罢了。
那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两位，这迷雾山谷的探索看起来就挺危险的，要不要与我们队伍合作？毕竟万众一心，其利断金，不是吗？而且我们队伍人多，也能保护你们呢。别开玩笑了，我再了解你不过，与你合作无异于是与虎谋皮，我们才不可能答应呢。靠，这家伙卑鄙无耻，还没底线，跟他合作肯定是送死我们去，好处他们拿，可不能把我们团给坑了。既然团长已经说了，那么不好意思，我们拒绝与你的合作。哎，怎么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呢？看来他又动歪脑筋了。我这可不是在征询你们的意见，是在通知你们这件事情而已啊！小猴子，大哥，小猴子，那个暗号是让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看来你们的关系很不错，那你们为了这个队友的安全，总该知道怎么做了吧？你们几人的关系还真牢靠，为了你，他们连先前探路都愿意。挺好的，每次探路都会折损一些队员，这次不用死自己的人了。汉威和林小雨身上都有回城卷轴，如果真的有危险，可以直接离开。这一点我倒不必担心。你们这些垃圾，要是没有我们强者的庇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让你们做炮灰，可是你们仅剩的价值。各位，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人呢？我后面的队友呢？哦，大哥哥，一不留神，你前面的队友也不见了哎。什么？人呢？他妈的，这些物不会是能吃人的吧？我该怎么办？之前几次危机全是靠牺牲了几个替死鬼才能化解，现在老子不想死，好不容易混出头，还没来得及享受，那种事情他要啊！你这是什么表情？你在嘲笑我啊？我可是强者，你这样的垃圾凭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他妈的，凭你也敢嘲笑老子？今天把你一嘴牙都打掉！我看你还笑得出来！这是魔物。我以后笑不笑得出来不好说，可你以后恐怕笑不出来了。什么？这个魔物怎么会听你的话？我明明探查过你的实力，你和潘威一样是个废物，怎么可能会差使这种魔物为你所用？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我给你当牛做马，只要你别杀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脸变得可真快。你刚刚说让你做什么都可以是吗？是的。能当队长的人身上果然还是有些东西的，积分炸出了100积分。至于这些装备，不太适合我，可以给林小雨和潘威用。我能给你的东西我都给你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吧？他没有说实话哦，并没有教得一干二净，身上还有些私藏道具呢。也是猜到了，一个自私阴险的人，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留退路？恐怕那私藏道具是用来保命的吧？算了，留他还有用的，没必要把他逼急了。这里迷雾重重，你不觉得和我们一起升华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吗？这听你的。不会错的，这是我刚才做的标记，也就是说，走了这么久，实际上是在原地转圈吧。如此短的路程，要是绕圈子不被察觉，那至少是有大转弯的路线。但我有留意，明明一直都在走直线，若不是绕圈子，那最有可能就是结界了。结界出现瞬间阻隔开了队伍，所以眼前的人瞬间就消失了。
这也就说得通了。无论从结界哪端进入，都会从对应的另一端出来，形成鬼打墙的错觉。但按9成来算，结界的范围并不算大。问题是，结界是如何形成的？小季姐姐，有什么发现吗？蜘蛛妹好像对那棵树很警惕的样子，是有什么危险气息吗？感觉到那棵树散发着特殊的气息，和森林中其他的树都不相同吗？这样说来，这棵树有可能是破局的关键了。新任务，摧毁阵眼，原来真的有不同啊。不过这树的样子和周围普通的树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蜘蛛妹的嗅觉，还真的难以察觉到。只是越是描述简单的任务，越觉得不会那么简单啊。看样子他也触发了相同的任务，而且看他的表情，对这个任务很有想法。他的底气应该就是没有交出来的私藏道具吧。原来都是这个迷雾结界让我的队友不见踪影。好啊，只要我毁了它，迷雾消散，我就能迅速集合队伍。到了那个时候，我队伍那么多人，又怎么会怕他？正好还有个没交出来的道具，能派上用场。等一下，这是干嘛呀？喂，这是干嘛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这任务奖励是我的，我不会给你捣乱的机会，就在这里等着吧。我完成任务就来给你松绑。既然他想要，那我就推他一把。混蛋！看你完成任务就不是要给我松绑，而是要杀我灭口了。不行，这可是特殊奖励，而且只要驱散了迷雾，我就不用怕他了。不错，这眼神变得坚定多了，看来是下定决心了。很好，先让他去探探路，确定不会有突发事件，就在最后关头让蜘蛛妹结果了他，奖励依然是我的。道具替身草人。没想到吧，我还有底牌没用呢。1天1次的脱身道具，我可是专门在等机会的。我现在就毁了这棵树，破了迷雾。你居然还有脱身道具！小鸡姐姐，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完成任务。小鸡姐姐，装样子就行，别真的拦住他。奖励是我的了，看我一拳毁了他！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大？我去，除了精神，另外3项是什么鬼数据？除了傻了点儿，这打人又快又疼又肉的不得了。果然这个任务没有字面上那么简单啊！救我！求你了，救我！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现在这个下场是你自作自受。给我滚！还能继续跑吧？王天霸的队友快追上来了，我们不能停。当然，我自从加了敏捷之后，从没有觉得自己能跑得这么快过。你能坚持就最好了，希望不是你的心理作用。星路王天霸的队伍莫名其妙的变少了快1半的人数，看来应该是这雾气有着更危险的东西。也不知道小耗子那边怎么样。小耗子，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被他躲开了吗？给我死！蜘蛛妹属性上差了不少，偷袭不成功的话，正面怎么都是抵抗不住的。不过，这哥布林应该不是 BOSS 级别的怪物，没有首领技能，蜘蛛妹爆发首领技能，加上鼓舞士气加持。蜘蛛妹爆发首领技能需要一点时间，看来我得先把这个哥布林吸引才行。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吗？可惜你从颜值到实力
都远不如他面前的蜘蛛妹。除非你能让他感到愤怒，但是以你的能力，只能远远的观看吧。靠！你居然想看我？不过面板提示也有道理，我这样的实力，就算远远的扔石头，也没办法伤到这个哥布林。至于近身，一靠近我可就气了，更没办法让他愤怒。啊！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个好像没什么卵用的天赋。虐死！丑八怪，本大爷的尿香不香？我丢！没想到迎风妙时长这天赋能在这个时候起作用。混蛋！你这是在找死！好快！剩下的能量果然还是打不了他一击了。幸好凌霄云里的护身符还没有用掉。武士技，小鸡姐姐，趁现在！首领技能欲望母神的连琴。这次多亏了林小远送的护身符，可惜是一次性道具。小鸡姐姐，你有什么东西要给我？替身草人，嘿，这可是个好东西啊！王天霸之前能够脱身，靠的就是这个吧？不过现在归我了。小鸡姐姐，谢谢你了。等我先看看这次的任务奖励。哇，紫色稀有品质，肯定是好东西。可惜称号宝箱只能回去才能开启，先收了再说。阵眼已经破除，迷雾正在快速散开。先找到林小雨和潘威他们。一路找来，看样子林小允他们是在被什么人追赶，是王天霸的队友吗？天色越来越暗了，都看不到多远的地方。小助手，有照亮的道具。刚刚那是什么？差一点就 game over 了。恭喜你中奖了！这是洞穴哥布林中的赤猴，隐藏在地下无声无息，极其擅长偷袭，江湖人称暴菊怪，而且特别狡猾。别指望他只打你的宠物不打你，这是你这种软饭王的克星，小心你的菊花。什么鬼提示？妈的，我现在防护道具都用光了，还真的有点危险。算了，我还是先走为妙。蜘蛛妹用了手影技能，还没有恢复，对上这家伙不见得有多大优势，跑远点，免得被他们战斗波及。蜘蛛妹现在年纪已经不如对方，不过力量还是有优势的。应该你……哎，怎么回事？我去，这都能跳上来的吗？哎呀，怎么还有一只？忘记告诉你了，这附近到处都是这种暴菊怪，看来你死定了。拜拜，下辈子再见。小鸡姐姐，是之前那只，失算了，这是这么久以来最狼狈的一次。这回麻烦了，两只一起吧，蜘蛛妹打不过来，全不敢跑。只能回城卷轴，为什么卷轴也有5秒的启动时间，不能被打断？哎呀！我去，别过来！云儿姐姐，大哥，小耗子，让小鸡配合我，我控住他们了。我有护身道具，短时间内死不了。小鸡姐姐，配合云儿姐姐干掉他们。林小颖的防护道具太脆了，根本不敢硬扛2个斥候的夹击。蜘蛛妹还没有恢复状态，做不到短时间内先斩杀掉一只，情况有些麻烦了。大哥，林小姐和这位蜘蛛姐姐好像已经落在下风了，而且我发现周围还有这种怪物啊！如果再多冒出来一只，回城卷轴要5秒的启动时间，我们跑得掉，云儿姐姐跑不掉。大哥，我们之前逃跑的时候，王天霸有手下被哥布林弄死了，我趁机从尸体上摸了一个道具，昏暗之雾，爆开之后可以让被圈中的人被烟雾包裹足足10秒，没法看到任何东西，正好可以让我们有使用回城卷轴的空间。嘿，
好东西，潘威，真有你的！云儿姐姐，你找个机会先跑回来，我们准备跑路了。小七姐姐，拜托你了，先缠住他们。10年不晚，蜘蛛妹彻底恢复，想要武器道具后，再回来搞死你们这群巨光鬼。原来雾气会散去，是因为你破坏了针眼。王天霸也因为触发了针眼的守卫而丧命了。啊，小耗子啊，下次就算你想要后发制人，也不能这样了。当时明明我们不需要被他们挟持的。姐姐，你说的对，我本来是想着看王天霸有没有别的办法，结果遇到了这么多事情。大哥，原来你经历了这么多。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已经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了。不过我想，潘威你应该早就猜出来了，小七姐姐其实就是跟着我的，我就是那个大佬。小耗子，反正从游戏人生的面板看来，他确实没什么坏心思，属于暂时可以信任的一份子。大哥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对了嘛，团队就得团结在一起，好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出色，相互扶持，一起走下去。刚才那2只哥布林斥候很难杀，但也意味着干掉他们，搞不好可以触发任务。我心里大概有点谱，既可以报这次死里逃生的仇，又能好好刷一波积分。对了，潘威，你之前说你发现周围还有那种怪物，这是你猜的，还是你真能感应到什么东西？嘿，大哥，这你可问到点子上了，这可不是什么乱猜。当时我在王天霸团队探路的时候，捡漏捡到了一个宝箱，开出来一个技能，可以模糊的感知到危险。迷雾之中，我们被王天霸的队友追杀，几次遇到抉择之时，都是潘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最后才甩掉了王天霸的那群人。我想这个技能和我的潮拳一样，都是特殊技能。那妥了，这回你们听我安排，我带大家把积分刷爆。难怪潘威在王天霸的队伍中总是探路而不死，这回劫到宝了。趁着小鸡姐姐还需要时间恢复状态，我们先去购买一些适用的道具护身吧。允儿姐姐是队伍中的前排，负责扛怪控怪，有了恢复药瓶和小范围的迷雾，进可攻，退可守。潘威你还是以自保为主，你那神奇的危险预警很重要，所以需要尽可能保证你的生存时间。那么我们分头行动，效率最大化。明白。给自己买完防御球，再加上为洞穴哥布林斥候准备的见面礼，手上的积分就只剩下70了。总觉得安全感还是不够，可是剩下的积分又有预防意外。但通过这次战斗不难看出，林小雨不可能时刻在身边，擅长进攻的蜘蛛妹也很难完美的保护，自保的问题依旧存在。当下虽说可以用道具自保，但那需要大量积分支持，并且有各种使用限制，不是长久之计。看样子想要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就得在日后第2只契约的魔物身上做文章了。比如拥有坚硬外壳和惊人防御力的能力，如果能契约的话，成为一个移动堡垒应该不成问题。要是能有凝固石化或者控制敌人的魔物娘也很好啊，哪怕只有短暂的效果，也能给蜘蛛妹造成不错的攻击机会。或者拥有治愈能力的魔物也不错，就算受伤，只要能够源源不断的进行疗伤，那么不仅能够帮助到我，还能帮助蜘蛛妹和林小雨潘威，一个团体增益就很完美。但这些都是后话了，先不说想契约就得升级，就算等级够了，也不见得能碰到合适的魔物娘。看来这事儿还是急不来啊。对了，之前还有个宝箱没开呢，万一开出什么长效的保命道具，或者精神药水也不错。趁他们还没买完道具，我先开看，要是能够再开出一件防御型的道具就好了，或者攻击型的也可以。这样我们的队伍就能再多一个输出位，增加一些战力，也不错。强感单毛，紫色稀有品质道具，将其戴在头上，可以加强人类所有的感知，不管是五感还是所谓的第6感直觉。警告：此道具入发生根，一旦戴上无法取下，会随时根据佩戴者的情绪改变形态。这是啥玩意儿？还带情绪表达的？大哥，我们来了！
啊，小耗子，你手里拿的是头发？还真是，不过这头发也不像是大哥的呀。呆毛会暴露真实情绪，对于我来说极为不利。但这玩意儿增强感知，却是对潘威极大的加强，倒不如直接赏给他，好进一步发挥其先遣队的特长。有股强大的气息在大哥身后的影子里，不会错的，是那只强大的蜘蛛散发出来的。哎，我的感知已经变得更加清晰了。这道具是我刚开宝箱得到的，可以增强佩戴者的所有感知，算是对你这次突围表现的奖励吧。你可要好好利用起来啊！哦，如此大恩，我潘威定不负大哥期望。亏着我自己没有这道具，还真是将真实的内心表露无遗啊！我能感觉到，再往前几步就会遭到哥布林的攻击了。左边危险的感觉要小一点，右边危险的感觉大一点。大佬，选哪边？先选左边，第一次稳妥一些。我丢。可能是我扔的不够大力，我再试试。还是之前那只菊花怪，可惜这回竟然被一颗石子给提前掉了出来。这个愚蠢的家伙！出来了，允儿姐姐！鼓舞士气发动，小鸡姐姐！你不讲武德，你偷袭，你欺负人家被嘲讽了，菊花怪死不瞑目。果然，只要这家伙被允儿姐姐控住，把后背露出来，以全盛状态的小鸡姐姐加上我鼓舞士气技能的增幅，秒杀掉不是问题。出任务了，这次是破坏洞穴哥布林的据点。我的猜测果然没错，类似这样的据点是会激活清理任务。果然，和之前对付森林哥布林出现的情况一模一样。大哥果然神机妙算，真给了积分任务。正常，这片山谷占地这么大，又是登上山脉的必经之地，这些哥布林在这里不断偷袭，当然会阻碍到我们的行动。古神因此颁发任务是必然的事情，其他团队应该也会先后接到这样的任务的。刚才的击杀证明了潘威的危险预警确实有效，而允儿姐姐的巢权范围也相当广阔，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加省力安全的方式来清理这些洞穴哥布林斥候，从而将这些敌人变成我们的积分。首先，让潘威针对性的钓鱼，一次只钓出一只，然后允儿姐姐在背后用巢权来吸引敌人，强行让敌人转向，露出破绽。最后，小鸡姐姐全力偷袭，一击必杀。不过，我的鼓舞士气技能一天只能使用5次，没有这个技能加持的话，小鸡姐姐还能不能秒杀就不太好讲了。所以接下来的行动，大家还是求稳。我们这个组合，比起绝大多数古神战士而言，已经是相当强悍的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身影经常出现在山谷的各个角落。凭借筋斗云的快速移动和潘威危险预警的效果，我们不断的触发任务，然后迅速完成。这其中最大的功臣是潘威，他的危险预警得到呆毛强化后，简直神乎其神。以前只能大概察觉到哪有危险，而现在哪儿危险大，哪儿危险小，都能清楚的探查出来。而其他的队伍也逐渐触发了清理据点的任务，只是第2阶段凶险程度远超第1阶段。古神战士的死亡人数在快速增加，但是剩下的人都得到了足够的提升。兄弟们，毁了这个据点，积分在等着诸位呢！杀啊！为了积分，小鸡姐姐使用首领技能，奖励阿加莎的精神大礼包宝箱，红色。哦，失败了3次，终于将这头 BOSS 击杀了。接下来我们准备回城休整一番。别看别人长着一张路人甲的脸，可是他已经获得了转职职业长毛战士喽。技能蓄力之后，将你一击捅成羊肉串不成问题。啊，不对，因为他无冤无仇，他不会对你轻易出手。转职职业长毛战士，还有一个，你的软饭王散发着魅力，
小姐姐看到你都忍不住要奶你一下。不过不要想歪了，只是治疗你一下而已。毕竟她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治疗师啊。又是一个转职职业，看来这段时间大家积分和属性药水都开始丰收，而等级2可以转职获得职业技能，也能大大提升战斗力和生存能力。不过也不用羡慕其他人，林小远和潘威也升到了2级，积分也攒够了，现在就带他们去买转职书。我的特殊职业0级的时候就可以转职，省了不少积分。对于他们两人将来的发展，我早就在游戏人生面板的协助下做出了规划。以林小远的能力和性格，很适合牧师系，而盾击者和治疗师这2大牧师分支职业，一个偏重防御和吸引火力，另一个则倾向治疗。盾击者防御能力出色，这能更好地发挥姐姐力量和特殊技能潮泉的优势。治疗师发挥的作用单一，姐姐的力量可不能浪费了。小耗子说的有道理，那我就转职盾击者吧。哎，大哥，那我呢？我选择哪一个转职比较好啊？我想一下，根据你的高敏捷的特性，我更倾向于你选择战士系的短刃战士分支。短刃战士可以依靠速度打出高伤害，这样正好掩盖你力量不足的缺陷。虽然法师系也不错，但法师系的技能太消耗精神力，你对危险的感知对团队更有用，精神力要用在刀刃上，同时也避免你敏捷属性的浪费。大哥分析的真好。2本转职书共花费400积分。接下来我们就回驻地，转职的同时，我们也把那个精神力宝箱给开了吧。第一次见的时候，潘威的思维还不能看，没想到3个月下来，不能看的人却变成了我了。小云姐的实力也突飞猛进了很多，不过也好，小云姐越强，我软饭王才更好用。有我撒娇卖萌卖可怜，小云姐怎么都不会弃于我不顾吧？好厉害！脑海之中直接浮现了盾牌的使用技巧，还有各种格挡以及击退的技巧，好像这就是我天然就会的一样。我也是，我脑海中直接出现了怎么样才能够跑得更快和隐藏身形的办法，还有许多武器的使用技巧，这太神奇了。我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各自职业所需的装备，虽然只是蓝色优秀品质，不过我也好奇，大家都转职后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技能？我们的技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那个宝箱能开出什么呀？其实我也很好奇能开出什么呀。大哥，快开了让我见识一下。伟大的阿加莎·尼古拉斯啊，请赐予我们运气，让我们开出那10%概率的红色宝物吧。不是技能书，好像也不是什么装备。圆形的？难道是什么特殊道具啊？难道这是……这能比得上3个金色道具啊！难怪是红色神话品质。大哥，你真是太幸运了。是啊，一直没开出精神属性药水，看来运气都集中在这个宝箱里了。除了抽取一次和全部抽取，其他的都看不懂啊。小耗子，看不懂最好，免得看到好的又抽不到，那更容易心烦。雨儿姐姐说的没错，还是干脆直接抽吧。这些是……装备、技能书和道具嘛，3个金色史诗物品，想想都兴奋呢。可惜没有属性药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呀。不过，就像潘威说的一样，3个金色史诗物品也很让人兴奋了。金色史诗装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获得，这可是仅次于红色神话道具的东西啊！是啊，大哥，快看看这金色史诗道具是不是能力特别变态？单项属性+3，也配得上史诗品质。也许对别人来说，精神属性没什么用，然而对我却很有用啊！精神转化力量，并且可以给队友使用，哼，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啊！以我现在的精神属性，足增加4点力量，还是范围 buff。恭喜大哥，贺喜大哥，得到如此大幅的提升。看看属性面板，可惜只有自身属性达到极限的时候才能升级，不然我现在已经可以升到2级了吧？先别急着显摆，剩下的那个纸条写的是什么？对啊，大哥，纸条还没看呢。这
这是什么？邪恶哥布林的线索？这就是金色史诗品质。从表面看，这张纸的价值比前2样东西差远了。可既然是金色史诗品质，那就一定有它的特殊之处。韩威说的没错，而且这可是一个红色道具开出的3个金色道具，或许什么？或许这3样东西属于一整套，除了属性和技能加强之外，相当于还提供了一次收益丰厚的探险机会，这才顶得上一个红色神话道具。探险机会。本质上，这3个道具都来自标注为精神大礼包的红色神话宝箱。哥布林先知冠冕，属性是精神加3，一体同神。哥布林先知专属技能，将精神力转化为力量，让队友增加战斗力。既然前2样都和精神有关，那么第3样想必也和精神有着很大的关系。听起来很有道理。之前那个精神大礼包也是我们击杀了一名哥布林萨满才爆出来的。那么，没错，所以我推断，称号宝箱开出的奖励很有可能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击杀哥布林的什么属性更高有关。前面之所以能够得到力量和敏捷属性的药水，是因为我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所击杀的哥布林都是力量和敏捷较为突出的，而大部分魔物也都是在力量、体质、敏捷上比较强，所以想要得到精神药水，就得完成击杀精神较强的哥布林任务，概率才会更高。没错，不过不是什么宝箱都能开出药水。之前我完成森林哥布林祭坛任务的时候，开出来的却是筋斗云。理论上那次我也有机会开出精神药水的。那么这张羊皮纸上的内容就很有可能是开出精神药水宝箱的线索了。也许开不出精神药水，可是至少通过这个线索，触发任务后奖励的宝箱必定和增加精神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就让我先去探查一下看看。小耗子，你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啊？我对大哥有信心，他一定能游刃有余的。允儿姐姐，你放心啦，我自有办法。而且那些邪恶森林哥布林虽然很邪恶，然而只是精神出色，其他属性相对一般，我有小鸡姐姐保护，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允儿姐姐，你和潘维接下来就在主城休息一下吧，我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早点回来。大哥走好。这片山谷清理的差不多了，所以就算我和蜘蛛妹单独行动，危险也不大。各种道具我也补齐了，能不能升级就看这次能不能触发任务了。按照坐标指示，对方就是在这片密林之中。接下来得自己走了。小鸡姐姐，你先躲进我的影子里吧，待会儿我叫你再出来，不用担心。我现在护身符和能量护罩都准备好了，不会有事的。邪恶哥布林们，我来了！已经深入森林了，距离坐标也很近了。这些家伙都在哪里呢？这个人已经死了，却被邪恶哥布林以某种秘法控制，能保持比生前更强的实力，以及尸体不腐烂。这些怪物还真是有点不得了的创造啊！这么多人，血影，我来了，敢现身吗？哥布林翻译糖包对所有哥布林都有效，希望我没猜错，那个血影依旧存活。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还会我们的语言？难道说两角兽你其实是血奇？不是我还有谁？在这个你们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刻，也只有我会像当年打赏你几具尸体那样出现在你们面前，给你们带来福音啊！还真是血奇，年纪比我们都大，所以只能寄生在两角兽身上吧。真是孱弱的家伙，看他连一个傀儡都没有带，嘿嘿，看来血奇混的也不怎么样啊。不过也是。哼哼，我们这些年来为了躲避追杀，也不敢继承过去的那些同族了。
要不是最近有这些两角兽旋过来，我们也没有傀儡可以驱使。这是血峰，仅存的3只邪恶洞穴哥布林萨满之一，和血旗的关系极其恶劣，所以尽管不知道你的来意，可是立即就开始嘲讽你了。果然，赌对了。只要说中这些私密消息，哪怕我是以人类身份现身，也能取得信任。毕竟大家都有夺舍寄生的本事，被赶出来就没有同族可以寄生，他们现在一定很焦虑吧？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还一见面就内讧，看来这些哥布林之间没有什么道义可讲，只有力量。血峰，你简直是坐井观天！我在外面冒险活动，就是为了寻找能让我们继续延长生命和成长的道路。你连傀儡都没有，自己还变成了孱弱的两角兽，我这就杀了你！那就让你看看我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小鸡姐姐，把左边那个哥布林连着他的傀儡一起砍了。这是一体同神5世纪精神之盾，起啪！这样，有了一体同神和古武世纪的同时加成，蜘蛛妹的力量达到了20年，敏捷更是高达22年。可惜，在不用首领技能的情况下，也没法秒杀这个家伙。雪琪，你回来是打算内讧的吗？就算血峰对你出言不逊，你出手也重了点吧。哼，恰恰相反，我这次回来是打算一起寻找属于我们的出路。那你为什么要把他伤得那么重？那当然是他这么恨我，那么他受伤之后会变得听话一点。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攻击这样一个家伙，说不定能触发任务。哎呦，可惜没有触发。把话说清楚一点吧，不然的话，你也别想走出这森林了。这血峰虽然是废物，可是我的魔物傀儡也没法做到一下将这个废物打得失去战斗能力。难道是因为这家伙躲在这个地方都不怎么出去，对古神没有什么威胁，所以不触发任务？就好像之前我碰到的那些已经不受控制的人马战士之后，也没有触发任务。没错，这只魔物虽然强悍，可是叠加了奴隶的力量之后，血峰不应该被这头魔物轻易击败。真是冷血的家伙，在察觉到你可能真有点什么作用的时候，他居然不顾同伴刚被你打残，仇恨值变成了中立，和你还真般配呢。果然，在寿命快到的时候，他们不会放弃任何希望的。只有他们对古神战士形成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激活任务吗？你可以探查一下你的奴隶是否变强了。啊，我的奴隶力量增强了3成，这是什么秘术？我们的萨满秘术只能让奴隶的力量叠加在自身来保护自己，却没法加强奴隶的力量啊！只有伟大始祖的祭坛才能有如此的增幅效果。没错，这正是我这些年的研究之一，将自身的力量反馈给奴隶，这样一来，奴隶冲锋陷阵的力量就会更强，而我们也不需要自己去和人对战了。你是说研究之一？哼，终于开始上钩了。那是当然，如果没有更好的研究效果和延寿秘术，我又怎会来寻你们？你们现在觉得刚才我对这个废物出手还是个问题吗？二位，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吧。当年逃出来的伙伴总共也就剩下我们4个了，大家寿命也快到头了，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的呢？没错，除了彼此，我们也没有可信任的人了。但是前提是你们别对我有什么想法，我们接下来才能好好的谈一下。这帮家伙最关注的是成为哥布林先知，其次就是续命。都这么久了，你们难道就没有注意到我头上戴着的是什么吗？既然他们是为了当哥布林先知才研究出寄生之法，那么成为哥布林先知显然就是他们的执念。希望他们能认出来，不然我还
真没办法引出接下来的话题。这难道是哥布林先知的冠冕？没错，这就是哥布林先知的冠冕。听我把话说完，哥布林先知的冠冕是哥布林伟大始祖赏赐给哥布林先知的，你们抢了也没用。你都已经是哥布林先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抢走了哥布林先知的称号，我和你拼啦！蠢货，谁告诉你们只能有一个哥布林先知的？难道说……没错，我已经知道了，要如何才能成为哥布林先知，我能行，你们也能行。可是，在那之前，你们要帮我做一件事，告诉他们寄生人类能够延长生命，就算是对古神战士造成威胁了，希望能激活任务。被血影灵魂所寄生，此刻他的力量还比较虚弱，需要不断吸取生机，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洞穴哥布林萨满从来没碰到过人类，也没有想到可以寄生人类，却在你的提示下想到了。这算不算打开潘多拉魔盒呢？可居然还是没激活任务，难道因为这帮家伙隐居太久，都不知道怎么出去了？那就只能把他们引去主城了。我不信古神到时候还不触发任务。唉，可惜啊，早知道吸收两角兽的力量能延长寿命、增加力量的话，之前我们碰到的其他几个就不应该杀了，应该留着当粮食的。是啊。怎么我们的力气怎么用不出来了？难道月野你要干什么？你们两个一直在私下联系，想要推翻我，对不对？所以我给你们身上下了诅咒，正好，现在你们就是我的粮食了。哇！吸收了伙伴的生机之后，他已经开始成长了。不过，他对要先帮你做事很是不满，已经决定当实力超过你的魔物娘之后就干掉你。反正他已经知道如何延长寿命和增加实力了。这家伙还真是心狠手辣。不过以你现在的状态，就算我一个人干不了，联合潘威和林霄云两个人的力量，还是能稳吃定你的。他吸收了2个伙伴之后迅速成长，如果多吸收几个，岂不是天下无敌？不可能的，这个能力应该多少有些限制，不然他也不至于会被赶出部落了。不过不论是什么样的限制，一个能不断增强自身实力的怪物，终归是一个莫大的风险。如果成长到控制不住的地步，那就麻烦了。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就解决掉他呢？以蜘蛛妹的实力和我的技能增幅，做到这一点应该不难。你想要解决他，洗洗睡吧。这样的家伙怎么可能没点压箱底的手段？如果他跟你玩命的话，一个你是凉，100个你也得凉。做个乖宝宝吧，别想太多，起码现在要乖乖的。还有别的手段？难怪被赶出族群还能一直活到现在。100个我都解决不了被逼到极限的他，那与林霄韵他们联手对付他的计划，也等于是作废了。你刚刚说的要我做的事是什么？不过刚才面本上，他精神属性后面的极限，代表着我们哥布林的力量是有极限的。我当然知道，我们的精神力量很久以前就没有继续增长了。可是你说这个干什么？身为两角兽，只是我寿命快结束之前的无奈选择。可是成为两角兽之后，我才发现了新的天地。成为哥布林先知的前提，就是成为两角兽中的古神战士。雪琪，你疯了！我们可是高贵的哥布林一族，现在寄生在两角兽的体内已经很屈就了。如果要成为哥布林先知，就得变成两角兽，那我宁愿不当了。没瞧出来啊，你还有种族荣誉感。可是真是这样的话，当年为什么又会对自己的同族下手呢？只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我得到这个两角兽的身体之后，获得了他的记忆。这些古神战士身负神秘古神的庇护，有着各种神奇的道具和技能，在他们的攻击下，森林哥布林已经被灭族了。森林哥布林虽然个体战力要比我们差了不少，可是人数众多，实力也不差，
居然被两角兽灭族了。两角兽通过和我们的交手，激活任务获得奖励，就可以不断的提升自己，还有各种可以增加力量的装备，增强自己的实力。在达到极限之后，则能获得古神赐予的升级药水来打破极限，获得更强的力量。而这些任务的奖励还有一些非常神奇，我就是在完成一次任务之后，得到了哥布林先知的头衔和冠冕。那我现在已经是两角兽了，是不是也可以？不，我们不一样。我通过不断击杀部落的那些蛮子，得到了古神的认可，成为了真正的古神战士，才能激活任务来获得奖励。那我应该怎么做？你现在还没有得到古神的认可，所以得像我之前一样，去击杀部落的蛮子，一直到古神认可你为止。部落的那些蛮子，我早就想动手干掉了，正好一举两得。所以我才会来找你。古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能够给予的奖励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好东西。我加入了一个两角兽的团队，他们实力比较差，所以就更依赖我。团队任务的奖励比个人任务要多，通过这些任务累积足够的功勋之后，古神就奖励我，让我成为了哥布林先知。我来找你，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完成任务的效率太差。如果你加入，我们联手才可以更快的完成任务，获得功勋。等到你也得到古神的赞赏，成为真正的古神战士之后，你也就可以自己去积累功勋，成为哥布林先知。你帮我完成任务，可以让我更快的变得强大起来，而你也会获得成为古神战士的机会。我需要你的力量，你需要我的智慧，我们合作才是对你我都有利的事情。等到我们真正变得强大之后，再用这样的强大力量重新成为哥布林，难道不比现在更好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用两角兽的语言教他们。没错，你说的很对，做哥布林是有极限的。我不做哥布林了，雪琪。你的一番鬼话还真把他给忽悠住了。看来哥布林就是哥布林，在你的狡猾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这种为了变强而背叛族群的家伙，只要针对他的欲望下手还是比较容易的。既然实力很强，那这么好的打手不好好利用就太浪费了。接下来我给他秀了一下筋斗云的速度，从来没见过这种神奇道具的血影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没有我的允许，血影只能直接摔下去，这让他知道了古神道具的神奇。紧接着我又花了一些时间和他一同行回了主城，而不出我意料之外的是，在带着血影回到主城之后，古神果然激活了任务。来了，折腾了半天，终于来了，精神无限。小耗子已经离开这么久了，也不知道那个任务做得怎么样了。小云姐，你放心吧，难道你还不相信大哥吗？就算完不成任务，也不会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的。你那包薯片哪儿来的？庞文，你怎么了？好好的，你这是怎么了？是预警，很强烈的预警，有危险正在向我们靠近。这反应太激烈了，这带毛的反应太剧烈，扯到我的消化神经了。好激烈的反应，这在猎杀那只洞穴哥布林大萨满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激烈反馈。可这是主城啊，会有什么危险？要进来了，那个危险的东西。目标竟然是我们的驻地吗？可恶，现在小耗子也不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团长大人，副团长大人，我回来了，顺便还给大家带回来了一位新的队友。他是按照潘威呆毛所指引的方向，看来有问题的是小耗子旁边的那个人。不过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小耗子去完成任务，反而带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人回来。这就是我和你说过的两个队友，女的是林小雨，旁边那个就是潘威了。为了表示友好，你应该去打个招呼。还记得我给你编的人类名字吗？当然记得，不过你这两个队友真的很弱，那个女人已经很弱了，旁边那个好像更弱。不然我来找你加入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是小耗子的暗示，是不要相信他刚刚说的话，还是说不要将这个人当成可信任的人？哎呀，算了，在没搞清楚情况之前，还是不要暴露太多比较好。我是新加入的伙伴马冬梅。啊，欢迎，我是林小远。这等于是小耗子给我们的暗示吗？这个名字会出现在一个男人的身上，不过真的有点忍不住了。马东什么？马冬梅。什么冬梅？马冬梅呀。马什么梅？啊，抱歉，我的听力不是很好。这是我们的团长潘威。你好。潘威，真有你的啊！抱歉，潘威刚刚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肠胃不太好，我代他向你道歉。不过驻地中有淋浴的地方，你先去清理一下身体吧。嘿，以后都是队友了，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他们计较。先去洗一洗吧，等你出来，我们就制定下一步的计划。这个死胖子！小耗子是赞许潘威刚刚的做法，看来果然有隐情。以上就是这次发生的事情。啊，原来是这样。只不过小耗子，你未免也太大胆了一些。靠吸取他人力量存活的怪物，难怪我能感应到他所散发出的血腥邪恶的因子。刚刚真的是把我给难受的吐了。小耗子，我知道你不打无准备的仗，那么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个血眼？他很阴险狡诈，还留有后手，如果靠我们是不可能解决他的。所以按照我的计划，只有借刀杀人才是获益最大、代价最小的方式。古神只是颁发任务给我，而没有直接出手抹杀这家伙，说明在古神看来，这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可以解决的对手。哦，大哥，我好像已经猜到你的想法了。你是想用他当做一个打手，山谷之中哪里危险我们就往哪里钻。我们解决不了他，但总有更危险、更恐怖的哥布林 BOSS 能拿下他。你果然懂我，消灭他就可以得到一个金色精神宝箱了。怎么说也是一个 BOSS 水准了，当然得好好利用一下。接下来对敌我们就不用尽全力，该划水划水，该摸鱼摸鱼，这样我们即便无法找到一个能杀他的怪物，只要将他消耗的够虚弱，我们也未必没有机会。诓一个怪物帮我们打怪物，这做法真是太大胆了。不过试一试也无妨。嘿，那我可要好好找找哪里的 BOSS 比较厉害，总不能让他太轻松了。从0号那里听说你很能打，正好我们准备出发探索未知区域，触发新任务。你如果表现得好，那就让你留下来。加油啊，新人！还不快说谢谢团长！谢谢团长。这群人类果然够蠢，完全没有觉察被血姬利用了。不过最终的赢家只会是我罢了。团长，我确认过了，周围没有其他的洞穴哥布林了，只有围坐在篝火前的那几只。洞穴哥布林实力非常出色，要十分谨慎才行。我们还是开个会来制定一下战斗计划。啥玩意儿？还开会？之前就连决定朝什么方向前进都开了半天会，真的让他们开完会，内姬大志都不知道能繁衍几代了。你这新人怎么搞的？会暴露的。与其那样，不如我亲自动手来的效果高。来吧，这群短视的家伙！诅咒之剑！这些只有蛮力的家伙，这些年真是一点进步都没有。我的复仇就从你们这几只愚蠢的蛮子身上开始吧。果然和我预测的一样，只要咱们触发了任务，无论是不是本人攻击，积分照拿不误。没想到还真像小耗子所说的一样，躺着赚积分。大哥的智谋加上我娴熟的演技，积分手到擒来。接下来只要继续让那家伙当免费苦力就行了。至于能捞多少好处，
就看潘威你的了。奇怪，本来这些蛮子死了以后，他们的血气也可以让我吸收补充一下，让我的力量得到增强的。可是为什么能吸收到的比我预计的要少了很多？这几天下来，一路上我已经杀了几十个蛮子了，可是实力提升慢，又没有得到古神的奖励。那3个家伙在后面也不出手。这件迅捷披风不愧是紫色宝箱才能开出来的紫色装备，除了能增加我的2点敏捷之外，还可以带着我短距离飞行一段，躲避对手的攻击，真是太适合我了。可恶，这种好东西对我也有用的。可恨，什么时候我才能成为古神战士啊？也不知是他们运气太差，还是我运气太好，这没走多久就碰到个精英蛮子，好在只有1个，他们也终于上了，这下多少能让我喘口气。新人，救命啊！好弱啊！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的魔物是不能随意露面的。林浩，你混蛋！这样的局面下，这家伙的底牌应该要拿出来了吧？血气转换，给我死！这家伙用了秘术血气转换，可以将自己的精神属性削弱，附加在力量上，拥有超脱一切的力量。不要以为他用了就会削弱哦，他和你的蜘蛛妹不一样，可以重复使用好几次这个技能，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将自己的精神全部消耗掉的。这都好多天了，我也帮你们打了很多的蛮子，可是为什么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古神战士？你怎么老这么着急啊？古神的考验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吗？要知道，我可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到了古神的青睐。等你的功勋足够了，古神自然会通知你的。这段时间，这家伙帮我们打工，确实帮我们赚了不少的积分和宝箱。可惜，他好像已经开始怀疑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最近几天你都是偷偷的划水，让我们拼得更凶，你却每次都第一时间去吸收死去蛮子的血气。这种做法怎么可能累积到足够的功勋？他的属性都快破20了，再这么下去，怕是控制不住了。我这是为了增强实力，更好的做出贡献。现在你是利用我帮你完成任务，等你实力超过我了，我可不相信你的哥布林匹。不是我难为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越是危险的任务，古神认可的可能性越大，你得支棱起来啊！可是迄今为止碰到的蛮子都太弱，不值得我拼命啊！这家伙可真够臭皮的，明天我就让潘威去找更危险的 BOSS 来让你去挑战。已经走这么远了，这个胖子真的靠谱吗？你以为呢？那个胖子能当我们团长，就是因为他能够察觉到什么地方可能触发任务。我能感觉到，就在那个方向。那里好像有很多人啊，难道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吗？阻挡我完成任务的人，死！别着急，我们先过去看看。站住！这里是我们鹿王团的驻地，你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做任务，这里不行。岂有此理！我们福日团也是排名前5的大团队，想去的地方还没有不能去的。团长，我们还是不要随便硬闯的好。什么人在这里喧哗？什么人在这里喧哗？哟，这不是当时想要骗我们400积分的家伙吗？谁骗了？是你们自己不识货。好了好了，当时我们也是不打不相识。这里呢，我们鹿王团已经先来了，而且根据我们的探测，里面有着很多强大的洞穴哥布林，我们也只能小心谨慎的逐步探索，所以才不让其他团的朋友进去，主要是担心大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您说对不对？既然这样，我们就先离开了。只不过，就算鹿王团实力再大，也要讲一点道理的。
等回到主城之后，郑某再设宴款待诸位。我能感觉到那里触发任务奖励一定很好。可恶！没办法，别人先来站住了，我们也没法硬闯进去。旭这家伙好像发现了什么，能让他动容的会是什么呢？我得试探他一下。团长、副团长，接下来就麻烦你集中注意力，看附近有没有别的任务出发点吧。我和马冬梅帮你们略阵。好。萨卡拉卡，你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没有。别想撒谎，那里面应该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东西吧？刚刚在洞口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们之前的生命魔法和哥布林传统的魔法完全不一样。哥布林传统魔法是控制系，他们的魔法则是生命系。果然瞒不过你，你猜的没错，那只变异炎蜥应该就在那里。变异炎蜥，听他的口吻，似乎很特别的样子，会不会触发什么任务？当年我们一起修炼生命秘术，就是通过分析它才能做出各种研究。我们被赶走之后，变异炎蜥被蛮子们给控制住了。他们这些年来一定也研究出了一些东西，和生命魔法有关。只要能重新夺回变异炎蜥，我们的生命秘术研究定能更进一步。那我们就一定不能放过了。可惜的是，进去的通道被两角兽封锁了。哼，这些愚蠢的两角兽，他们怎么可能比我熟悉这一片的地形？仙人还真是厉害啊，这样的密道都能找到呢。只是以前到过这边，无意间发现的罢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嘛，新人你就别谦虚了。我谦虚个毛线啊！要不是好奇这群蛮子到底在搞什么鬼，谁会傻到给你们免费带路？潘威没察觉到危险，看来确实不设防。就算是密道，也有点离谱了。陆可期他们在外面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啊。有反应了，看样子很可能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什么变异炎蜥了。真的？走。哦，原本以为是死路了，没想到墙后别有洞天啊！哼，他们这种小伎俩可应付不了我。哦，新人不仅知道这洞穴的密道，好像还很了解这哥布林的手段嘛。只要稍微观察一下他们的习性，都是很容易觉察到的。不错，有实力还细心，我很中意你呀。血影被潘威这么一问，应该满脑子都是在隐藏身份上了。没错，是记忆中的样子。看来蛮子们为了控制他，花了不少功夫。我当初限制蜥蜴娘的法阵，好像又被加强了不少。好可怜啊，看起来是个小孩子。变异炎蜥有着极为强大的生命魔法，在他的魔法之下，可以快速治愈对手，是魔物中极为特别的存在。只不过，他一直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洞之中，被研究，被抽取灵力。他现在平等的仇恨着眼前的每一个人。快速治愈的生命魔法，定了！我要契约的第二只魔物就是他。怎么了？你进来的目标不就是他吗？怎么现在还迟疑了？哦，只是发现想要带走他很难。这个法阵的作用是限制他的能力，同时将他当作媒介抽取地脉的魔力。这么大量的魔力被抽走，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触发法阵便很有可能惊动洞穴首领，这风险很大。好了，我们还是走吧。如果对变异炎蜥出手，可能会触发法阵引来洞穴首领，这样的话买卖就不划算了。反正也不急在一时，有更好的机会再出手才是稳妥的做法。就算你现在不想要了，但这么契合我需求的魔物，我很感兴趣啊。不行，这个时候不能让他走。无论什么道具的话，只要是能够将血影骗出留下来的道具，多贵都可以。可以模拟任何生性。
有了，来了！血影，啊，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听到了吗？有个声音。声音？什么声音？我们都没听到啊！给我小声点啊，新人，你是不是幻听了？血影，这是吾对于你的考验。你愿意抛弃哥布林的身份，成为吾的战士，吾很欣慰。在前面的考验中，你的表现吾很满意。现在就是吾对你最后的考验了。古神，真的是古神吗？是能够被我听见的声音。您终于看到了我的存在吗？我一定会成为您忠实的战士，绝对完成考验。那么接下来发布任务。虽然古神发布任务并不是这样，可是血影不知道啊。没想到任务竟然是解放那只变异炎蜥，那这可再好不过了。完成任务，我能成为古神战士，还能够得到变异炎蜥。反正有这些两脚兽在，真出了事，就拿他们去拖延。所谓人性，就是成本越高，越难以放弃。就算是哥布林也一样，为了成为古神战士，他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现在应该头脑发热了吧？诸位，我触发了古神颁发的任务，需要解放那只变异炎蜥。我知道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任务的，恳请大家一同帮我，必须把他们都拉上才保险。终于上当了，古神战士、变异炎蜥，双管齐下的诱惑，不信你能挺得住。看来小耗子又是用了什么法子，把他给蒙回来了。说什么话呢？我们可是团队，当然会帮你的。人类真是少见了，难得人类不是以食物的形式出现在这个洞穴中。多谢团长和诸位愿意帮我完成古神的任务。大家都是队友，义不容辞。帮你，就是在帮我们自己。麻烦了，软饭王天赋竟然也用。先不说他的精神比我还高，契约本身就很困难，仇视的太多会让难度变得更高啊。安杜拉，我们是前来帮你脱困的，我们收到古神的任务，前来拯救你。脱困？又是什么新的实验吗？想要看我的情绪起伏对于魔力抽取的影响程度是吗？用自由来诱惑我，虽然很管用，可是有一次就够了。你们一定是被洞穴哥布林所研究出来的新型实验道具，玩弄生命的污秽者，统统去死吧！喂，他怎么就开始自说自话了？去吧，我不想看到面前再有任何活物，将此地重新回归至了无生机之地吧！妈呀，他究竟在这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对待啊？